靖王伯伯，不过是处置一个小宫婢，林安自己能处理的，不必麻烦伯伯。宫婢？敢说他未来的乖侄女是宫婢？究竟怎么了？没想到平日里与我疏离的靖王伯伯，今天竟如此在意我，为了我不惜黑脸发火。原是这小宫婢偷走了林安养的猫，不肯归还，本是一桩小事儿，可他屡次用言语讥讽林安，目中无人。林安为了皇室颜面着想，吩咐禁军砍了他的脑袋，以儆效尤。靖王闻言更为恼怒，为了一只小猫便要砍他乖侄女的脑袋，还用如此冠冕堂皇的理由。他正想吩咐禁军散开，就瞧见圆圆渐渐红了眼眶。靖王殿下，郡主她怎么能撒谎呢？我才不会偷走她的猫呢，是郡主故意划伤了猫的腿，猫咪找来求救的，我只是救了一只小猫，脑袋就要保不住了。不知是不是伯侄连心，一见圆圆哭，靖王这心里就很酸涩，难受极了。林安没有，她的发髻上面还有猫的血迹呢，还有胳膊上还有猫抓出来的血痕呢，小猫可可怜了。靖王对圆圆的话深信不疑，去检查检查。若真是林安虐猫，这心思也未免太过阴毒。你们要造反吗？郡主是金枝玉叶，岂容奴才触碰？就因为这贱婢的一面之词冒犯郡主，太后娘娘不会放过你们的。靖王伯伯，林安实在不知该说什么，林安百口莫辩。那本王就算你承认了。林安郡主可怜巴巴的神情瞬间凝滞在脸上，未等他反应过来，靖王便和蔼地看向眼睛红彤彤的圆圆。你说该怎么罚他呀？郡主刚刚要砍掉我的脑袋，那我也把她的脑袋砍掉好了。虽然他一只手就能摆平林安跟他的婢女，但有人撑腰的感觉就是爽。见靖王还真就考虑起来，静秋傻眼了。王爷，你怎能听信这贱婢的谎言？您为了这下贱的东西要砍郡主的脑袋？放肆！圆圆是本王和王妃的救命恩人，我袁家的座上宾，亦是永定侯夫人的义女，镇国公夫人的外孙女。你这婢子吃了雄心豹子胆，敢说她下贱？静秋和临安郡主齐齐愣住，他们原以为圆圆此等生面孔只是皇宫最低等的奴婢，不管她是谁的义女，只凭靖王救命恩人这一身份，就能在皇宫里横着走了。王爷，您若是真砍了郡主，太后娘娘不会就这么算了的。靖王觉得静秋说的有一定道理，如今宫中没有皇后，太后便是大招国母，砍了她的宝贝命根子，不好交代。他想了想，指着静秋随意道：那就把他砍了吧。静秋瞪大眼睛，没料到自己会死，他扑通一声跪下来：郡主救救奴婢，奴婢不想死。本郡主也不能违抗靖王伯伯的命令，非常抱歉。静秋。静秋直到被禁卫军拖走时还无法相信，不惜一切也要维护的郡主竟然就这么放弃了他。他对你那么好，你连替他求情也不肯吗？那我能怎么样呢？我的确舍不得静秋，可这是靖王殿下的命令啊。静秋不过是奴婢，死了一个还有许多，他犯得着为奴婢伤心吗？靖王殿下，我不敢跟这位姑娘抢妙妙了，这些事儿都算在临安头上好了。他这点装模作样的伎俩在靖王面前还不够看。既然知错，还不赶快和林姑娘道歉？林姑娘，临安不该有眼无珠，开罪于你，以后临安定会绕开你，将你想要的东西拱手奉上。阴阳怪气的圆圆白了他一眼。我不原谅，你就这么一直弯着腰吧。他抱着猫离开，用眼神示意靖王处理后患。靖王立即会意，清了清嗓子道：把郡主宫里的猫全部送去御兽园，让御兽师好好照顾。姑母，临安真的只想要回妙妙，可是那个林姑娘污蔑临安，靖王伯伯还帮着她，临安心里好难受。袁从是完全不把哀家放在眼里了吗？竟敢欺负哀家的侄女儿！这皇宫是他靖王的皇宫吗？哀家还没死呢。姑母，临安最喜欢的
就是那些小猫。可靖王伯伯不让林安养了，林安怎么可能会欺负小动物？姑母知道，姑母的林安最善良了。待会儿姑母就派人送一笼子给你，你想养多少就养多少。林安知道，姑母对林安最好了。姑母，永定侯夫人的养女林姑娘虽然以下犯上，但她毕竟还小，有些事儿肯定不是有意的。姑母可千万不要找她麻烦呢。好，姑母听林安的。太后笑颜和蔼，眼里却仿佛淬了毒般，闪着森冷的光。2日后辰时，宣永定侯夫人宁氏携养女入宫觐见。敢欺负我的林安，我要让这对母女有来无回。哎呀，乖乖洗澡澡，别耍水啦！那个破郡主还说对你好，也不知道怎么个好法，洗澡水都洗黑了，肯定没给你洗过澡。以后你就跟着我，小鱼干天天都有。母亲，这佛像儿媳重新拿去镀了金身，你看看可还好？不错不错，你有心啦。老夫人满眼都是喜爱，她年纪大了，很少有人能顺着她的心意送东西。一哥和严哥可还好？严哥日日在书房研习，准备春闱呢。一哥，上回那青楼女子紫珠毁坏他的清誉，舒毅当场就揭穿了他的阴谋，永定侯世子的威名又重现京城，百姓们也对他赞誉有加。如今舒毅不再时常将自己关在揽月阁，偶尔会戴着面具出门散步。母亲，明日护国寺有千佛法会，你要去上香吗？自然。第2日，春和扶着老夫人坐上了侯府马车，只是在经过一处断崖时，原本缓速行进中的马车忽然车马分离，借着惯性滑下陡坡，车轮直直卡在了悬崖边。老夫人上了年纪，看着下方一眼望不到底的悬崖，脸色惨白。春和嬷嬷力气虽大，到底是个老妈子，再怎么样也会有坚持不住的时候。坐在车厢前驾车的马夫已经掉下去摔死了。这荒山野岭的，等到有人发现来救就晚了。春和，春和，你松开我，你拉着我坚持不了太久的，松开我，至少你活下来的希望更大一些。自侯爷和丽萍战死沙场后，他无数次想过去死，这次意外或许是契机。老头子，丽萍，你们来接我了吗？奴婢不能松开，老夫人对奴婢不薄，奴婢不能让老夫人出事。我就算是废了这条手，也要等到救兵。你是不是傻呀？这样咱们2个都会死的。老夫人若出事，奴婢绝不独活。你怎的如此倔强？老夫人放心，黄泉路上还有奴婢陪着您。她的手渐渐松动。抱歉，老夫人，奴婢可能真的坚持不住了。春和摸摸手指的关节，用力到脱位。就算是死，也要给老夫人垫背。就在这时，一条结实的红绸破空飞来，缠住2人的腰身，腕力十足的徒手将他们2人拉了上来。祖母无碍。老夫人眼神涣散，盯着林书义许久，才大梦初醒。义哥儿，是你救了我，我没死。见老夫人只是受到惊吓，并未受伤，林书义才悄然舒了一口气。他的贴身小厮阿辉出府办事，见到有家丁在老夫人马车旁鬼鬼祟祟，不知作何。他怕老夫人在途中出意外，便赶了过来，幸亏来得及时。好孩子，是你救了祖母的命呢。先侯爷在世时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孙子，说他临危不惧，行事果敢，有先祖之风，便日日带在身边教养。但他毕竟不是老夫人的亲孙子，是宋小娘的儿子生出来的，老夫人对他的感情便没有那么深厚。多谢大公子，多谢大公子，救命之恩，奴婢简直无以为报。义哥，你是骑马赶来的，但你的腿……祖母，孙儿的腿已然大好。好孩子，好孩子，你将来一定能继承你祖父的衣钵，振兴永定侯府。林立文那个只会油腔滑调的东西，他是不指望，他只会将希望寄托在舒毅和舒言身上。祖母，孙儿的腿……你放心，
老夫人知晓他的未尽之言，此事祖母和你春和嬷嬷绝对不会透露出去半分。这事本来只有他和圆圆晓得，连母亲弟弟也未来得及告知。若不是急着救老夫人，他也不会那么早暴露。老夫人看林淑义真是越看越喜欢，也不知道林丽文那窝囊废如何来的那么大的福气，有这么2个出息的儿子。林淑义亲自将老夫人和春和嬷嬷送到永定侯府不远处后，便走暗道回了揽月阁。正在打扫枯叶的小厮不经意间看到神情异常肃穆的老夫人，第一反应便是撒腿就跑，把这个被主的奴才给老身捉起来。林淑义给老夫人转述了阿辉描述的长相，几乎是立刻辨认出来了，那人是专门打扫前院的奴才。此次马车失事，同这狗奴才脱不了干系。狗胆包天的贱奴才，老夫人的马车是不是你动的手脚？小厮死到临头还嘴硬，奴才不知道您在说什么。不肯说，那就永远都不必说了，割了他的舌头。一旁的家丁拿出小刀就要往那小厮嘴里塞，小厮差点吓得尿出来。奴才说是奴才吃了雄心豹子胆，给老夫人的马车换了套不结实的车架。狗奴才，我怕你是活腻了，连老夫人都敢坑害。奴才知错，奴才知错，但害老夫人不是奴才的本意啊，是因为……母亲。林丽文疑惑的嗓音传来，这是发生了何事，让母亲如此动怒？老夫人神色怪异，并未立即回答。侯爷，这狗奴才意图谋害老夫人，老夫人正在问罪。你竟敢谋害老夫人！你在侯府当差多年，妻儿都在侯府谋生，侯府不曾亏待于你。你如此行事，你可曾想过自己的家人啊？后面几个字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林丽文目光灼灼地瞪着那小厮，小厮浑身一震。此事是奴才一人所为，老夫人要杀要剐，奴才都不敢有丝毫怨言。你为何如此？虽是在质问小厮，眼睛却盯着林丽文，眼神晦暗难明。小厮的目光慌乱地到处瞟。是因为钱财，对，就是因为钱财，侯府发的月例少了，奴才心生不满，才行此大错。母亲，此事就交给儿子，儿子现在就命人剥了他的皮，给您出气。您身子不好，就不用再借血光了。老夫人用看陌生人的眼神看李丽文，侯爷倒是头一回这么为老身着想。瞧您说的，我是母亲的儿子，当然要事事以母亲为先。老夫人冷笑一声，侧身绕过他便走。林丽文心头恨极了，阴鸷的目光仿佛要将老夫人千刀万剐。我找来的人怎么就如此无用，让这个老不死的活着回来了？马车坏了，居然都还能活着回来，命还真大。哎呦，我的姐姐呀，你怎么就这么去了呀？让我守着先侯爷的灵位，该怎么活呀？我的姐姐呀！春和嬷嬷听着这杀猪似的嚎叫，眼睛都气红了，冲进去就骂道：“你一个姨娘，哪来的资格喊老夫人姐姐？老夫人有你这种不要脸的妹妹吗？死皮不要脸的阿杂货！滚出老夫人的院子！老夫人好好的，什么事儿都没有，就在这哭丧。”按照她往日的脾气，就该拽着宋小娘的头发按进池塘里喝一肚子的水。宋小娘见老夫人完好无损地站在门口，文根不是说他在马车上动了手脚，等他一死就能把我扶成正式的夫人吗？他怎么没死啊？你很希望老身死吗？除去已经死了的先侯爷，宋小娘最怕老夫人。当时她跟着先侯爷的军队回府，自己以为能把当时的正妻赵氏打压得死死的，没成想过门给正妻敬茶的时候，她端着滚烫的茶碗举了半个时辰，胳膊都要酸没了。老夫人还时不时把自己喊到院里站规矩，只要一动便要多加一个时辰。当年她生下文根儿，有意无意跑到老夫人跟前炫耀：“哎呀，我文根真可爱呀！不要脸的阿杂货，有什么了不起的？”既如此，春和把她丢进火盆里去。
是夫人。夫人，我错了，求您把文根还给我吧。还有一次，他想使手段让侯爷来自己房里，却被老夫人用匕首划伤了他的脸蛋儿。过了将近20年，这疤痕才慢慢变淡。偏偏侯爷从不与老夫人计较，对老夫人一直很包容，甚至还听了老夫人的话，要把她送到尼姑庵反省。求姐姐劝劝侯爷，我要去了尼姑庵，我文根怎么办呢？你不过是屠夫的女儿，在侯爷眼里是可以随意丢弃的贱妾，而我是赵国公的亲姐姐。你要是再敢惹我，我会让你和你的儿子生不如死。老夫人根本不在乎林立文是侯爷的儿子，也没考虑过将林立文抱到自己名下养。他在尼姑庵待了3年，日日都会做噩梦。回府后再也不敢去触老夫人的眉头，只是没想到报应来得那么快。老夫人丈夫和她引以为豪的儿子全都死在了疆场。本以为他儿子当了侯爷，就可以在老夫人面前挺直腰杆子，但今日一见到老夫人黑脸，当年的恐惧又渐渐浮现在脑海，令他不自觉打了个寒战。老夫人，奴婢听说您出事儿，一时情急，不是有意的。老夫人，请您宽恕奴婢。老夫人根本不将宋小娘放在眼里，她格外疲倦，出去跪3个时辰规矩。是。宋小娘老老实实的去了。马车失事，定和林立文有关。大哥，你要把外面的皮烤得焦焦的，这样吃起来才更香。圆圆不知从哪里捉来一只锦鸡，要林书义给他烤。烤鸟的香气扑进圆圆的鼻子，他不敢张嘴，怕一张嘴口水就流了一地。大哥，你跟世子哥哥一样，都很会做饭。上回袁以恒做的小炒牛肉，他做梦都在回味。林书义不置可否，圆圆等得非常急迫。看那团火有些变小了，鼓起腮帮子吹风助力，吹得火星四溅。溅起来的火星飘到了圆圆的头发上，很快的就燃了起来。偏偏圆圆还毫无知觉。大哥，你还烤了什么东西呀？有点焦焦的，但是闻起来感觉还挺好吃的。直到自己的脑袋越来越热，圆圆才发觉不对劲儿。我的头发，我的头发！林书义一桶水浇在了圆圆头上。大哥，我的头发还在不在？林书义看了看圆圆的头顶，古怪的沉默下来。我的头发！大哥，烤鸡是不是烤好了？此时却见林淑妍神情微妙地走了进来。父亲院子里养的那只锦鸡是你们偷走的。林立文发现养的锦鸡不见之后大发雷霆，府里的仆从正每处角落仔仔细细地找呢。林淑义也没想到这锦鸡是有主的，沉默地看向圆圆。那个我路过的时候，大乌龟养的那个鹦鹉，然后那个锦鸡还在旁边笑。鹦鹉看起来不好吃，我就先把锦鸡吃了。等吃完跟我回去上课。圆圆日日溜出去逃避上课，李承熙管不了，时常找他哭诉，害得他无法专心做自己的事情。闻言，圆圆浑身一震，烤锦鸡都不要了，一溜烟跑出了揽月阁。马车失事，定和林立文有关。大量着我是傻子吗？当着我的面威胁旁人，百善孝为先，侯爷如此不孝不悌，竟敢残害自己的嫡母。这事若是告到皇上面前，他的永定侯也不用做了。他越想越气，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若不是丽嫔大公子不在了，侯爵的位子哪轮得到他来做？无奈林家除了丽嫔，就只剩林立文一个男丁了。先侯爷戎马一生，厚德载物，丽嫔公子一时光明磊落，高风亮节，怎的林立文却做出与长嫂苟合、残害嫡母的小人行径呢？怕不是学了他生母的下三滥做法？老夫人沉默坐了半晌，才缓缓起身，用藏在腰间的钥匙打开了妆帘上锁好的妆匣，从里头取了小包药粉。春和嬷嬷见状，神情微妙。这不是上次从宋小娘房里搜出来的能决男子生育能力的药吗？宋小娘自到侯府生下林立文后，眼见自己不得宠，
再无生儿育女的指望，又怕老夫人再生出几个儿子，分了林立文原本就不多的宠爱，便想着使阴招，让老侯爷彻底断绝生育的能力，却不想被春和抓了个正着。下到侯爷的饮食中，就当是给一根他们母子3人的谢礼。我的头发，我的头发，呵呵，呵呵。搞错了，再来。我就是圆圆，你头发不是烧没了吗？怎么又长出来了？就那样就变出来了呀。圆圆没吃上香喷喷的烤锦鸡，觉得有些遗憾，便用令氏给他的银两去食肆大快朵颐了一顿。出门时肚子鼓得像小皮球似的，路过一家药铺的时候绊了一跤，被人扶起来时闻到了那人身上浓重的金创药味儿。小姑娘没事吧？谢谢姐姐。董婉瑜对他笑了笑，眼中却莫名闪过不舍与留恋，情绪转瞬即逝，绕过圆圆离开了。林夫人3个月内来买了2次红花，再用下去就再也不能有孕了呀。圆圆耳朵动了动，露出一脸八卦的表情。可惜2人闲聊完就开始忙活了，他什么都没听到。真没劲。乖徒儿，许久未见，过得还好啊？花婶婶眉宇间露出欣喜，她还有些想念小徒儿呢。好，婶婶，上次圆圆说的那个瓜好不好吃呀？那必须的呀，而且呀，这尤静茹未被休弃前本就不检点，趁着丈夫外出公办之际，同其他男子拉拉扯扯，几次3番将前婆母气晕过去。她原本和如今的永定侯是有婚约的，看不上当时的庶子，执意退婚，又在永定侯袭爵之后反悔，意图勾引。她前夫家着实无法忍耐，这才休了她。所以这夏堂父跟别人苟合并不稀奇。不过这下好了，我早已将消息散布到全城，她的美名可是满京扬喽。花婶婶真厉害。小徒儿，你怎的不告诉我，你竟是永定侯夫人的养女呢？人家说永定侯府来了个乡下姑娘，顽皮得很，日日将永定侯气得头昏脑胀，我一猜就是你。我不知道要说这个呀。花婶婶本就没气，看圆圆这懵懂的小模样，没忍住笑出了声。说来呀，我还知道你侯府的一桩往事呢。圆圆眼睛都亮了。什么往事呀？永定侯府的生母宋小娘，你晓得吧？她本是屠夫的女儿，史记爬上了先侯爷的床，没成想她在老家同旁人定过亲的。那人和她同村，从小一起长大。宋小娘是攀上了高枝，去侯府当姨娘了。可怜她的亲哥哥巴巴地等着她，甚至还找来了侯府，被先侯爷赶了出去。他的亲哥哥忘不掉他，不肯回村儿，如今还在京城乞讨度日呢。他兴奋的眼睛都亮了。婶婶，你再说点，再说点。就东家那面馆掌铺的媳妇儿，为了让自己儿子娶到有钱人家的闺女，竟然自己出面勾引人家女方的父亲，怀上了孩子。结果呢，他儿子没娶到媳妇儿，自己成了那有钱人家里的五姨太。咦，真是离了个大谱啊！还有西街那个80岁的老爷子，前些日子刚办完婚宴，老伴死后把自己年轻时的初恋娶进了门儿。那他老伴真可怜呐。还有我们隔壁的那姑娘，好不容易出嫁，刚有了孩子，就发现自个儿丈夫好南风，夜夜趁她睡着去小瓜馆找刺激。他们怎么都那么坏呀？谁说不是呢？在咱们大昭，和离又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只能凑合过了。花婶婶，你知道好多事情，不愧是京城的白小生。花婶婶被圆圆夸赞，乐得找不着北了。
婶婶请你去吃牛肉馄饨，可好吃了。两人经过一处巷口，却听见里头传来痛到极致的呻吟声。花婶婶将圆圆护在身后去查看，竟看到了倒在血泊中昏迷过去的董婉瑜。花婶婶和圆圆将董婉瑜送到医馆，救治及时，身子无碍，只是孩子没保住。这位夫人胆子真大，生吃红花打胎，以后很大概率无法生育了。听到大夫的诊断后感慨不已，唉，在夫家受尽苦楚，自然不会想给那种人生孩子。花婶婶，你认识这个姐姐呀？花婶婶，你认识这个姐姐呀？唉，这姑娘惨呐，她是国子监典籍的庶女，生母是奴籍，生来就任人欺凌。7岁之前都被正妻关在猪圈里头，与牲口同吃同睡，任人训斥打骂。及笄后同家里的马夫产生了感情，那马夫对他真是没话说，待他如珠如宝，用自己半年的月钱给他买好看的首饰，可被他弟妹坑害，同陆家的公子发生了关系。他不肯嫁给陆家公子，董大人便一气之下杀了那个马夫，还把他的头颅吊在他门前。嫁到陆家后，日日被丈夫打骂，为了侮辱他，在他脖子上套狗绳，不允许用筷子吃饭，只让跟牲口一般，满手用嘴吃。唉，这姑娘真是受尽了搓磨。说到此处，花婶婶还擦了擦眼睛溢出的泪水。同样身为女人，她是真心心疼董婉瑜。圆圆一时难过的抿唇，那为什么不和离呢？若是想和离就能和离的话便好了。对董大姑娘来说，这和离难如登天呐。因为这门婚事是董大姑娘高攀，陆家不同意，董家不同意，民间舆论亦会不同意。她大胎小产，想必也是不愿孩子出生在这种环境之下吧。好可怜的漂亮姐姐。就在这时，董婉瑜睁开了眼睛，她心如死灰地摸了摸自己的小腹，流下了苦涩的泪水。圆圆瞧见她伸出的手里紧紧捏着一枚长命锁。漂亮姐姐原先也是期待过孩子的到来的吧？董婉瑜在听花婶婶说自己再也无法有孕时，露出极其惨淡的笑容。也好，再也不用给那个禽兽怀孩子，也不用忍受孩子在腹中渐渐流失的痛苦。夫人，你若是不想有孕，那直接一碗避子汤喝了了事儿，为何非得生吃红花损害身子呢？董婉瑜如今并没有说话的力气，她倒是想避孕，只是那个禽兽最喜欢的便是在孕中故意往死里折腾。他院里所有的仆从都是禽兽的眼线，只要发现他试图喝避子汤，就会遭到非人的殴打。他把紧握的金镶玉长命锁送给花婶婶，谢婶婶救命之恩，这是我出阁前变卖了首饰打造的，如今用不着了。哎呀，看你这话说的，这我能要吗？婶婶切莫推辞。哎呀，不要！推拒间，董婉瑜的衣袖滑落，露出的小臂体无完肤，上头全是各种烫伤、烙伤，还有手掐出来的伤痕，简直触目惊心。连圆圆也严肃愤慨地皱起眉。夫人，我替你去报官吧，官府难道会对你的苦难视而不见吗？董婉瑜合上眼拒绝。她也曾趁着回娘家省亲时跑到官府状告陆府，但她的公爹在朝为官，官府不好不给面子。她父亲也赶来说她满口胡言，通篇杜撰。官府最后只说是管不了家务事儿，让她离开了。治好漂亮姐姐的伤倒是不难，可是漂亮姐姐回去以后肯定还得挨打。有了！他灵机一动，在董婉瑜身上施了个咒法，让她暂时不会感受到痛苦。这怎么回事？方才疼得连呼吸都困难，每一寸肌肤都在疼，怎么突然不疼了？身子轻盈快活起来，整个人都变得生机勃勃了。奇怪，连小产后的不适都减缓了，就像从未受过伤一样。漂亮姐姐还疼吗？
董婉瑜有些迷茫，愣神地摇头。她发散的视线在圆圆脸上聚焦。多可爱的小孩子呀！要是我那孩子生下来，会不会也和这个小姑娘一样可爱机灵？她最喜欢女孩了。圆圆看出董婉瑜眼神里的意味，握住她的手放在自己脸蛋上来回蹭蹭。既然漂亮姐姐无法有孩子了，那就摸摸我的脸蛋解解馋吧。滚烫的泪水逐渐盈满眼眶，董婉瑜猛地扭过头，不能让自己的失态吓到孩子。阿婉，你怎的如此不听话呢？想出门告诉我，我带你去不就行了？现在好了，害得放你出府的小厮身首异处，你可高兴了？董婉瑜面无血色，眼里满是极致的恐惧。夫君，他只是收了我的银子，不过就是放我出府，竟被陆怀安杀害了，是我的错。谁让他不听我的吩咐？这回不同你计较，跟我回去。你就是这夫人的丈夫吧？大夫严厉指责道。你怎么照顾妻子的？她怀了。话还未说尽，大夫的嘴却像是粘上浆糊般张不开了。还是晚了一步。陆怀安笑意逐渐扭曲，他饶有趣味地看向董婉瑜。阿婉，你有了身孕怎的不告诉我呢？故意打掉我的孩子。董婉瑜疯狂地摇头否认，由于恐惧说不出一个字。不是这样的，陆家公子，是我跟我侄女路过时，发现您夫人小产昏倒在地，这就是个意外。陆怀安似笑非笑的颔首，也不知道是信了没有。回府。呀，这不是姐姐姐夫吗？呀，这不是姐姐姐夫吗？陆怀安的眼睛都快粘到他身上了。姐姐，不是我说你，究竟对姐夫有何不满？千方百计逃出府买红花，打掉腹中的胎儿。姐夫待你如珠如宝，你就那么不想为陆家绵延子嗣吗？自从董佩玉的名声扫地后，他就破罐破摔了，整日打扮得光鲜亮丽，招摇过市，对人毫不避讳。正直勾勾地盯着董佩玉胸前瞧的陆怀安，怒而瞪向董婉瑜。红花，小产，我准你堕胎了吗？董婉瑜满腔绝望，等着他的又会是一顿毒打。我是否说了不该说的话？我是关心姐姐才去药铺问的掌柜，听闻姐姐日后很难再有孕了。哎呀，姐夫呀，你可千万不要迁怒于姐姐呀！花婶婶再也听不下去了，人面兽心，假仁假义，未出阁的姑娘如此不知检点，插手姐姐和姐夫的家务事儿，咸吃萝卜淡操心。哪里来的疯婆子，敢当众辱骂朝中重臣的嫡女？拖下去，给我乱棍打死！我看谁敢！这小丫头拿的是啥呀？这令牌上的虎头，是靖王。这死丫头怎么会有靖王殿下的令牌？该不会是偷的吧？要我对这个黄毛丫头下跪，不是侮辱人吗？咦，那你这么说的话，我真是百口莫辩。我只知道大不敬之罪是要砍头的哟。你董佩玉愤然地瞪着他，不甘心屈服。陆怀安怕董佩玉连累到自己，踹了他膝窝一脚。董佩玉腿一软，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膝盖骨都疼得好像是碎了。哎，靖王伯伯给的令牌居然这么好用啊！上回在宫中被临安郡主纠缠找茬后，靖王怕他再次受到伤害，便把自己的令牌塞给了他。花婶婶亦是满腹震惊，本以为圆圆是永定侯夫人的养女就够她吃惊的，没想到她还认识靖王，情报网那么宽广，怪不得能指引她发现尤静茹的事儿。这位姑娘，草民有眼无珠，有冲撞了姑娘的地方，还望姑娘恕罪。贱内身子虚弱，还请姑娘让在下带贱内回府医治。这董婉瑜似乎攀上了高枝，但也还是我陆怀安的妻子，就算是太后来了，也不能阻止我带走妻子吧。出乎他预料的是，圆圆并没有阻拦。带着你的小姨子滚吧。于是陆怀安带着董佩玉麻溜地滚了。乖徒弟，你方才明明可以用靖王殿下的名义
救陆夫人出火坑，让陆公子日后好好待她，为何要让他们走啊？圆圆却持不同意见。让暴力狂好好待漂亮姐姐有什么用呢？就算她改过自新了，漂亮姐姐以前受到的痛苦就能当作没发生过吗？哼，我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陆怀安一路拖拽着董婉瑜回到了陆府。董佩玉看热闹不嫌事儿大，也跟了上门。出去给我抛头露面勾引男人就算了，还敢打掉我的孩子，老子是给你面子了是吧？董婉瑜发着抖，不住地摇头。姐夫，打吧，这男人呢，打女人是天经地义的，3日不打上房揭瓦。您可要替我们董家好好管教管教这个贱妇。他嗓音娇俏，听得陆怀安心火直烧，手下越发来劲儿，一巴掌狠狠抽在了董婉瑜脸上。哎呀！董婉瑜本已做好了承接痛苦的准备，却发现陆怀安打完以后，他什么感觉都没有，安然无恙。倒是董佩玉猛地捂住脸，痛叫一声，白皙细腻的侧脸霎时红肿滚烫起来。既然消除漂亮姐姐的痛感没用，就直接把她的痛感和受的伤转移到自恋狂身上不就好啦？我可真是个小天才。气头上的陆怀安并没有发现董佩玉的不对劲儿，他看董婉瑜不像往常那般露出痛苦的表情，而是茫然不解，被打了也跟没事人一样，心里的怒火烧得更旺了。他抄起手边的棍子，咬紧牙关，使劲打在董婉瑜身上，还是一点事没有，便不躲也不求饶了，坦然接受陆怀安的毒打。而董佩玉却感觉陆怀安的棍子仿佛无情地落在他身上，每一下击打，他都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火辣辣的疼痛。他唇色煞白，倒在了地上，蜷成一团，一股无形的力量持续不断地抽打着他。这边陆怀安打得更狠了，五官极其扭曲。贱妇，你不怕挨打了是吧？我今日就打死你！姐夫，别打了，求求你别打了！快要把他打死了。陆怀安没回头，不明白恨董婉瑜入骨的董佩玉怎么突然为他求情。只要想到董婉瑜这个荡妇故意下药，拆散了他和貌美的董佩玉，他就气不打一处来。佩玉，你好好看着吧，姐夫在给你出气呢。姐夫，别再打了这董婉瑜到底使了什么妖法？为什么被打的是他，疼的反而是我呢？他真的好疼好疼啊！圆圆欣赏着董佩玉的狼狈惨状，真是精彩。但是光董佩玉一个人倒霉还是不解气，暴力狂也绝对不能放过。有了，嘿！圆圆从墙头跳下来，去了京城最大的乱葬岗。那个有没有哪只鬼武艺高强，打人很疼的那种呀？山间和田野里冒出来的各式各样的鬼魂，皆鬼脸懵，不晓得这倒霉孩子哪来的底气，那么狂妄且傲慢地冲他们问话。这个小毛孩子是谁呀？虽然不认识，感觉好狂妄啊！要不要吓吓他？看我的！小娃娃，信不信我们现在就把你吃了？圆圆面不改色，眼睛微微一睁，来自地狱的业火就瞬间包围了那几只刺头鬼，烧得他们连连惨叫。各位叔叔伯伯、姨母大婶，麻烦啦！你们其中到底有没有符合我说的那些条件的鬼呀？众鬼害怕极了，完全没有了方才的凌厉和嚣张。他不会是阎王爷亲自上来捉我们的吧？不会吧，他老人家亲自上来干嘛呀？犹豫片刻后，众鬼让开了一条道。那个他或许符合你的要求。只见那只女鬼约摸5尺，穿着坚硬威风的甲胄，似乎可以闻到上方久远的血腥与尘土气。女鬼竖着利落的高马尾，眉眼间展露出女子特有的英气，
眼神坚毅果敢，气势飒爽且自信。哇，这个姐姐真帅气！这位是前朝唯一的女将军司马卿，她曾屡次为国征战，击退敌国侵略者，战功赫赫。国破之际，她奋力抵抗叛军，力竭而亡。司马将军的鬼魂漂泊在外数百年，等忠心跟随他的司马军全部投胎后，才肯入轮回。司马将军特别能打，这儿的鬼魂基本上都被他揍过，我也是。司马卿身为前朝将军，自然承受了许多白眼与冷待，有鬼魂不知死活地找他茬儿，差点被他打得魂飞魄散。那武艺不是一般的高强。前朝的将军那会不会恨大昭呀？毕竟大昭开国皇帝让他国破家亡。高人尽可放心，大昭历代国主仁慈爱民，以百姓为先，这些我都看在眼里。我并非愚忠之人，不会因此记恨大昭。圆圆看出来司马卿并没有在撒谎。将军姐姐，有一位漂亮姐姐经常被她的丈夫欺负，只要不高兴就打她，好可怜的，身上全都是伤痕，你能帮帮她吗？岂有此理，有能帮上忙的地方，我义不容辞。欺负妻子的男人是极其窝囊无能的，他生前最看不惯的便是这种人。圆圆将司马卿的鬼魂收入锦囊中，乐呵呵地离开。大将军呢？有大将军帮忙，漂亮姐姐就再也不用怕那些大坏蛋了。圆圆蹦蹦跳跳着下山，一个高兴没注意脚下，踩到了路边的白骨，脚一滑，直接沿着乱葬岗的山路咕噜咕噜滚了下去。小猫妙妙见到他回来，高兴地扑过去要抱，却被他身上的腐臭熏得浑身的毛都炸起来了。姑娘，您这是去粪坑里滚了一圈吗？他们连忙去烧热水。圆圆，太后娘娘宣我们入宫觐见。身为朝廷命妇，太后娘娘还是头一回宣她觐见，可太后身边的宫婢却强调说要带上圆圆。她直觉太后的来意并不简单，但太后的懿旨不能不听，她只得带着圆圆跟随宫婢去了寿安宫。去皇城的路上，宁氏步步谨慎，圆圆却熟稔地跟走在自家后花园似的。宫婢看着大大咧咧的圆圆，轻蔑一笑：“林姑娘，太后娘娘不喜欢举止轻浮的女孩，所以奴婢劝您还是老实点比较好。”寿安宫一个小小的宫婢，也敢用这种语气说话，太后果真跋扈，教出来的人也是狗眼看人低。圆圆没理会他，原本还算乖巧地走在宁氏身前。听完那宫婢的话，直接扑蝴蝶去了，连个眼神都没给。这宫婢见圆圆如此不识好歹，举起手就要教训她。好没规矩的野丫头，今天我就替太后教训教训你，让你知道什么叫规矩，什么叫体统。我是大昭一等侯爵夫人，你敢打我的女儿，就不怕我告到陛下面前。宫婢听后有些畏惧地收回手。传言永定侯夫人出身商贾之家，为人软弱可欺呀，而今怎么如此强硬？他心中不忿，立马想出奸计，想要谋害宁氏母女。从袖中拿出一包豌豆黄递给宁氏：“夫人，方才是奴婢逾越失敬了，这是奴婢的赔礼。太后娘娘喜欢吃甜食，夫人将这糕点呈给娘娘，娘娘必定喜笑颜开。多谢姑娘提点。”哼，太后娘娘最讨厌的就是甜食。曾经御膳房的奴才不小心往菜肴里加了些糖，太后娘娘尝出甜味后，直接把御膳房的奴才砍了，还一等侯爵夫人呢，如此蠢笨就等死吧！哼。杨太后入宫时便是贵妃，当时的皇后生下太子没多久便薨了，太子便养在了杨太后名下。先帝驾崩，太子继位，尊杨氏为太后。陛下年幼，若不是先帝英明立了遗旨，朝政由摄政王把持，幼帝由摄政王教导，杨太后就该垂帘听政，权势滔天了。永定侯夫人，太后娘娘还在午休，请你们二人稍等片刻。我都走得累死了。圆圆一屁股坐到地上，宁氏瞧见，让之下拿出一个折叠的木凳子，极其放松地坐在了寿安宫外。这一等就等了2个时辰，太阳都快要落山。
圆圆非常无聊地嗑起了瓜子儿，随意把瓜子壳丢在了方才带他们来寿安宫的宫婢的手心儿。宫婢气得眼睛都红了，偏偏因着他的身份不能违抗。再忍片刻，太后娘娘一定让你们没有好果子吃。终于，寿安宫的大门打开，宣宁氏母女进殿。太后衣着华丽，面庞威严肃穆。宁氏行了大礼，圆圆却站在她身旁不动，既不恭敬，也不下跪。见到太后为何不跪？大昭最尊贵的女人也不过如此，受我的跪拜，那可是要折寿的。长氏宫女从未见过有人敢对太后不敬，偏偏的宁氏毫无规劝的意思。只听杨太后淡淡吩咐道：“宁氏教女无方，掌嘴。”长氏宫女眼神凶恶，立即抬手掌过宁氏。忽然间，不知从哪儿飘来一股劲风，猛地将她吹倒在地。狂风吹得掩面的珠帘叮当作响，整座寿安宫顿时乱作一团，满是狼藉。宁氏心脏吓得砰砰跳，这妖风定是圆圆换来的。我的宝贝闺女，你还有多少惊喜是我不知道的？太后发间的华冠也在妖风作用下摇摇欲坠，差点当众失仪。风持续了将近半炷香，才渐渐止息。欺负临安的丫头如此粗鄙不堪，我可不能轻易放过。来人，将这野丫头拖去审！你干什么你？方才把豌豆环递给宁氏，设计陷害她的宫婢，却突然像着了魔一般冲到太后面前，朝她吐了口口水。事情发生得太快，被吐了口唾沫的太后感觉自己浑身都脏了，气得发抖，把她给哀家拖下去，五马分尸，死后烧成灰，混合成水，让他父母喝下去啊！宫婢猛地清醒过来，太后娘娘，奴婢不是故意触着您的，奴婢的双腿方才不听使唤了，太后娘娘，求您饶奴婢一命，太后娘娘，太后娘娘。最爱干净的太后在那么多人面前失了脸面，恨不得诛她九族，哪里听得进她荒唐的解释？太后原本沉稳的神情变得极其厌恶烦躁，觉着自己身上全是唾沫的臭味，早就将宁氏母女二人抛在脑后，沐浴熏香去了。宁氏全须全尾站在寿安宫外，满头雾水。圆圆咬了口豌豆环这样咱们得罪了太后，她一定会想办法找咱们麻烦的。听到圆圆的话后，宁氏愁苦不已，便算身后有赵国公府和郑国公府，也高不过太后呀。她该如何护住圆圆？思前想后，宁氏拉着圆圆快步回永定侯府。娘亲给你收拾包裹，你先去浮梁国躲一阵子，太后的手伸不到别的国家去的，让青提葡萄和墨玉陪着你。墨玉跟了娘亲许久，会做生意，你在浮梁过得好，就再也不要回大昭了。娘亲你先别着急，走的不一定是我让他离开皇宫不就行了？你有何妙计？现在还不能说，我自有办法。说完就跟小猫一样，一个不留神不知道窜到哪儿去了。宁氏下意识的有些落寞，认识圆圆至今，一直是圆圆在保护我，保护我的孩子，我却帮不上她一点忙。圆圆姑娘能自个儿解决，夫人该高兴才是。你说的对，圆圆非池中之物，我能做的便只有在家准备她喜欢的吃食，打包几只烤鸭给圆圆留着吧。圆圆一路溜到了皇宫中最高的那栋雕梁画栋的楼宇，牌匾上写着观天楼，应当是用来夜观星象的。尊上。圆圆信步上前，思索了许久，圆圆才眨巴眨巴双眼，像想起很重要的事情般惊道：你是云集。聂云集淡色的眼瞳中蕴出点点笑意。上回看见你还是200年前呢，那个时候你还只是个不爱笑的小豆丁儿呢，可好欺负了。我把蜘蛛放在你的鼻子上，你吓得动都不敢动，眼泪把睫毛都打湿了。臭老头知道后还追着我打屁股呢。聂云集听闻幼时囧事，神色依旧未泛起涟漪，看圆圆说的眉飞色舞，亦只是弯弯唇角。300年前他也是修仙世家的弟子，在5年一度的问仙大会上得到了闲来无事的小天道的回应，
小天道此举径直让他名声大噪，成为修心界古往今来最具天赋的弟子。果真在问仙大会后不久，聂云吉的宅邸落下天雷，是即将飞升的征兆。聂云吉却断然拒绝了此次机会。小天道不明白为何有人不想飞升，对他产生兴趣，时常到下界找他玩。他及官后便下山当了国师。前段时日夜观星象，才发觉小天道也入了世，便是他让靖王妃去寺庙等待机缘之人。圆圆时至今日还在纠结这个问题。所以说，你到底为什么不想飞升啊？修仙之人能延续寿命，永驻容颜不假，可生命到底是有限的，而神能永恒不灭。尊上，成神者需太上忘情，但云集无法免俗，放不下尘世百姓的苦难。200年前拒绝飞升，是想常伴父母，而今任国师，亦是想救黎民于水火，解百姓于倒悬。我尊重你的选择，云集。他盯着聂云姬满头的缕缕银丝。不过才200多岁，头发都白成这样了。哎，要不要我帮你染黑呀？一个鸡腿一缕，3缕齐染。大招百姓皆传国师清冷孤傲，心如止水，不会因俗世的烦扰而产生任何波动。此刻他的眼中却明明白白生出了一种名为无奈的情绪。尊上，云集天生便是白发，与寿命无关。啊，我忘了，光记得你喜欢掉金豆子了。那个皇宫里面，国师的话是不是很有分量呀？陛下会思量云集的建议。青天剑是由他执掌的。啊，那就好办了。太后她欺负我，你想个办法把她赶走呗。未曾想200年不见尊上，还是小孩子心性。聂云集让圆圆去自己卧房休息片刻。聂云集写好密信，让侍奉在侧的小太监急送去了御书房。国师说乾元门西侧有祸星危及大昭国运。正在处理政务的袁业看后脸色一变，将密信给了内阁首辅。内阁首辅眉头紧锁。乾元门西侧只有一座宫殿，便是太后娘娘住的寿安宫。这祸星说的不会是太后吧？啊，肯定是太后！袁业雀跃地想，国师真是神机妙算，预测精准无比。太后天天想着把我变成傀儡，把最大的权力握在她的手里，再让她为非作歹下去，还不等皇叔回来，我的小命都不保了。上回还捉到一个在碗沿涂无色无味毒药的奴才，虽然他咬舌自尽了，但稍微想想就知道是谁派来的。偏偏没有证据，要处置太后的话，只会落百姓口舌。毕竟大昭以孝治天下，国师这回算是给他找了个好理由。陛下，方才宫中有流言称寿安宫忽然妖风大作，定是祸星在作祟，恳请陛下让太后远离大昭，前往护国寺祈福。此话正符袁业心意，他的嘴角压都压不住，但还是得装模作样道：哎，此事尚未确信，改日再定夺吧。他还是要当个孝顺儿子，让太后主动出宫，就算日后这祸星的事有什么疏漏，也跟他无关了。袁业越想越开心，嘿嘿，我真是太聪明了，等皇叔回来一定要让他奖励我。再宣令是母女进谏，哀家要用他们的血装点御花园的秋海棠。太后，如今宫中民间都在传您是不祥之人，要求您前往护国寺祈福。哀家是太后，母仪天下，福泽绵长，怎么可能是不祥之人？那些人是想造反吗？国师夜观星象，称祸星落在乾元门西侧。国师胡乱造谣，传哀家懿旨，行炮烙之刑。国师辅佐了大昭数代君王，德高望重，怎么可能是说杀就杀的？杨太后见宫女不敢动，直接提剑杀去观天楼。哀家就是对聂云集太宽容了，竟敢说哀家是祸星。大昭不需要愚蠢无能的国师。岂料却在寿安宫门口遇见了自己的父亲。他的父亲曾是太子太傅，
太子登基后退位让贤，如今赋闲在家，颐养天年。杨太傅教导子女异常严厉，所以杨太后对父亲的惧怕深入骨髓，即便已经成了太后，也不敢对父亲不孝。太后娘娘，请您即刻前往护国寺，为大昭祈福。父亲，连你也听信这种毫无依据的流言吗？我是你的女儿，我不是霍星，去了护国寺就再无可能回宫了。你舍得女儿在外吃苦，你身为我的父亲，应该跟我站在一起才对啊。杨家有不少男丁在朝为官，太后娘娘的侄女们将来也要入宫为妃。大昭这半载，各处发生了不少灾害，灾民们对太后娘娘愈发不满，甚至有起义者声称要讨伐大昭，希望太后娘娘多做考量，不要牵连母族。杨太后觉得十分荒唐，我好好在宫里待着，我什么也没做，灾害跟我有什么关系？父亲，您不觉得您这样太过自私吗？凭什么牺牲我来换取母族的繁荣与兴盛？霍星简直是无妄之灾。进宫这些年，折在你手上的人命还少吗？寿安宫的奴才换了10几波，几乎被你用各种理由都杀了。你作恶多端，连上苍都看不下去了。我警告你，杨家能扶持一个太后，自然也能毁掉一个太后。杨太傅甩袖离去，徒留杨太后一个人呆愣愣站了许久。拿笔来！哀家自愿前往护国寺，祈求大昭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这下你们满意了吧？母后，儿臣舍不得你，儿臣舍不得你。太后的马车走远了。真的，走回去。车驾一走，他躲进勤政殿，乐得找不着北了。这往后的10日，终于不用连睡觉都悬着心了。太后真去了护国寺？他还以为太后嚣张跋扈，不会把国师的话放在眼里。圆圆才说要想个法子赶走太后，这就成功了。心口的大石落下，宁氏才有余力处置其他事。静兰院如何了？他的好长嫂还在禁足期间，因受了林立文的接济，如今日子也好过了些，仍旧是清高，不肯向婆母认错。那江氏的弟弟烂赌成性，欠了赌场不少银两，连连上门问江氏借钱。继续注意着，只要是静兰院的人去库房支银子，一律不许同意。圆圆告诉他，江氏与林立文每月15相约，后日便是15了，他就等着看一出好戏。为何还是不肯给静兰院银两？江氏气得咳嗽不停。他与林立文是亏待宁氏在先，可他认宁氏欺辱了那么久，也该消气了吧？真要把他往死里逼吗？这个宁氏，当家前装得慷慨大方，当家后，这贪得无厌的嘴角便立马露出来了。再怎么说，我还是大房的正妻夫人，每月利银必须给到位。夫人，赌场的人说，若是二爷再不还上次欠的3000两银子，就要剁了他的双手双脚。3000两白银对如今的江氏来说是一笔巨款，把他所有的首饰变卖也没有那么多的钱。偏偏他父亲被儿子伤透了心，不管怎么说都不肯出钱还债。那可是我的弟弟呀，那可是我的弟弟呀，父母还要靠他养老送终呢。夫人，咱们还是去求宁氏吧。再怎么说，他和夫人还是一家人呢，不会连一点妯娌情分都不念的。我不屑于向商女低头，我出身书香门第，去求宁氏给我钱，无疑是在折辱我。可他弟弟的事儿又实在拖不得了，你去把大姑娘请来。林疏影还以为江氏同意了他与齐子明的退婚，欢欢喜喜到了静兰院。大姑娘，麻烦您救救二爷。林疏影眉头紧蹙，不明白发生了何事。
祁红将欠了赌场3000两的事儿说给林淑颖听。二爷他只是一时失足，被人蛊惑。大姑娘，你也不想自己的舅舅断手断脚的吧？我没有那么多银子。你没有，但是二房有啊。麻烦大姑娘去找二房借点银子吧，二房夫人待您不错，定会同意的。林淑颖沉默半晌，看向江氏，讽笑道：是您在背后出主意，要我找叔母借钱的吧？从小到大一直都是这样，不肯放下太师嫡女的身段，但凡有向人低头的时候，都把我推到前面。好几次母亲需要用钱，又不肯跟叔母提，便通过祁红来暗示我。我拉下脸去找叔母，叔母大方地给了，但母亲从未提过要还钱，还说我跟商贾之女走得太近，有损大房颜面。你若不愿，我不强求。你舅舅失去双手双脚，你外祖父如此年迈，还得为子女操劳，这些你大可视而不见，我不为难你。这些你大可视而不见，我不为难你。言语间带上了浓烈的指责意味。他一手将林淑颖带大，最清楚女儿的秉性。他天性善良且孝顺，不会在知晓亲人的苦难后还见死不救。那女儿便先告退了。你就走了？你不应该应承下这门差事吗？母亲不愿为难女儿，女儿也不愿为难自己，除非母亲准许我和祁家退婚，不然以后母亲娘家的事儿不必再告知女儿了。女儿不想听，也不在乎。什么舅舅，什么外祖？他出生时十分羸弱，呼吸细微，是祖母将他抱在怀里，3天3夜不曾放手，用体温暖着，亲自喂他喝羊奶。祖母教会他知书达理，送他去国子监听学。若非祖母，绝没有今日的林淑颖。更主要的是，江二爷这所谓的舅舅，难得有几回找他，都是为了借银子去赌场酒楼快活。外祖家对他而言，只是有血缘关系的陌生人。退婚之事绝无可能。我是怎么教的你？你真要当那忤逆不孝之人？祁子明为人谦逊可靠，未来定有一番大成就。他肚子不争气，生不出儿子，只能靠女婿，而祁子明是他看上的。母亲说什么便是什么吧。到底是心软，不想与母亲撕破脸皮。养了17年，竟养出个不孝不悌的逆女，那是他血浓于水的亲舅舅，他怎能忍心袖手旁观呢？祁红急得眼睛通红。大姑娘和二房接触久了，竟也变得如此自私无情。江氏心痛难耐，我教不好她了，我是她的亲娘，她这是跟亲娘说话的态度吗？到底是翅膀硬了，连我的话也不听了，自己都差点跪下来求她了，这孩子还有何不满？我之所以忍受老夫人和宁氏的侮辱，还待在永定侯府不愿离开，还不都是为了他？他为什么不能理解我呢？祁红咬咬唇，最终艰难道：夫人，您将奴婢发卖去青楼吧，以奴婢的姿色，应当价格不菲。奴婢在青楼攒下银钱，慢慢给二爷还债。江氏一向淡然的神情彻底破裂，震惊地看着祁红。女子清白何其重要，你竟能牺牲至此，你对……奴婢早就心悦二爷，不忍心看二爷受苦。他本来是要许给江二爷做妾的，但江氏不肯放人，理由是他的丫鬟绝不能自甘堕落，给人当妾。江氏沉默半晌，才拍拍祁红的手，感动道：等还完这笔债，我一定把你赎回来，亲手操办你们的婚事。于是乎，祁红当晚自愿让人牙子带去了青楼。江氏松了口气，连忙派人将祁红的卖身钱送给了江二爷。他坐在铜镜前，摸索着林丽文给的那张纸条，终究还是想再见一面啊。表姐，明日便是15，你还记得可曾答应过妹妹什么？我不愿在背后构陷侯爷，也不想与其他女人分享自己的丈夫。这事儿，要不就这么算了吧。尤静茹烦死宁氏这犹豫不决、胆小如鼠的样子了。
可你那好长嫂私底下已经同侯爷有了奸情，你就不怕他取代你的位置？宁氏眼中闪过哀伤与心痛。侯爷只是一时糊涂，不管如何，我是他的正妻。哎呀，姐姐，你愚钝了是不是？正妻又怎样？在这侯府最重要的是侯爷的宠爱，姐妹同心，把侯爷牢牢抓在咱们手里才是硬道理呀。你未曾嫁人便珠胎暗结，侯爷不会同意你入府的，这个妹妹自有办法处理。大夫说这腹中胎儿最多只能保半个月，用它来成全我和琳琅，也不算他白来这世上一遭。我不同意。宁是一副油盐不进的模样，哪有表姐妹共侍一夫的？尤静茹气得脑袋发晕。既然他不肯帮我，那我就自己上。妹妹先走了，姐姐保重。待他离开，宁氏刚才的神情瞬息消失。真要感谢尤静茹如此上道，让我那么轻松便把自己摘了出去。15到了，林丽文前往京郊道观，刚踏进厢房，便被香软的身躯从身后抱住。林丽文心中一阵狂喜，真儿，多日不见，他竟如此主动，果然真儿心里还是有他的。琳琅，你就真那么喜欢那个不守妇道的贱人？满室的旖旎在刹那间凝滞。你怎么会在这儿？真儿呢？真儿，活生生的人站在你面前，你就只想着自己的长嫂？尤静茹激动的双眼赤红。琳琅，你怎能跟嫂嫂私会？这样是不道德的呀。林丽文觉得尤静茹变了，不似当初那般温柔小意，反倒将泼妇学了个十足十。我和你无媒苟合，珠胎暗结，不同样不道德？我不一样，她可是你的嫂子啊，你就不怕被千夫所指，遗臭万年吗？重生一遭，他以为自己才是林丽文的真爱，没想到林丽文心心念念的却是另外一个女人，这叫他怎能不绝望崩溃？我怀着你的孩子，在青屿巷苦苦等待，却结果等来你为那个贱人不惜受50家法的消息。琳琅，你心中究竟还有没有我的存在？尤静茹哭得梨花带雨，让林丽文心生不忍。孩子可还好？虽然真儿不愿接受他和其他女人生的孩子，但好歹也是他的血脉。尤静茹扑过去抱住林丽文，她今日穿了琳琅最喜欢的那条裙子，孩子乖乖在我腹中呢。软玉温香在怀，林丽文觉得浑身燥热，全身那股旺盛的火不断向下推移，吐息滚烫。琳琅，我好热啊！林丽文呼吸急促，一把将尤静茹横抱起来。她的确心悦真儿，可真儿太过生涩，不喜主动，如儿给她的体验非同一般。厢房内燃起的火，仿佛要把两人付之一炬。江氏姗姗来迟，提灯走至门前，本想推门而入，却听到了里头缠绵缱绻的声音。林丽文竟把旁的女人带到这里来，什么两情若是久长时，全是假话。我不过逃出侯府时耽搁片刻，他就如此迫不及待和旁人沉沦，这颗心终究是错付了。江氏心如死灰，绝望欲离去，身后猛地一闷棍打在他后脖颈，立即昏死过去。大理寺的衙役刚上职，就瞧见了神情极其焦灼，在门口徘徊的永定侯夫人。侯爷不见了，昨日下朝后，他告诉我去京郊道观祈福，可直到今早都未回府，我害怕侯爷出事。永定侯失踪那可是大事，大理寺也不敢耽搁，直接带着一队衙役和宁氏一起去道观寻人。道长猛然看见乌泱泱的一群衙役过来，生怕永定侯的事情泄露，赶忙让小道童去报信儿。给本官拿下！衙役冲过去压住了小道童的臂膀，其他的衙役则控制住了道观所有的道士。大理寺办案，阻拦者按罪处置，给我搜！衙役们闯进每间厢房，仔仔细细搜查起来，却在走在最里侧的时候，听见了放浪的声响，稍显犹豫。宁氏却迫不及待跑过来，着急道：“侯爷就在这间厢房里吗？”说着便要推开门，衙役去阻止已经来不及了。啊！宁氏惊呼起来，床上交叠纠缠的4人明明白白暴露在众人眼中。
就算是见惯了大风大浪的大理寺丞，见着这一幕也是目瞪口呆，震惊到不知作何反应。这不是永定侯林立文吗？这女的还是丽萍将军的遗孀，两个人苟合还不够，玩四人行那么刺激的吗？你们这是在做什么？宁氏崩溃到破音，她实在无法接受现状，两眼一翻昏倒在地。尤静茹发现自己和陌生男人一起躺在林立文怀里。此次还好，不该只有我和林郎两人吗？怎么又多出来两个人？还有大理寺怎么找到这儿来了？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他腹中剧痛难耐，痛得满头大汗，小产流出的血渗透了整张床褥，刺红了众人的眼睛。大理寺丞让女衙役替尤静茹穿好衣裳，要送去医馆。尤静茹却挣脱开女衙役的手，抓起满脸潮红的姜氏左右开弓。贱人，贱人，叫你勾引小叔子，贱人！他的孩子反正保不住了，索性抓紧教训这个人。你男人死了太久，寂寞了，去外面找面首啊！你居然敢觊觎我的男人，不要脸的狐妹子！大理寺丞生怕尤静茹把姜氏打死，忙吩咐女衙役将她拖走。姜氏只觉脸上又痛又烫，悠悠转醒的林立文愣愣地看着姜氏，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滚！全给我滚出去！他拼命挡住自己的脸，不能让在场的人看见。滚啊！此时一只温热的手臂缠上了他，男生故作娇软。侯爷，干嘛那么大的火气？侯爷，干嘛那么大的火气？林立文看清他的真容后，一股凉意直冲头顶。他是林淑妍奶娘吴嬷嬷的那个断袖儿子。吴嬷嬷死后，他一直在追查他儿子的行踪，意图杀人灭口，却始终没有消息。没成想，他居然会和他们躺在一张床上，还如此放荡。大理寺，你还在等什么？是他陷害我，还不快将他捉起来！永定侯的命令，大理寺不敢不听。谁知那断袖竟含着泪，委屈的紧。明明是侯爷您说想跟奴才玩点刺激的，便把你的老相好下堂父尤氏跟嫂子姜氏都带了过来。侯爷您自个儿男女不济，怎的反倒成了奴才的错呢？这话说的大理寺诸位想笑又不敢笑，强忍着震惊，五官扭曲到了极致。永定侯不一向只钟情于自家夫人吗？他们可是京中有名的恩爱夫妻呀！先前他和嫂嫂苟合的传言流出来时，还没人敢信呢。这回可亲眼瞧见了。永定侯好南风就够让人吃惊的了，这多人运动也是进行的毫不费力呀。你在胡言乱语些什么？我警告你管好自己的嘴，小心本侯剁了你全家！我多年的情谊就这么毁了。侯爷竟全然不顾与奴才多年的情谊，拿奴才出来挡刀。爱奴才时还说恨不得死在奴才身上呢。男人的承诺果真信不得。可就算侯爷您喜欢刺激，也不该喊尤氏过来啊！他腹中可还有您的孩子呢，这孩子没了，如何是好啊？给我闭嘴！不是吧？下堂父尤氏肚子里的孩子竟然是永定侯的，这永定侯究竟是有何魅力，能让那么多女人，还有段秀着迷不已呀？此事是奴才一人所为，侯爷是佼佼君子，爱上多情的男人是奴才之错。天哪，这简直比话本子还要离谱上千倍万倍啊！偏生侯夫人这时晕了，这到底咋办呢？就在大理寺丞不知所措时，那就用奴才的死来还侯爷清白吧！他猛然俯冲过去，撞柱而亡。
在惊呼中，衙役走上前探他的鼻息，朝大理寺丞摇了摇头，好似一道响雷劈在林立文头顶。他直愣愣地看着地上的尸体，这下死无对证。侯爷，下官先送您回府吧。哎，这京城啊，又要掀起巨大的舆论风波了。绝望、窘迫、愤怒和无措交织在林立文脸上，表情极其精彩。这件事绝对不能传出去。大理寺丞低头躲着笑，也没答应，直接让衙役将林立文、宁氏和姜氏3人送回了永定侯府。圆圆，娘亲想吃你手边那个桂花糕。哼，什么糕，什么花，听不见。看热闹，竟然不叫我一起。虽然我那个时候在睡觉，但是有什么比看八卦还重要的呢？然后我想去看大乌龟跟僵尸的下场，娘亲也不让，还非要我在这儿陪着他。哼，他们2个不干净，看了会带坏小姑娘的。哎，这样，娘亲改日带你去听书，好不好？没看到热闹的圆圆心里仿佛有很多小手在挠。好想再踩大乌龟一脚呢，该怎么踩呢？母亲，此事并非儿子本愿，儿子昨夜睡迷糊了，被那游氏一抱，就忽然疯魔，连他们何时加入的都不知晓。他的一言一行代表着侯府的脸面，希望老夫人能以赵国公的名义施压，阻断谣言流传。你可真是我的好儿子啊，竟真的和你长嫂有了私情。我上回信了你的说辞，没跟你们过多计较，可如今都被人捉在床上了。姜氏简直胆大包天，毫无悔改之意。禁足期间都敢偷溜出府，和林立文私相授受。不过也好，让天下所有人都知晓，我那为国捐躯的孩儿到底受了何种委屈。姜楚真，老身是留不得了。他如今只想剥了他的皮，抽了他的骨。母亲，是儿子的错，兄长逝世多年，长嫂只是想找个提记人啊。他是你的兄长啊，他究竟哪里对不住你？他不喜情敌生的儿子，可丽萍却是真心对待这个弟弟的。我儿黄土枯骨，你怎么有脸？怎么敢呢？畜生！你们2个畜生！他都死了，还要真儿为他守节，自私自利到极致。老夫人不也死了丈夫，寂寞多年吗？难道就不能理解真儿的难处？老夫人背后还有个赵国公府，他不能那么快和老夫人撕破脸皮。是儿子的错，是儿子的错，儿子昏了头了，请母亲责罚。侯爷并非老身之子，老身不敢责罚侯爷。林立文恨极了老夫人提起他是妾生子的事情，心里早就将老夫人千刀万剐。儿子记在您的名下，任由母亲处置。既如此，那侯爷便脱光衣裳，在脖间挂上一块我林立文不知羞耻勾引长嫂的牌子，游街3日示众。老身成全你和你长嫂，让他陪你一起。林立文还以为自己听错了。母亲，儿子代表的可是侯府的脸面，这老不死的怎能如此狠毒？你被大理寺捉奸的事情已经传遍了，大昭无人不晓你永定侯的威名，如今要脸已经晚了。他就是要让林立文和姜氏受万人唾骂，不然难解他心头之恨。儿子同意游街示众。见老夫人一副不为所动，他不同意就不屈服的模样，林立文咬咬牙，狠心做了决断。但儿子有个要求，让我娶长嫂进门。既然他和真儿的事情已然瞒不住了，不如就借这个由头，让真儿成为他有名有实的妻子。他要光明正大的和真儿携手并进。娶？老夫人仔仔细细盯着他的脸，仿佛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你纳他为妾，我不反对，但永定侯府的正妻之位永远都是芸娘的。姜氏这等不要脸的贱妇，也只配当妾，她哪来的脸当侯府主母？
儿子愧对芸娘在先，自会向他赎罪。可芸娘小门小户出身，实在难担大任。长嫂是太师嫡女，秀外慧中，定会将侯府打理得井井有条。我会向宁景云提出合理，给他银子补偿。淑仪那个残废，他也可以带走，但是舒颜得留下。在真儿生下男孩之前，舒颜是唯一有资格继承永定侯府家业的人。舒颜孝顺之事，定会将真儿当作亲生母亲那般敬重。你当我侯府是秦楼楚馆吗？允许不知廉耻的贱妇主持家务。若是客人登门，叫他来成了什么？叫迎接恩客吗？林丽文耷拉着脸，面色黑如锅灰。母亲怎可拿青楼继子和真儿做比较？为老不尊，蛇蝎心肠。更何况你一个妾生子，哪儿来的脸说芸娘小门小户？芸娘认了镇国公夫人作为义母，是镇国公府正经的姑娘。不就是挂个名？镇国公府还真能为宁景云撑腰不成？老夫人、侯爷，亲王妃和镇国公夫人来了。屋内两人还未来得及回应，道貌岸然的伪君子，装腔作势的混账！一边尚且不解气，劈头盖脸3、4、5鞭抽在他身上，痛得林丽文死去活来，忙不迭求情。在场却无一人敢阻止。靖王妃是下了死手教训林丽文的，她替宁氏心寒。这宁氏也真是可怜，用自己辛苦挣来的钱养着永定侯府，这贱男人还用他的银子在外边找乐子。这要是我的丈夫，我就直接剁了那孽根。心里这般想着，手下没留情，带着倒刺的鞭子竟直接抽在了林丽文作威作福的下体，当场便渗了一裤裆的血。林丽文捂着下身惨叫连连，痛得几乎晕死过去。母亲，母亲，快给我找太医，快找太医！再不抓紧治疗，他极有可能不能人道了。靖王妃闯了祸也不怕，免得他再祸害其他人。当年舒逸受伤时，腿上的伤比你痛苦1000万倍，你不也拖延了好几个时辰吗？侯爷啊，这都是报应，你慢慢受着吧。他索性跟林丽文断了这几乎本就没有的母子情分，都是半条腿踏进棺材的人了，随林丽文如何报复，当下爽快才是要紧事儿。芸娘如何了？还未醒呢，这些年苦了她了，这次的事儿带给她的惊吓太大，让她好好歇息吧。夫人，小吴的丧事已经处置好了，花了些银子，坟头还算体面。林丽文秘密弄死吴嬷嬷后，他就偷偷把他的断袖儿子藏了起来。小吴为了给母亲报仇，遵他的嘱咐，在道观厢房的秋海棠花瓶里下了分量极大的迷情药，会让人乱情乱性。林丽文不是最擅长下药吗？这回他尝到苦头了吧？小吴决然赴死，想必是猜到林丽文绝对不会放过他。夫人，可是可怜那小吴。并不，若未遇到圆圆，这母子俩就会害死舒颜。况且他在侯府时也残害了不少良家男子。夫人，此次是侯爷理亏，咱们不如趁机和离。夫人在侯府错磨了这许多年，也该为自己想想了。谁料宁氏缓缓摇了摇头，在这世上，钱财重要，权势更重要。我不稀罕林丽文的感情，可我需要永定侯府主母的权利。永定侯府也只能是舒逸和舒颜的。况且林丽文做了这么多伤害我们母子的事儿，我呀还没报复够呢。他要亲手把这个人送入地狱。芸娘呐，芸娘！姨娘，夫人已经安置了，您改日再过来吧。大白天的，睡什么睡？宋小娘屁股一顶，顶得支下一个趔趄。走走走！她像只耀武扬威的公鸡那般走进来。哟，你这珠帘上的一颗珍珠，都抵我好几个月的份例了，摆设堪比皇宫啊！拿起桌案上凉透的茶盏，使劲一嗅，同时把差点流出来的鼻涕吸了回去。
哎，上好的普洱啊，我这几日喝的茶都一股子尿骚味儿。你过得如此惬意舒坦，可曾知晓你丈夫如今的艰难处境啊？我文根儿还受着苦呢，他宁景云凭什么过得舒舒服服？侯爷处境如何，也用不着姨娘来操心吧。我以往就是太过软弱可欺，一个妾室都敢找到我头上作威作福，真是无法无天，连你都瞧不起我了。哼，我再怎么说也是永定侯的生母，你男人被老夫人整死了，你就开心是不是啊？他听着林丽文的惨叫，心里难受的要命，偏偏又怕极了老夫人，不敢替林丽文求情，又怕牵连到自己。这都被你说中啦！大乌龟不直接下18层地狱，都是便宜他了。哪里来的死丫头，骂我儿子是乌龟，拿我成了什么老乌龟吗？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越想越气，宋小娘一把掐住圆圆白嫩的脸蛋儿，宁氏脸色当即就变了。这老东西是不是找死？却发现圆圆面不改色，啥事儿都没有。哎呦，这死丫头使的什么妖法，疼死老娘了！哎呦哦，这就叫那个天道轮回，报应不爽。圆圆都能用成语了，看来请承熙公子当他的师傅，果真是十分正确的。殊不知承熙公子被圆圆弄得快自闭了，正躲在房间怀疑自己到底适不适合教书。宁景云，你究竟去不去给文根求情？男人3妻4妾再正常不过了，你到底有什么好委屈的？文根不曾把外头的女人带到家里来，已经很为你这个正妻考虑了，做这矫情样给谁看？我要是你，就该立马把人接回府，你的身份本就配不上我们文根儿。就会赚钱这点还不错，宁氏听着他的话也不恼。你算什么东西？妾乃贱流，妾通买卖，让奴才在主院里无法无天如此之久。本夫人已经很慷慨大方了。你敢公然侮辱婆母？你算我哪门子婆母？之下把姨娘送到老夫人那儿，告诉老夫人，姨娘想鸠占鹊巢，当我的婆母。宋小娘听见老夫人3个字儿，吓得一激灵，她一下就怂了，连忙摆手求饶。方才宋小娘伤害圆圆，宁氏心里还存着气呢，她连个眼神都懒得分给宋小娘，直接让知下和几个家丁把她扭送去了老夫人院子。老夫人命宋小娘顶着烈日连跪3日，跪得宋小娘差点没了半条命。宁氏这才清静了不少，她一直等着林丽文来问罪，问她为何要去报官，可林丽文就跟死了似的没个响。直到这日晌午，墨玉一脸忐忑地走进门。夫人，老夫人放话说要将侯爷和大房那个游街示众呢。他清晨时分抢过洒扫下人的扫帚，溜到侯爷院子附近清扫落叶，果真听到了些闲碎言语。你们听说了吗？靖王妃替夫人教训侯爷，下手没个轻重，伤到了侯爷的男性骄傲。太医用尽手段才勉强保住，只是日后没有以前那般生龙活虎啦。听说啦，这郑国公和靖王还小小惩治了靖王妃一下，也没怎么惩，就让靖王妃禁足了2天，反思己过。侯爷知道后气得跌下床，趴在地上破口大骂呢。话说这命根子受了重创以后，人都憔悴了不少，瘦的都皮包骨了，风一吹都能倒。前些日子侯爷还差阿胜去靖王府询问靖王，能不能把替他治好不举的神医介绍给他。靖王听后勃然大怒，一脚把阿胜踢出了大门，然后还派贴身太监送了一个盒子到侯府。你们猜那盒子里装的是什么？盒子是什么呀？快说呀，快说呀！那盒子里面装着的是一箱玉饰啊！是欺负人吗？靖王还传话说，侯爷若是不行，可以借助工具。气得侯爷生生喷出一口老血，喝了参汤才把这条命从阎王爷那儿调回来。
后来呀，这伤将将养好，老夫人就让春和嬷嬷把侯爷请出来，要处罚侯爷游街示众呢。我也听说了，还让姜氏陪同在侧呢。姜氏和侯爷苟合，老夫人自是要替早亡的儿子出气，可侯爷竟会答应吗？谁都知道林丽文最重脸面，游街示众，供外人指指点点，岂不是将他的面子按在地上摩擦？听闻侯爷的条件，便是让老夫人同意他娶那姜氏呢。侯爷为了姜氏那个不守妇道的女人，竟能牺牲至此，也不想想姜氏既能背叛丽嫔公子，将来肯定也会背叛他的。有一就有二，侯爷脑子里怕是只有同姜氏的情情爱爱呢。他想和姜氏双宿双飞，没那么容易。东街开了家水果铺子，那的甜瓜特别好吃，喊上圆圆，咱们一块儿吃。圆圆还在书房写李承熙布置的课业。圆圆姑娘，这上头的题目你已经全都答对了，还用了如此少的时辰，还有几道题超纲了，你也准确无误地写了出来。这有啥好高兴的？这不是有口就能背的吗？圆圆姑娘，在下一定会好好培养你，兴许大招还能出个女状元呢。状元有什么好吃的？我想当女伙夫，这样我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想想都开心。李承熙刚想同圆圆陈述当状元的好处，姑娘，侯爷和大房夫人要被游街示众呢，夫人要带您去看吃甜瓜呢。圆圆的眼睛刷一下就亮了，像道风一般跑了出去，只留下一道残影和略显呆滞的承熙老师。圆圆喊来上会替他办事的那个乞丐，嘱咐了几句，乞丐忙喊来几个人，各拿一面锣鼓，满城穿街走巷，敲得响彻云霄。看大戏喽，看大戏喽！小叔子和嫂子夜会倒灌喽！是道德的沦丧，还是人性的扭曲？要想知道真相，青罗巷里逛一逛，大家快去抢位置喽！青罗巷好几家人呢，谁家呀？该不会是永定侯府吧？走，快去看看！快走，我也去！还有我！这下屠夫不多肉了，秀女不吃衣了，摆摊的连摊子都不要了，纷纷拿上板凳到永定侯府门前，围得侯府水泄不通。为何有那么多的贱民跑来侯府看他笑话？难不成道观的事已经传遍了？大理寺竟如此不守承诺？走快点，没吃饭吗？春和嬷嬷拖拽着姜氏从静兰院出来。春和嬷嬷，真儿还是你的主子，待他恭敬些。还当众叫上真儿了。春和嬷嬷毫不掩饰讥讽与奚落。侯爷自身不保，还有心思指责奴婢。他一把将林令文推搡出了门。大伙儿还等着看侯爷呢。看到永定侯出来，围观的百姓们兴奋的眼睛都瞪大了。哇，当朝一等侯爵游街示众了！这简直就是那大姑娘上轿，从古至今头一遭啊！姜氏绝望又崩溃地挡住自己的脸，恨不得一死了之。婆母竟如此绝情，完全不顾她的尊严。我好歹也是林丽嫔的结发妻子，岂能这样对我？我好歹也是林丽嫔的结发妻子，岂能这样对我？挣扎间，他侧目同后方默然站立的林疏影对视，眼中燃起希望。疏影，你赶紧去向老夫人求情，让为娘免受这无妄之灾啊！林疏影却满眼失望，沉默地转身离开。这个女儿算是白养了，若是瑶瑶在，该多好！儿啊，我的儿啊！姜氏听见熟悉的声音，骤然抬眼，竟看见了母亲。儿啊，跟娘回家，不必待在侯府了。姜夫人日日以泪洗面，原本黑亮的发丝一夜变白。当初林丽嫔阵亡的消息传来，她便想带走女儿，可女儿不愿，丈夫也极力赞同她守节。楚真，你怎得如此糊涂？你就算是二嫁，娘也能给你找个顶好的人选，可你为何偏偏和永定侯？哎呀！说到此处，滚烫的泪水又流了出来。在旁听着的林丽文心生不满，这姜老夫人言语之间满是对她的嫌弃。
他连一个死了的林丽萍也比不过吗？江氏垂头不语，急得江夫人又是一阵落泪。老姐姐，是我没教好女儿，她变成如今这般，是我的错。你想要江家如何补偿，我都答应你，只求老姐姐让我带走楚真，我保证她再也不会涉足京城。他女儿有错在先，应该受到处罚，可他如何忍心10月怀胎，疼进骨子里的女儿受此侮辱啊？我倒是羡慕江氏有这样的好母亲。你说要是把江伯母送到地府去，也不知道丽萍大伯肯不肯原谅她。这边老夫人忙俯身把江夫人扶起，江夫人有诰命加身，她怎能受如此大礼？按理来说，丽萍牺牲，楚真当婚配自由，她与何人来往，我本无从智慧。可丽萍在外征战时，她便跟小叔珠胎暗结，恕我实在不能接受。江夫人闻言，眼前一阵晕眩。她女儿出阁前读了圣贤书，竟会做出如此放荡之举，江家家门不幸啊！便让楚真日后常伴青灯古佛，终生为丽萍诵经祈祷，以偿罪业。我不愿。江夫人血液往上头涌。你究竟要让为娘如何是好啊？江氏望向人群中停着的马车，猜想父亲就在里头。父亲当时说要与我断绝父女关系，那我偏要伤害自己，让他后悔曾经说过的话。我至死都要待在永定侯府。看见母亲痛苦到极致的神情，江氏心中闪过一丝大仇得报的快意。事情发生时，母亲没及时带走我，如今后悔已经晚了。他握住林丽文的手，莞尔道：我陪你一起。若不是那么多人在场，林丽文就要感动地抱住江氏狂吻了。那么多年的付出，真儿终于看到了自己的心意。江夫人闻言气急攻心，只觉一阵头晕，意识模糊，倒地昏迷不起。来人，立刻将江夫人送回江府。江氏脸上流露出担忧，但终究未去看过母亲。从大理寺借来的囚车到了吗？把这对狗男女给我关在里头，游街示众。啊，就是这个不要脸的寡妇，在丽萍将军出征的时候就跟小叔子勾结在一起了，还有了个女儿。嘿，还说有多么贞烈呢，赖在侯府不走，原来是舍不得嫔夫啊。这永定侯还装得如此深情，真是不要脸。这原配宁氏可真可怜呐，因这商女出身，被冷嘲热讽了那么多年。我看这出身就不该分高低贵贱，这江氏是当朝太师的女儿，行为举止却像烟花女子。要不是丽萍将军为国捐躯，这永定侯哪轮得到他林丽文来当呢？上不了台面的玩意儿。昔日丽萍将军还在时，待如今的永定侯那是疼爱有加呢。是啊，我还曾亲眼瞧见过丽萍将军为了给弟弟取树上的风筝，不小心摔了下来。没想到这永定侯竟如此忘恩负义，勾引寡嫂。林丽文听到后气得双目赤红，她最厌烦的就是有人拿她和林丽萍做比较。敢背叛丽萍将军，奸夫淫妇！当年被林丽萍庇佑过的边疆百姓愤怒地扔出臭鸡蛋砸在林江二人头上，鸡蛋液流了一身。百姓们群情激愤，纷纷拿出家里放坏的烂菜叶就往他们身上丢。可怜的丽萍将军死后还要被妻子和弟弟折辱，不要脸！他们俩生的野种，被林丽文抱回侯府，宁氏还把他当掌上明珠疼呢。我呸！馊了的饭菜和脏兮兮的垃圾扔得满车都是。林丽文牢牢护住江氏，又惹来众怒，恨不得一人一口唾沫淹死这对狗男女。渣男贱女，祝你们百年好合，别祸害其他人。此事闹得太大，连齐子明都躲进人群看了热闹。看见江氏如此惨状，他可以想象到林疏影此时有多么痛苦。只要林疏影痛苦，他就高兴。有个放荡母亲，哪来的脸跟我退婚？除了我，日后怕是没人敢娶她了吧？
好不容易游街结束，林丽文和姜氏落得一身恶臭，无人敢靠近。偏偏此时宫里来了圣旨，陛下圣旨，革除永定侯官职，褫夺姜氏诰命，移除官籍，废为庶人。姜氏闻言，心中毫无波澜。我不在乎地位和殊荣，只求你对我真心。林丽文遗憾又惶恐不已，早猜到此事会惹了陛下动怒，没成想竟连官职都没保住，只剩一个爵位。元宝公公似乎是看出了他心中所想，若不是先侯爷和丽平将军战死沙场，换来大昭和平，陛下早就削了你的爵位。林丽文死死咬着牙，那2个人坟头都3丈高了，到头来还是只能活在他们的阴影之下。但没关系，总有一日他能东山再起。林丽萍，你已经是个死人了，死人能干什么呢？都说你是举世无双的将帅之才，可你最爱的女人还是投入了我的怀抱，与她白头偕老的是我才是最终的赢家。扑通一声，就朝宁氏跪了下来。哎，娘亲，大乌龟好歹毒的心肠啊！他向你下跪，这是在接受呢。不行，我得想个办法。圆圆说着，从外头捉了只野狗，放在了林丽文面前。好了，跪吧。林丽文表情垮掉，剜了圆圆一眼，来不及跟这小畜生过多计较，转向宁氏道：是我对不住你，姨娘，你能原谅我吗？宁氏淡淡地看着他，神色辨不出悲喜。我年轻时便深深爱慕真儿，只是天意弄人，她嫁给了我长兄，我是怕伤害到你，才选择隐瞒这件事的。你如此善良贤惠，肯定不愿看一对有情人分离，对吗？姜氏有些心疼，林丽文竟为了他如此低声下气的求人。侯爷的意思是想休了我，另娶长嫂。此事错在我，若你同意，我们和离，淑仪留给你，淑妍待在我身边，这样便公平了。林淑仪就是个累赘，更何况他太像父亲和兄长，每每看见他，心中就会生出莫名的恐惧。姜氏稍稍不满，为何不让2个孩子跟宁氏一起离开？我不想养其他女人生的孩子，而且永定侯府不应该给我将来生的儿子吗？林丽文究竟是不是真心爱我的？若是真爱，怎么会还留着这2个孽种？侯爷这便开始感人了。你想和姜氏结为秦晋之好，那可曾想过我的表妹？她可是为你落了胎呢。林丽文心中一震，她完全没打听过尤静茹的消息。孩子没了吗？我会给他些银两，好好安置他。这男人果真绝情。你们俩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勾结了那么多年，还把生的孽种抱到我膝下养，骗得我好苦。3言2语就想让我给你们让位，是不是想得太美了？3言2语就想让我给你们让位，是不是想得太美了？可真儿和女儿分离如此久，她心里也苦啊。瑶瑶如今只认你是她母亲，你还不知足吗？宁氏简直要被他气笑了，他反而还委屈上了。林丽文，我不妨告诉你，和离绝无可能，还让我把淑妍给你，更是痴心妄想。你大可将这件事告到陛下面前，看陛下会不会同意。他不可能抛下淑妍，也不会让这对恶心的有情人顺利相守。姨娘，我敬你，可从未爱过你，你就不能放过我吗？他都如此哀求他了，为什么还纠缠不放？他最讨厌的便是这种死缠烂打的女人。我稀罕你的爱吗？事到如今，宁氏也不怕同他撕破脸。我嫁入侯府16年，侯府花了我不少银子，你把这些银两分毫不差的还给我，再来跟我提和离的事儿。对，感情可以不要，但钱必须要啊。林丽文脸都青了，宁氏从何时起变得如此自私吝啬了？那便先让我纳真儿为妾。姜氏身形一顿，林丽文握住他的手安抚他。
等他慢慢攒够银子，就立刻将真儿抬为正妻。不可能，倒是可以做通房。通房二字像一个巴掌，狠狠抽在姜氏脸上。我是太师嫡女，做妾已经够委屈了，哪能当低贱的通房丫鬟？宁静云，你欺人太甚！大招纳妾必须要经过父母以及正妻的同意，有正规的纳妾文书，不然便是触犯了大招律法。比起你带给我的苦难，我已经是大发慈悲了。宁氏看向姜氏，你呢，也省些瞪我的力气。你如今被褫夺了诰命，只是庶民，当通房已经是抬举了，很委屈吗？你们不也因为我商女的身份嘲笑了我整整16年，如今孽力回馈，遭不住了。姜氏愤懑不已。就算我如今是庶民，也比你宁景云高贵。宁氏嘲讽完，又朝向林丽文露出温婉的笑。除非你答应我2个条件。林丽文看事情有转机。什么条件？第一，把永定侯府的房契给我。这第二，我们分家。我不想看到你们2个狗男女。好，我会给你安排一套上好的宅子，你带着淑仪住过去。笨蛋！圆圆被他蠢到了，翻了个大大的白眼儿。我娘亲的意思是让你们2个滚出侯府，好赖话都听不懂。好似一道闷雷劈在了林丽文头顶。这是我的侯府，你要赶我出去？你不愿意，我不强求。你和你的心爱之人就准备一辈子当一对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吧。侯府7进7出的宅子，地段极好，离皇宫也近。他在这儿住得挺舒服的，索性要过来。他走得毫不留恋，林丽文十分不甘心。难不成就这样失去了和真儿相守一生的机会吗？只要和你在一起，住在哪里我都不在乎。林丽文感动得几乎要落下泪来，朝宁氏背影大喊：我同意搬出去。好，空口无凭，立契为证。林丽文写完契约，在上头按了指印。宁氏仔仔细细地看着，没发现问题后显露喜色。给你们1日时间，快些搬出去，不要等着我找人驱赶。林丽文从未想过有被宁氏欺负得如此不堪的时候。不过宅子乃是身外之物，他才是真正的永定侯，他在的地方才是永定侯府。宁氏要个空壳子又有何用？大乌龟真是笨蛋，家都没了还美呢，你就没想过搬出去以后住哪儿吗？林丽文的那点私产早就在李承熙的影响下赔光了，他们如今就只能露宿街头。此刻林丽文眉头紧锁，显然是还未来得及考虑这个问题。我名下倒是还有一处宅子，只是转赠给了尤静茹，眼下这茹儿也不一定还啊。妻子富可敌国，丈夫却要为生计发愁，真够悲催。但他又拉不下脸同宁氏借银子，罢了，暂且先去青雨巷尤静茹那里借住几日。宁氏之所以不肯跟我和离，是因为心里还存着跟我的感情，对我念念不忘。16年的夫妻情分做不得假，等他气消了，便会亲自接我回府的。我就冷他几日，他寂寞了，不还是要来找我？圆圆看他顶着那张狰狞伤痕的丑脸，还露出如此自信的表情。咦，我的天道老头啊，这大乌龟到底怎样才能自卑呢？把宋小娘也一起带走。什么？我在侯府住得舒舒服服的，干嘛要跟着他们吃苦？如今永定侯府是我当家做主，去留由不得你。他刚要跟宁氏理论，宁氏一个凌厉的眼神就让他闭了嘴。那要不这样，那让我回老家替仙侯爷守灵行吗？虽是穷乡僻壤，但好歹吃喝不愁。但文哥离了宁氏，估计就要风餐露宿了。谁有钱，他还是分得清的。那就这么办吧，连夜就走。宋小娘敢怒不敢言，悻悻地收拾包袱去了。玉娘，希望我的离开能让你好受些许。我当年娶你是想跟你好好过日子的，我爱真儿，但我有了你，所以一直积压自己的感情。而今我年纪大了，想弥补遗憾了。
江楚真是他做梦都想得到的存在，只是想有情人终成眷属，却受到了如此多的阻碍。但好在他们终究还是克服困难走到了一起，从此以后海枯石烂都不能把他们分开。只是他难免要辜负芸娘和如儿这2个爱他的女人。滚！林丽文死死握着拳，夫妻一场一定要做得如此绝情吗？宁景云硬气有什么用？儿子定会站在他这边。舒言啊，爹日后就不能陪在你身旁了，无法看你长成个男子汉了。他何曾陪过我呀？难道父亲比我多了一段记忆？不用担心爹，爹只不过是犯了男人都会犯的错，惹了你娘不快，你娘不分青红皂白，要把爹赶出家门。不过你千万不要怪你娘，她小门小户，胸襟自然不比名门闺秀。爹是君子，不能同妇人般跟她计较，便只能由着她出气。爹日后难得能见你了，你能时常来看望爹吗？舒言和他一样是男子，自然会理解他，赞同他。既然宁景云能挑拨真儿和瑶瑶的关系，我也能挑拨离间他们母子。母亲从未在我面前说过您的不是，比您要光明正大。小人行径还自称君子，恬不知耻。林丽文勃然大怒，眼中燃烧着熊熊怒火。我是你亲爹，还轮不到你来指责我。他和林舒言是血浓于水的父子啊！早知他是个白眼狼，出生时还不如掐死在襁褓里，忤逆不孝，根本不配参加科举，入朝为官。大乌龟，我二哥才说了一句话，你就说了那么一大堆，你这是破防了吗？你说你怎么走到哪里都有那么多的笑话呢？要是你不在，京城的百姓们得少多少乐子呀！圆圆的话像是利剑，猛地刺入林丽文的心脏，抬起手就要掌掴圆圆。悠长的音鸣忽然间响彻天际，听得林丽文一个哆嗦，脸上的抓伤隐隐作痛。林舒言，我是你爹，你不孝顺是要遭天打雷劈的。被雷劈的是你吧？刚长出来几根头发就忘啦？你要是再不走，旺财就下来了哟。林丽文真是怕极了圆圆那只鹰隼，甩袖而去。圆圆跟了上去，紧盯着他收拾东西离开侯府。啊，这个世界终于清静了。林舒言关上窗，一转眼便发现一个红衣身影无声无息地进了屋子。林舒言像是习惯了般自顾自淹没，也不理他。我说，你怎么跟你兄长一样是个闷葫芦？真不愧是亲兄弟，一个比一个冷淡。哎，大作家，这交稿日到了，你新一册的内容可写好了？半年前，袁以恒来侯府找林书义叙旧，看到了伏案写作的林舒言。哎，写什么呢？我看看，《寸草记》。嘿，这开头不错啊。哎呀，我跟你说，这要是发行出去，绝对能火。哎，我私产中有间书局正在经营。哎，那时的林舒言比现在还要孤僻，只看了他一眼，便十分冷漠地关上了门。喂，闷葫芦他弟呀，你那么小，别能写出这种旷世神作，你光自己欣赏，不觉得可惜吗？哎，也不晓得永定侯夫人的血脉怎么如此厉害。大儿子骁勇善战，小儿子文采斐然，这侯夫人偏偏还这么低调。要是换做我母妃，早就嘚瑟的不知天地为何物了。当日碰了壁，袁以恒只要得空就找林舒言谈合作，在他的软磨硬泡之下，林舒言终于松口。我是怕人多。啊，原来你这个小闷葫芦不想把画本发表出去，是怕惹来太多书迷呀。嘿，你跟你哥一样，你只管专心写，其他的事儿交给我，我保证不会让你接触到书迷，也不会透露你的真实身份，怎么样？行吧。这会子林舒言把一叠手稿交给袁以恒，袁以恒仔细看了看，那这是上个月的画本分红，捐了吧。这几日沿海州县遭遇洪灾，嗨，就晓得你会这么说。行，我来安排。哎，
对了，圆圆呢？原本神情淡淡的林舒言莫名看了袁以恒一眼。不是吧你？我就问了一嘴，你这就不开心了？这圆圆也是我妹妹呀，虽然八字还没一撇，但我跟圆圆才是亲的。她跟着承熙公子习书呢。言下之意是吊儿郎当的袁以恒千万莫带坏他。咦，书有什么好念的？袁以恒咂舌，已经想象到圆圆被各种知乎者也折磨得痛苦不堪的惨状了。我走了，见到圆圆记得让她来王府玩。我去，这么久没见，上来就要杀我，真丧良心。才没有，大哥是在帮世子哥哥打蚊子呢。亲眼看着大乌龟灰溜溜离开侯府后，圆圆满院子传递喜讯。他来揽月阁的时候，林书义正在擦拭健身。哟，还赶蚊子？你大哥能有那么好心？我袁以恒3个字儿倒着写。世子哥哥讨厌，哼！行，圆圆了不得。圆圆，你可知这是谁写的？林书义递给他一个警告的眼神，他视而不见。在大哥房里，肯定是大哥写的吧？嘿，这是当朝摄政王送给你大哥的，你大哥宝贝的跟什么似的。上回我不小心弄脏了一块，他差点剁了我的手指。哇！听说是摄政王写的，圆圆立马来了兴致。哇！听说是摄政王写的，圆圆立马来了兴致。上面还有印章呢，折是撤，这是摄政皇叔的名讳。你大哥对摄政王如沐之情甚笃，在军营初次见到他，眼珠子都快粘到我皇叔身上去了。若是林书义知晓圆圆极有可能是他崇拜之人的亲生女儿，不知会是个什么反应。要不明年摄政皇叔回朝，你就跟我去见他，把这些年你对他的崇拜之情全部说出来，皇叔必然会开心的。林书义简直要烦死他了，直接挥剑砍过去，袁以恒侧身躲闪。喂，能亲密接触崇拜之人，你个开心还来不及呢，干嘛如此暴力？暴力！暴力！原本还在乐呵呵看戏的圆圆听着这句话，当场惊叫出声：完蛋了！光顾着看大乌龟和江伯母的下场，差点忘记被丈夫家暴的漂亮姐姐董婉瑜了。司马清的鬼魂还在我这儿呢，不过把痛感和伤口转移到董佩玉身上的咒法时效还没过呢。漂亮姐姐暂时应该还没事吧？道长，你快看看我夫人究竟是不是中邪了？她竟感觉不到丝毫痛感。上回董佩玉差点被陆怀安间接打死，倒在地上口吐白沫时才被林家下人发现，昏迷了好几日才苏醒。陆怀安才发现，无论他怎么打董婉瑜，受到伤害的都是董佩玉。猜想定是董婉瑜使了妖法，忙请道士来驱邪。我就是个半路出家的道士，我能看出来什么邪祟？但是这陆家给的赏金太多了，就这么上吧，这是。那个开坛，做法。这果然不是陆夫人啊，这是邪物，它的存在会给家族招致不幸，轻则断香火，重则这个全家毙命啊！陆怀安吓得脸都白了，生怕董婉瑜害死自己。道长，我修了这邪物，可否有用？这邪物已经缠上了你，不会轻易离去的。这晦气的贱妇，嫁到我家没生一儿半女，如今还要害死我们全家。我当初娶的本该是佩玉啊，都怪这贱妇为了往上爬，无所不用其极，生生拆散了我们。道长，该如何驱走邪祟？蒸。邪物未热，将陆夫人放进蒸笼蒸，身上的邪物受不了高温，自然会主动离开。他已经用这种方法骗了不少人，在其他县行骗时不小心蒸死了人，肉都熟透了，他才逃来京城的。不行，我如今和这邪祟痛感相连，蒸的是他，热的却是我才不要受此折磨。他真的恨死董婉瑜了，恨不得打死他出气，偏偏又打不得。
只要上锅蒸一刻，你们二人身上的咒法便会解除。再让陆夫人蒸上1个时辰，若邪祟还未离开，再用鞭子抽打，将邪物抽走即可。你说真的？可我不会跟董婉瑜一起被蒸死吧？若有虚言，天打雷劈。他发过无数誓，都没有应验过。这天道本就是不存在的东西。岂料话音才落，天际就传来轰隆隆的闷响，雷声响得快要震破耳朵，拖着白光的天雷直直朝着道士劈下来。道士瞬间面无血色，撒腿就跑。可天雷却竟是认准了他，追着他劈。道士脚程再快也快不过迅雷，才跑出去没几步就被雷电击中，劈得他浑身都熟透了，直冒白凉，跟被他害死的苦主的死状没什么两样。陆怀安和董佩玉吓得呆住，愣愣地看着道士的尸身。袁咏春这时候带走了董婉瑜。那个漂亮姐姐，我找到办法帮你啦。你愿不愿意让武艺高强的女将军上你的身，帮你教训那些坏人呢？董婉瑜闻言兴奋激动难耐，只要能惩罚他们，我死不足惜，更别说只是一具身体。圆圆打开锦囊，让司马清的亡魂附身董婉瑜。董婉瑜怯懦畏惧的眼神在瞬息间变得坚毅果敢，对圆圆行了抱拳礼。董婉瑜步伐坚定，正好撞上找过来的陆怀安和董佩玉。谁让你逃走的？经过我允许了吗？董婉瑜看他的眼神像在看一个死人。陆怀安被他看得惴惴不安，还想开口懦夫。陆怀安被他打懵了，柔软可气的董婉瑜力气怎么变得这么大，还敢打他？还没反应过来，董婉瑜一个袭击把他撞飞出去，生生呕出一口血。董婉瑜，你个贱人，你敢打自己丈夫，简直大逆不道！董婉瑜不跟他废话，拽着他的头发丢进了池塘。等着，还没轮到你。董佩玉呛了一大口水，上回在尚书令府邸掉进池塘的不堪浮现在他的脑海，害怕又惊惧。董婉瑜这是怎么了？怎么突然跟换了个人似的？董婉瑜缓缓走向倒在地上咳血的陆怀安。陆怀安感觉自己体内的五脏六腑瞬间移位，他眼冒金星，痛到耳鸣，还没放弃威胁董婉瑜。你姨娘的命还在我手上。董婉瑜懒得听，全身力量蓄于左手，打掉了陆怀安的牙。陆怀安吐出一口血水，眼中流露出很深的茫然。他有些怀疑自己是不是活在梦里。平日里连吱声都不敢的董婉瑜，怎么忽然那么剽悍生猛？这具身体还是太过脆弱，还未开始热身，就有些喘不过气来了。太久没教训你，好了伤疤忘了疼是吧？不管这个贱人到底中了什么妖法，今日在争执过程中杀了董婉瑜，大理寺肯定会判他无罪。司马清面不改色，折断了陆怀安的手腕，夺过了他手中的长剑，随手往后一扔，长剑牢牢嵌进了墙里。剑都拿不稳，你还算个男人？进入董婉瑜的身体后，共享了属于他的记忆。逮住陆怀安就是一顿狠抽。别打了，夫人，别打了！方才陆怀安还能忍，这铺天盖地的抽打，陆怀安真的是痛到忍不住鬼哭狼嚎。爹啊，救救我呀！看着陆怀安满脸惊恐、痛到哭爹喊娘的模样，司马清兴奋浑身颤抖，是这具身体本能的反应。夫人，我错了，饶了我吧！饶了我吧，我错了。他越求饶，司马清下手就越重。董婉瑜此前也曾如此求过陆怀安无数次，甚至不惜磕头求他饶恕。陆怀安也依旧无动于衷，他不把董婉瑜当人看，这顿打还只是餐前小菜。怀安，这是怎么了？陆大人和陆夫人听见儿子杀猪似的惨叫，飞奔过来，看见儿媳妇无情抽打儿子以后都惊呆了。毒妇，快些住手！敢打丈夫，你是想被进猪笼吗？这对老东西虽然没打过董婉瑜，可却贿赂官员，
不许董婉瑜报案，且无底线的溺爱宠爱儿子。看见儿子打人，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上梁不正下梁歪。陆夫人还以为董婉瑜怕了，就算虫儿对不住你在先，你也不能打他，他是你丈夫，打了他要被天打雷劈的。爹娘，董婉瑜这个毒妇打得我好疼，孩儿要被他打死了。陆家怎么就娶了你这么个毒妇？快上去把那毒妇给我绑起来！陆府的家丁全都扑过去捉拿董婉瑜，可司马清3、2下就把他们全部解决，喊几个虾兵蟹将出来，搞笑。哇，这也太帅了吧！我以后要跟着大哥哥习武，不跟那个倒霉鬼学读书了。眼看着府上的打手都对付不了董婉瑜，陆怀恩想死的心都有了。他撒泼道：我不管，爹娘，快救救我！我不管，我不管。陆大人和陆夫人也有些畏惧凶猛的董婉瑜，但想到董婉瑜对长辈一直敬重有加，便大着胆子走过去，想带走没了半条命的陆怀安。却看见董婉瑜猛地挥过去，一掌打偏了这2个老东西的脸。陆大人和陆夫人活了大半辈子，哪儿被人这么打过？刚想开口斥责，司马钦又是一巴掌，直接让他们闭嘴。再多嘴一句，就让你们一家3口黄泉相聚。司马钦侧目，吓得那附近的家丁一激灵，拿盐水来，拿盐水来。没人比陆怀安更清楚董婉瑜接下来要怎么对付他。他忙不迭咬牙往门外爬，却被董婉瑜一脚踩住。董婉瑜接过家丁双手盛上的盐水，眼睛都不眨，浇在了陆怀安的伤口上。痛到麻木，他毫无尊严地痛哭求饶。夫人，阿婉，我错了。你不是想同我和离吗？我答应你，我答应你，我把陆家的所有的家产都给你，好不好？别再打我了，别打了。司马钦感受到董婉瑜浓烈的情绪，立马意会到了他的意思。和离让你续娶，再祸害其他姑娘吗？啊？陆怀恩闻言绝望崩溃不已，董婉瑜这辈子怕是都不会放过他们。陆家夫妻心疼儿子，欲开口求情，司马钦一个眼刀扫过去，跪下。董婉瑜身上的气势压迫感十足，他们下意识服从了。司马钦直接坐在家丁给搬来的椅子上坐下，这次先热2下身，把陆怀恩整死就不好玩了。哼！董佩玉早就趁乱去报官了，扯着大理寺丞赶来陆府。大人，我恕姐都要把我姐夫全家打死了，你快点把他捉进牢里去啊！大理寺丞看着趴在地上昏死过去的陆怀安和畏畏缩缩跪地的林家老夫妻，这是家务事儿，本官管不了。他生怕波及到自己身上，脚底抹油跑了。董佩玉拦都拦不住，刚想撒泼，就注意到身后那道灼热的视线，浑身发抖，想逃时就被一条凳子砸中后腰，重重扑倒在地。司马钦踩住他的脸轻念：都说了没轮到你，你这是迫不及待了对吧？你敢打我，爹爹不会放过你的。圆圆看热闹不嫌事儿大，但还是提醒道：漂亮姐姐，你先别打死他，我还等着他嫁给齐子明呢。你一直自诩京城第一美人儿，若是这张脸彻底毁了，你还会如往常那般得意吗？姐姐，我是你妹妹啊，血浓于水。可司马钦感受到董婉瑜的记忆里从未有过什么姐妹情深，甚至这所谓的妹妹亲手把她送进了火坑。董婉瑜不曾幻想过富贵荣华，只想找个知心人平平安安地过一辈子。董佩玉却毁了这一切。脸上传来剧烈的疼痛，他最自豪的便是这张脸，却被董婉瑜毁了。我才不要变成林淑仪那种丑八怪！
听着董佩玉悲痛的惨叫，董婉瑜只感觉自己骨子里都在疯狂的兴奋。董佩玉不敢面对自己毁容的事实，昏死过去。接下来的事情我能处理，小高人先回府吧。圆圆看见他的眼睛都亮晶晶的，充满了崇拜。目睹司马将军教训了那么多坏人，他有点看撑了。回府让小厨房做点山楂糕消消食吧。小姑娘，你来扶我去永定侯府吧。这请求好不客气。圆圆看了这老太太一眼。你又不是瘸子，干嘛要我扶你？没看见我身子不好吗？走路都要大喘气儿，你扶一下又不会死。那你要是死的半路上碰瓷我怎么办呢？圆圆转身就走，老太太差点被圆圆气死。我儿媳妇儿是永定侯府嫡出的大姑娘，我是侯爷的亲家夫人，你敢得罪我啊？没想到齐子明的娘跟她一样脸皮忒厚。圆圆加快脚步哒哒走远了，齐母在原地无能狂怒。这疏影已经好些日子没来齐家了，问子明也不肯说，这侯府的接济也不晓得咋停了，还得我老婆子撑着病体来他侯府问呢。刚到侯府大门，就看见林疏影从轿子上下来。疏影，你这几日去哪儿了？林疏影见到齐母来，亦是十分惊讶。母亲和叔父被赶出侯府后，疏影自知无颜面对叔母，自请离家去往尼姑庵修行。傻孩子，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好好待着，不要胡思乱想。就留下来吧。祖母和叔母没有怪罪他，可他仍是焦心不已，日日去寺庙诵经静心。你也真是的，不来也不跟伯母说一声，伯母担心你出事，来的路上差点摔一跤，还碰上个没礼貌的小姑娘。林疏影扯了扯嘴角，从圆圆那儿得知自己未来嫁到齐家后，给这母子俩当牛做马，俨然成了齐家的奴婢。疏影呀，你和子明最近如何了呀？要不你先嫁，伯母保证会像亲生女儿一样待你。齐子明整日的不着家，他这个病秧子做事不方便，做梦都想有个儿媳妇来伺候，让他松快松快。你年纪大了，不要拖了，抓紧嫁过来，给我们齐家生个大胖小子呀。这林疏影看着瘦小，屁股也不大，应该不好生养，无妨，等我子明考上状元，再纳几个会生养的妾不就是了。林疏影听着齐子明的名字就烦，我正打算同他退婚。什么啊？退婚？子明做错了什么？你要和他退婚？齐子明和董佩玉在大庭广众之下亲昵的事情闹得全城皆知，齐母却一副被蒙在鼓里的模样。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怎能说退婚就退婚呢？我是一定要和他退婚的。他们的争执引来了围观的百姓。这不是勾引小叔子的那个贱妇所生的女儿吗？既要和齐公子退婚，齐公子可是《寸草记》的作者，这样顶好的婚事他还不满意呢。我看呐，跟他母亲一样，都是不守妇道的人，这亲事哪能说退就退的？经过长辈同意了吗？退婚这件事我同意了。老夫人的声音自门内传出，凌厉的眼神盯着对孙女指指点点的人。退婚这件事我同意了。侯府的老夫人都出来了，说白了也是人家的家事，那老夫人都同意了，还说什么呢？走吧，可不是嘛。围观百姓不敢惹侯府老夫人，纷纷散去，徒留齐母难以置信。当初是你儿子同意和齐家订婚的，我齐家如今没落了，你们就忘恩负义要退婚？世上哪有这样的道理？她丈夫未被革职的时候，永定侯府巴巴地凑过来，那么快就看不上他们孤儿寡母了。你说的都对。那对叔嫂已然丢光了侯府脸面，老夫人也无甚好维持的。你儿子就是配不上我孙女，
我孙女嫁给谁都不会嫁给你儿子。侯府简直欺人太甚！我儿子是秀才，秀才那可是宰相根苗，是你孙女儿配不上我儿子。哼，也不知道是谁，17岁了还是个穷秀才，没通过秋闱，还借口说是中途回家照顾老母亲去了。你就守着你的宰相儿子过一辈子吧。老夫人也不知道自己亲儿子是个什么眼光，媳妇儿找不好，女婿也找不好。她早就看不惯齐子明了。他与疏影定亲近10年，没有展现出一丝能力，哪怕他思进去也是个有出息的，可偏偏只是嘴上说的好听，没付诸过任何行动。我怎么不知道我儿子没参加秋闱，是因为要照顾自己。秋闱那几日，我连他人影都没见呢。我儿只是大器晚成，下一届科举状元必然是他。这是亲家公在时定下的，必须父母长辈同意才能退婚。老夫人，你说了不算。哼，你信不信我有10000种方法让他们退婚？齐母气得快要发病了，嗓子眼发痒，刚想咳嗽，林疏影就忽然间猛地咳嗽起来，齐母都傻眼了。疏影，怎么了？祖母，孙儿姨母亲的事忧心，大夫说孙儿忧思成疾，离婚费老啊，没几年活头了。孙女儿本不想嫁娶齐家，拖累他们，可伯母如此爱戴我，孙女感激不尽，那就即刻准备孙女儿和齐公子的婚事吧。仿佛要把肺都咳出来。老夫人立即明白过来，唉，既如此，祖母就成全你们吧。春和，去清点大姑娘的嫁妆。慢着，疏影真没几年可活了。家里也有一个病人，再来一个病人，岂不是拖累？但这可是侯府，就这么轻易放弃和侯府的亲事儿吗？你若是退婚，侯府自会补偿。咱们侯府愿意补偿1箱黄金。1箱黄金？齐母倒抽一口凉气。你说真的？你不信我有1箱金子？林疏影的叔母富可敌国，齐母非常清楚，这也是她不肯退婚的原因之一。宁时招手，立马有2个壮汉小厮抱着1箱黄金过来，齐母看得眼睛都直了。哎呀，真的是黄金呐！有这么多的钱，还怕找不到贤惠的儿媳妇吗？至于侯府的权势，有什么好惋惜的？我儿最多3年就能官拜首辅，到时候还得他们侯府来奉承我们呢。那疏影生了重病，齐家也不能耽误她，那就只能忍痛答应了。齐母看见那箱金子，腰都不疼了，恨不得跑回家拿合婚庚帖。老夫人连忙派人去请了礼部的官员来作证，当场换回了当初订婚的信物。林疏影的信物是一枚小金牌，这上面还刻着我的生辰八字呢，是父亲当年亲手为我做的，如今可算回来了。这是父亲留给他为数不多的念想。礼部官员道：齐林2家退婚后各自嫁娶，不得生有一言。这婚便如此退了，齐母一丝留恋也没有，笑得眼睛都找不到了，连忙让侯府小厮帮他把黄金送回齐家。林疏影对宁氏可谓是又感激又愧疚。叔母，那箱黄金我会慢慢还给您的。傻孩子，叔母怎么可能真的蠢到把那么多黄金赔给齐家？那是圆圆做的障眼法。原来是这样。你方才怎的忽然吐血了？要不要找大夫来瞧瞧？没有，这里头掺了一些植物根茎的汁液，用唾液化开，便能流出和血一模一样的液体。本是闲来无事做着玩的，没想到今天还派上了用场。倒是没想到疏影还有这般手艺，她的手可巧了。
其母把装满黄金的箱子放到榻上抱着睡。金子，金子，金子，赶明儿啊就出去置办个5进5出的宅子，不住这漏风漏雨的小木屋了。齐子明回来时，他嘴边还挂着笑。母亲，咱们有银子买药了。齐母忙不迭爬起来，想告诉儿子他得了箱黄金。一扭头，齐子明靠着门框，扶着腰，一脸被透支掏空的模样。你这是怎么了？怎么这般憔悴，跟外出劳作了3天3夜似的？齐子明扶着快要断了的腰，诡异地沉默着。这孙寡妇简直把人不当人，可我总不能真的跟承诺董大人的那般去做工吧？没事，就是读书乏累了些，儿子替您煎药。娘得了1箱黄金，日后咱娘俩也再也不用过苦日子了。哪里来的黄金？您该不会是被骗了吧？我呀，同侯府退了婚，这黄金呀，是宁氏给咱们齐家的补偿。退婚了？娘，这事儿你怎能不跟我商量呢？这些日子林疏影一直没有主动来找他承认错误，他心里还憋着火呢。他母亲连个声都没吭就退婚了啊！退婚了！人逢喜事精神爽，林疏影得了肺痨，没几年就要去见阎王爷了。她嫁过来就是个累赘。上回见到林疏影还气势汹汹的样子，怎么忽然会患上肺痨？齐子明不太相信。哎呀，那咳的有血乎乎的，喷了我一脸。娘给你相看个踏实过日子的，保证比那10指不沾阳春水的千金小姐要好得多。那也不能说退就退呀。黄金哪儿比得上侯府女婿的名号？若是能娶到林疏影，还愁没钱花吗？退婚一事，疏影愿意吗？是那老夫人瞧不上咱们家。疏影要不是病了，她是想嫁过来的。和你这个宰相跟面儿退婚，她肯定不愿意呀。不过没办法，谁叫我儿子是香饽饽，国子监典籍的女儿也巴巴的要过来当妾呢。她果真不愿意退婚？你该不会是想反悔吧？知晓林疏影真正的想法后，齐子明却不急了。等她来求我。快瞅一眼金子！齐母小心翼翼地开锁，把盖子一揭开，傻眼了。金子呢？这里边怎么就一筐石头啊？娘，你确定抱回来的是金子？我都亲眼瞧见了，我怎么可能看错呢？那黄灿灿的大金子，一路跟着我回来的，这不可能有人调包啊！齐母把石头全部倒掉，在里头翻找。娘，别找了。我的金子呢？我的金子呢？我的金子呢？肯定是永定侯府骗了他娘。林疏影，给我出来！林疏影！喊什么喊呐？吵死了！喊什么喊呐？吵死了！他喜欢躺在屋顶睡觉，风吹过来凉丝丝的舒服惬意。那么大的侯府，居然用石头骗我娘是黄金，简直目无王法啊！那你买凶杀我就有王法啦。他是怎么知道的？我听不懂你说话。刽子手十有八九被侯府解决了，要是有证据，府衙早就捉他进大狱了。这死丫头就是在虚张声势。远远的双眼仿佛能看透人心。齐子明不再理他，继续喊：林疏影，你给我出来！别以为我不知道，解元李承熙就住在你们侯府，你早已跟他珠胎暗结。你以为你找了个解元就攀上高枝了？我早就打听到了，他在青州谁碰谁倒霉，这就是个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这种垃圾你都要，你可真是学尽了你娘的做派，都是那等人尽可夫的货色。混账！门开了，林疏影身后跟着10多个人高马壮的家丁。且不说我同李公子清清白白，容不得你诋毁构陷，
就算我和李公子真的有什么，那也轮不到你来智慧。你个临阵脱逃的废物，也配评价当今界远？昔日我侯府念你家境贫寒，母亲卧病在床，慷慨接济，你却拿着这些银钱宴请宾客，挥霍无度。反观李公子，虽命途多舛，但一身正气；虽身处泥淖，但心怀大义。你连他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这怪不得齐母没钱看病，原来钱都被挥霍了呀！瞧着他人模狗样的，原来是打肿脸充胖子呢。还有这种事啊，还说他孝顺呢，真是笑死人了。什么孝顺呀？按理来说，齐公子的书卖的那么好，光损分成的钱也不至于这样吧？我看这事儿难说，这侯府也不咋地。叔嫂勾结的事刚过，又闹出这一档子退婚，说的也是啊。齐子明支支吾吾，还欲辩解。指尖轻轻一点，齐子明脚下凭空一滑，趴在了林淑颖脚下。恶人先告状，让你也变成大乌龟，还不快滚！滚！齐子明被壮汉吼懵了，半晌回神过后，侯府的门在他面前重重关上。出来捉圆圆回去上课的李承熙呆呆立在墙头，看着方才温婉的林淑颖那一番精彩绝伦的演讲，陷入了恍惚。从他记事起就被人视为灾星，都对他避之不及。可到了侯府，圆圆热心帮助，宁夫人好心收留，林淑颖又对他这样褒奖，一股暖流涌上心头，头顶的太阳像是照进了心里。而此时林淑颖一回头，正巧碰上了李承熙呆滞的眼神。齐子明心有不甘，跑去礼部。齐令两家退婚之事早已记录在册，再来捣乱，本官就治你个阻挠公务之罪，滚！齐子明只能悻悻离开。幸好孙寡妇给的银两还够。齐家小木屋地处偏僻，要过两条崎岖幽静的山路。什么声音？梁毅从头顶窜到脚底，他察觉不对劲，侧身一躲，锋利的刀砍在了他身旁的空地。齐公子，咱们交易的尾款你还没结给我呢，我帮你杀侯府姑娘，你不能言而无信。我烧给你便是，你不用亲自来讨债啊！刀锋袭来，齐子明连忙翻滚逃开，脚下一个不小心从山坡上滚了下去，滚进了山脚下的茶水铺子里。怎么有股尿骚味啊？少年天才齐公子尿裤子啦！齐子明猛地一摸，他裤裆还真是湿的，瞬间臊红了脸，难堪的要命。我才3岁都不尿裤子了，齐公子是大人了还尿裤子呢。是你搞的鬼，那刽子手的尸身追着我砍。圆圆害怕地躲到掌柜身后。这个齐公子好可怕，我都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吓死小朋友了。掌柜不满地看着齐子明，我还觉得齐公子斯文儒雅，精彩绝艳，原来是个连尿都管不住，还分不清青红皂白，指责小孩的衣冠禽兽啊！顶着掌柜鄙夷的眼神，齐子明又羞又怒，捂着下身逃离了茶水铺子。叫你买凶杀人！圆圆屁颠屁颠往回家赶，却在经过一处猪圈时，救命！圆圆凑过去，猪圈里头的猪皆埋头苦吃。救命！是哪个猪猪在喊救命呢？你们不想被人吃吗？但是你们真的很好吃啊！救命！这回声音大了些许。好像是一个男孩子，在哪里呢？他捏着鼻子翻进猪圈，在角落看见一只没有去吃饭的猪，厚实的屁股底下好像压着个人，猪正在啃那个人的鞋子。好像听团团哥哥说过，猪是会吃人的。男孩脸蛋脏兮兮的，依稀可见皮肤白嫩。眉间有紫气盘旋，
是皇世子的呀。哎，怎么这个人跟我也有亲缘线呢？跟我有亲缘线的人，不是在厨房就是在猪圈，我就没有个正常点的亲戚吗？你救了我！袁灿深吸几口新鲜空气。啊，我迷路了，你再顺便送我到皇宫附近吧。他走了几步，发现圆圆没跟上来。快点儿！圆圆才不惯着他。没礼貌，你刚刚都没有说谢谢你。从来没有人敢这么凶我袁灿，我堂堂岳西王，凭什么要跟庶民道谢？喂，信不信我砍了你脑袋？圆圆有的是法子治他，只使了个眼神，袁灿的双腿就控制不住跪倒在地上，脑袋也缓缓下压。他拼命抗拒，抬起头，最终还是抵抗不过，给圆圆磕了个响亮的头。哎，平身，用不着行那么大的礼。你是个什么妖怪，竟能控制我的动作？你肯定是怪物，不管你是什么怪物，敢藐视皇族，等我回去就把你交给国师灭除。我是专门吃不礼貌小孩的妖怪，你要是再敢不讲理，我就把你也吃了。这性子一定是靖王伯伯之前说的幼帝的二皇兄袁灿吧，妥妥的混世大魔王。但做过的坏事数都数不清，比如在国子监先生的椅子上放钉子，给他的茶盏里放胡椒，还把刚摘下来的蜂窝放进先生的衣裳里，吓跑了好几个先生。至今无官员敢担任岳西王的授业老师。他还在元烨3岁的时候把他绑起来挂到树上，先帝在时还能管教他一二，如今封了王就更无法无天了。他年岁小，只能同生母敬太妃住在宫中，等成年后便要去往封地岳西。靖王和世子提起他便是一脸的头疼，圆圆就直接带他来了靖王府。靖王听见自己的二侄子来了，第一反应就是跑。皇伯父！还没来得及逃跑的靖王只得强装着笑脸迎出去。哎呦，我的乖侄子！一股浓烈的猪圈味儿灌进了靖王的鼻子。侄儿听闻乱葬岗闹鬼，附近的村民听到了女婴鬼魂的惨叫，我便想去看看，却不想走在路上遇到了一头水牛，一头把我顶进了猪圈。和安，那个惨叫不会是我那天滚下乱葬岗的时候发出来的吧？你快些去沐浴，换身衣裳。他要被熏得嗅觉失灵了。我不！他扑过去抱住靖王，把在猪圈沾到的污秽之物全蹭到了靖王身上。这可是你王妃婶婶亲手为我缝的衣裳。突然伸出一只小手拽住袁灿的衣领，把他提走。再霍人就把你扔到粪坑里去。还是侄女儿贴心呢。皇伯父，这个庶民是个怪物，施妖法要我给他下跪，快点把他捆起来交给国师。我救了他，他没有说谢谢，还要砍掉我的脑袋，我才小小的惩罚了他一下。干得好！我才小小的惩罚了他一下。干得好！先帝最宠爱的妃子就是敬太妃，连带着二皇子袁灿也被先帝疼得跟眼珠子似的，无论什么事儿都由着他，甚至还动过把皇位传给二皇子的念头。不料刚提起此事，便遭到了朝臣的强硬反对，这才把太子人选定为了三皇子元烨。皇伯父，咱们可是皇族啊，哪有王爷向庶民低头道谢的？太没面子了！我这辈子除了跪天跪地跪父母，连皇上都不会轻易要我下跪，这胆大包天的庶民是要造反吗？还有皇伯父，你明明很疼爱我的，这庶民究竟有什么魔力，让你也站在他那边？身为皇族，更要为臣民做表率，一言一行都代表着皇室尊严。面对救命恩人，都如此蛮横无理，目中无人，如何让百姓信服？如何让你封地的臣民甘愿受你的统治？他是怪物，我才不要对怪物低头。靖王这就不高兴了，竟敢说他的乖侄女是怪物。他脑子有病，你才不是怪物，你是天上的仙女。是不是呀？最喜欢有人夸我是仙女了。这一高兴懒得对付袁灿了，反正袁灿的报应没多久便要临头了。
虽然是跟他有亲缘关系的哥哥，但是他才不管呢。袁灿不情不愿地在靖王府沐浴更衣，回到寝宫的时候，遇到了袁烨身边的元宝公公。元宝公公手中捧着个小盒子，欣喜若狂，小心翼翼走在路上。喂，停下！哼，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呀？神神秘秘的。岳西王殿下，奴才手中是脏东西，入不得岳西王殿下的眼。哎呀，问一答就是了。是奴才的命根子。他幼时入宫净身的时候，老太监将他的宝贝收入了盒子里，为的就是太监出宫的时候能把宝贝带回家安葬。你一个太监要他干嘛？怎么还想着接回去啊？元宝公公被袁灿说得难堪不已，无地自容。他也晓得自己是没根儿的奴才，如今求了陛下的恩典，能带回家安葬自己的宝贝，也算是了却了一桩心愿。拿来吧你！嗨，你都没有了，就别留下来赌伤心了，我帮你处理了吧。说着随手扔进了池塘。元宝公公感觉天都塌了，那可是他的根呐。你没必要吧？这就哭了？这有什么好哭的呀？你本来就用不着好吧，不如拿来喂鱼。元宝公公屈辱地擦了擦滑落的眼泪，他是没有，可岳西王殿下为什么要把他的东西就这么扔了？灿儿，金太妃如今不过20有8，长相柔美。元宝公公，灿儿欺负你了吗？元宝公公还以为静太妃能给他做主，便把这事儿禀告给了静太妃。那倒不是什么大事儿。翠珠，给元宝公公赏2枚金叶子。灿儿，咱们走吧。袁烨又在做噩梦，梦里惨兮兮的啜泣声围绕着他，只把袁烨给惊醒了。走到寝殿门口，才发现是元宝在哭。怎么了？见到袁烨，元宝公公的眼泪跟泄洪似的止不住。奴才不想要金叶子，奴才就想把根儿带回祖坟安葬，等下辈子做个完整的人。袁烨闻言眼光微沉，拍了拍元宝公公的脑袋。过2日朕准你回乡探亲，不要哭了。宫规森严，太监入宫后到一定年纪才可告老还乡，这期间无法与亲人相见，陛下竟给了他这份恩赐。陛下，奴才要陪伴您一辈子，为陛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何德何能成为陛下的奴才，侍奉陛下左右啊？别哭了，快下去休息吧。静太妃心疼儿子是出了名的，早膳时还要亲手为儿子喝粥。袁灿手里摆弄着弹弓，勺子递过来就张嘴：“灿儿，来啊！”哎，真乖。弹弓调试好后，袁灿闭上一只眼，对着门外的小猫瞄准，石子已经发射出去，被袁烨身边眼疾手快的御前侍卫弹了开来。袁灿吓得一抖。静太妃见儿子差点弑君，吓得心脏几乎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幸亏陛下无碍。灿儿，以后看准了再玩好不好？袁灿一脸听不进去的模样。静太妃宠溺一笑：“灿儿顽劣，可是吓到陛下了。”他没有接静太妃的话，身后的御前侍卫出动，捉住袁灿的胳膊，双脚腾空，把他给提了起来。老三，你要干嘛？陛下，方才只是意外，灿儿对您并无丝毫不敬之心呐。袁烨不发一言，拿出一把匕首，对准袁灿的下3路。二皇兄，要是朕把你的命根子也切了，你兴许就能将心比心的感受到元宝公公的屈辱了吧？奴才也是人，也有7情6欲，不是说你身为王爷就能随意侮辱欺凌他，更何况元宝公公还是朕的人。袁烨早就对袁灿的霸道行径甚为不满，以往摄政皇叔在的时候，袁灿还会收敛些，如今为非作歹，是他太不把自己这个皇帝当回事儿了。本王还没对他怎么样了，他就找你告状了啊？陛下，灿儿可是您的兄长呢。陛下，传朕旨意，岳西王仗势欺人，罚20大板，禁足玉成宫，无朕的允许，不得擅自出宫。喂，老三，我可是你二哥，你是不是疯了？先君臣，后兄弟，多说一句，再加20大板。说完拂袖离开。哎呦，疼死我了！母妃，
今日屈辱，改日我必要如数奉还。我要杀了那个没根儿的东西！哎呦，陛下被摄政王给养坏了。以往他是很乖巧懂事的，如今学着摄政王如此目无尊长，为了个奴才罚你。明明先帝当时属意的太子人选是你，若不是摄政王反对，咱们母子怎么会沦落到如此境地呢？母妃，你是说袁业抢了我的龙椅？敬太妃警惕地看向四周，确定四下无人，才略微一颔首。身为母亲，她做梦都想自己的儿子能当皇帝。就因当年摄政王的反对，她到现在都不待见摄政王。以前我还觉得我是王爷，没人能管我呢。现在看来，当王爷还不是处处受人限制，还不如当那95至尊，普天之下再没有人敢质疑我的选择。说是你想成事儿，母妃这就把你外祖父请来商量对策。敬太妃的父亲是安国公。袁灿一听就蔫了，外祖父啊，他肯定是让我早起贪黑的读书啊。我突然觉得当皇帝也没什么好了，我还是早点去封地吧。他袁业跟摄政王的手再长，那还能升到封地去啊？敬太妃突然觉得头疼，一脸的恨铁不成钢。她这辈子怕是指望不上这个儿子了。被当众打了板子的气还没消，又不敢再去找元宝公公的麻烦。袁灿气呼呼地喊来身边的太监：“喂，你给我过来！你帮我去找一个大胖丫头，左眼尾有颗红痣，大概3岁的样子。她得罪了本王，你去把她的零嘴给我偷光。”得嘞。这就是让我岳西王磕头的后果。他要是发现零嘴没了，肯定会绝望的生不如死，哭得撕心裂肺吧。此时的圆圆正在跟大哥在外头置办宅子，宁氏想要办一个救济所，托林书义出来选址。圆圆在府里闲得无聊，缠在大哥腰间当挂饰，一通撒娇卖萌，才让林书义同意带他出门。救济所是收留鳏寡孤独的穷苦百姓和乞丐的场所。夫人，您为何要收留那么多鳏寡孤独的穷苦百姓还有乞丐呢？这一来呀，是给家人积德行善；二来呢，要把永定侯府千疮百孔的名声挽救回来啊。清河坊有处宅子，5进5出，能容纳不少人。奴婢记得那个地方，后院还有一处空地呢，开垦出来也能让里头的百姓种菜，休养生息呢。兄妹2人出发前，他给了1000两银票。书义圆圆，那处宅子的卖家最会坐地起价，记得一定要压价。侯府虽然不缺钱，但也绝对不能吃这个哑巴亏。娘亲放心，我肯定把卖家杀得片甲不留。这位小姐可真有眼光，我这个地儿绝对是个风水宝地，要不是急用钱，我还舍不得出呢。这个数就行了，500两。贵了，太贵了，499两。小姑娘，出了清河坊，便是皇城最繁华的朱雀大街，到处都是美食，更别说这院子后头还有这么大的空地呢。给你500两，已经亏本了。说的也是啊，听上去他确实是亏本了。这个卖家叔叔人真好。那好吧。就在他打算成交的时候，等等，你这房子重新修缮也是笔不小的钱。这宅子毕竟有些年头了，这木材老化也是很正常的。那你们若诚心想要的话，那480两。林书义捡起地上的石头，轻巧地砸向屋顶，上头装饰的飞檐就脱落下来，摔落在地上成了2半。这么脆弱啊，风一吹都会散吧？咱这位置还是好的，对吧？那就这样，450两，不能再少了。再少他就坑不到多余的银钱了。大哥真是太厉害了。我也要砍。有了。那个大叔啊，你这个宅子，它风水不好啊。前面2个宅子中间那么窄，影响了整个宅子的气场，这个叫天斩煞。还有后面那个山，它
它挡了阳光，那阳光照不到的地方，那就很容易闹鬼啊。这谁家的公子小姐怎么看着懂这么多呀？不行，我得赶紧出手。那你们能给多少？240两。行，240就240吧。超前完成任务，圆圆喜不自胜，琢磨着拿省下来的钱买点什么好吃的。林书义却有些沉默。大哥哥，你是不是怕风水不好，会影响到将来居住的百姓们呀？林书义虽不信鬼神，但人总喜欢图个吉利。那个天斩杀不用担心，调整一下宅子里的布局就好了。圆圆又看看高高的后山。至于这个山吗？大哥，我突然好想拉粑粑，我先去找茅房了。他偷跑到后院，提起左脚踏下去。在下京城土地，不知小天道长在下来所谓何事啊？喂，你趁着夜里没人发现的时候，把后面那个山凸起来的尖尖给抹平，可以吗？谨遵小天道吩咐。你要是再偷懒在家里睡大觉，不去听信徒们祈愿，别怪我把你调去火焰山哟。小的知错了，保证下回不会再犯。哎呦，这小祖宗怎么就突然到凡间了呢？我一个小仙当的舒舒服服的，这下好了，又得辛苦忙碌起来了。好香的烤鸭呀！哎，玉姑娘，你也来京城啊？这不是李承熙吗？圆圆爬上墙头。哎，真的是李承熙。对面的妙龄姑娘穿着朴素，长得很是清秀。看样子这俩人还是老熟人呢。小橙子，听说你中了举人，真给咱们青州人长脸。李承熙和常宇是同一个村子长大的，在李承熙最困难的时候，常宇父母曾接济过他。李承熙对常家感激不尽，一直想着该怎么报答。这里头有些银子，多亏常家人资助我来京城赶考，承熙感恩不尽。哎呀，我们借你的哪有这么多呀？这太多了。常宇本想婉拒，却抵不过李承熙态度坚决，最终还是收下了。那就谢谢你了，我刚定亲，这多余的钱就当你随礼了。等你3元及第，衣锦还乡，记得来喝我的喜酒啊。对了，你也该定亲了吧？可有心悦的姑娘？你现在可名冠京城，一定有不少姑娘喜欢你吧？哪有啊？李承熙尴尬地笑笑，心头却涌上林疏影的样子，又赶紧拨浪鼓似的摇摇头。那不行，我穷命一条，哪儿配得上人家？我还有事，我先走了，你多保重啊。小橙子，匆匆忙忙的干嘛呢？我穷命一条，哪里配得上人家？方才同常宇的对话竟全被圆圆听了去。李夫子，你配不上谁呀？不要误会，我只是……嘘，我懂，也是哦。你一个倒霉蛋，怎么能配得上侯府千金呢？是啊，所以你怎么知道？知道什么呀？侯府千金呢？对呀，我就是侯府千金呐。你是不是太自卑，觉得不配给我当夫子呀？对。那你跟娘亲说一声啊，我就不想读书，我想跟司马清学武功。这个承熙公子，奴才是安国公府的小厮，国公爷邀您入府一叙，多谢国公爷的美意。只是在下还得回去给学生授课。安国公的长子王导与林淑妍并列秋闱2甲。自他住进永定侯府后，安国公派人来请了他2回，每回都被他找借口搪塞不去了。他虽初次入京城，却也猜得到安国公找他是为何。被李承熙踢了一下的圆圆道：对，那个我一直都很喜欢上承熙先生的课，不上的话我会死掉的。表情非常的严肃认真，小厮像是被安国公下了死命令。我家老太爷昨日先去了。你杀的吗？不，我怎么可能会干出这种事呢？
老太爷生前对承熙公子多加夸赞，碍于病中无法与公子相见，只求公子替老太爷上炷香，让老太爷在黄泉路上走得安稳些。这说法让李承熙实在不知道如何推辞。你这我没事的，去吧，有我呢。李承熙对圆圆有种莫名的信任，听了这话更是安全感满满，果断跟着小厮去了安国公府。等吊唁完王家老太爷，李承熙被请去茶室跟安国公商谈要事。你想吃吗？圆圆把一颗腰果扔到狗嘴里，你一颗，我一颗，玩得不亦乐乎。哎，这个是我的，还没轮到你呢。小姑娘气鼓鼓的，走开！家犬呜咽几声，耷拉着脑袋悻悻离开。腰果沾上了家犬的口水，圆圆嫌弃得很，找水去洗。茶室远离住处，幽静雅致。安国公亲手为李承熙倒了一盏茶。承熙公子博学多才，见多识广，一举中了秋闱解元。入朝为官后，定能让重武轻文的大招对文臣大为改观呐。安国公言重了，上天庇佑，在下不过侥幸。春闱和殿试如何，尚未可知，不敢妄想。这安国公一来就给他戴高帽，他可不敢胡乱接话。今在参加科举的学子比往年要少得多，摄政王独断专行，大肆宣扬武举。可惜如承熙公子这般寒窗苦读的学子，势必要怀才不遇了。若承熙公子愿意，可入老夫门下，老夫保证在大昭朝堂有公子的一席之地。李承熙害怕的事终究还是来了，他只想专心读书，并不想搅和这趟浑水，也不想入某方的阵营。这安国公府比永定侯府还要大呀。在哪里呢？这是哪里呀？夜色朦胧，瞧见一个鬼鬼祟祟的黑影摸进灵堂，轻手轻脚地关上了门。看到此景，圆圆立马不困了。哎，又有瓜吃！灵堂里传来细细的啜泣声。老爷子生前2个月纳的六姨娘，穿着素白丧服，哭得眼睛都是肿的。哎呀，你快回去，老爷子还在这儿呢。那不正好吗？祖父啊，您放心，孙儿会帮您照顾好六奶奶的。哇哦，这安国公家的大公子王导可真孝呢。灵堂内飘出六姨娘娇软之音。大公子，六奶奶，祖父他老了，如今都进棺材了，还不是只有我能满足你？咦，我的天道老头呀，少儿一点都不疑。王家老爷子的魂魄都在灵堂外面气得跳脚啦！气死我了！我要索了这对狗男女的命！可是你什么都不会呀。哦，有了！嘿，看他急得团团转，圆圆随手帮了他一个忙，指尖运出一丝灵力，弹在棺材上。灵堂厮混的两人只听得未盖棺的棺木开始剧烈摇晃。怎么回事？嘘！老爷子，这是气得回魂了？不太可能吧？就在这时，棺木停止摇晃，里头穿着寿衣的尸身跟僵尸一般直立了起来。灵堂爆发出一阵惨烈的尖叫，六姨娘和王导屁滚尿流地逃了出去。在下所愿，不过是大招百姓能安居乐业，想必这也是国公以及文武百官的愿景。如今国泰民安，百姓丰衣足食，即便在下有才能，未能展现也无甚可惜，当以结果为重。国公您说呢？承熙公子在理，倒是老夫狭隘了。不过是理念不同，出发点都是一样的。安国公没想到李承熙油盐不进，这么不好说话，只能暂时先放弃将他收入麾下。听说承熙公子一直住在永定侯府，这侯府最近发生了不少事啊。若是公子不便，大可以住在老夫府上，老夫自当将公子封为座上宾。
他本以为永定侯府不过是一群老弱病残，最有希望继承衣钵的林书义是个残废，不足为惧。没成想又冒出个林书言，比他儿子小了整整12岁，都能考中秋闱2甲。那个老东西凭什么有这么优秀的孙子？真是死了也不让我安生。林书言出身侯府，老夫暂时动不得，难道还忌惮他一个小小的学子吗？绝对不能让他跟林书言走得太近，若是不能为我所用，那索性就灭了口，省得挡了导儿的道。李承熙想也不想就准备拒绝。永定侯府动荡再多，也没有国公府这般如同狼穴虎窝呀。可安国公却强硬地说：那就如此说定了，承熙公子就安心住在府上，等待春闱吧。若是他考中会远还这般顽固不化，那就留他不得了。这时国公府的管家急急忙忙来禀报，似乎是府里出了什么急事儿。安国公拂袖走出茶室，吩咐家丁照看好李承熙。这是谁给老爷子把帽子换成了绿色的？老爷子入殓时的衣裳分明是我亲自换的，是一顶上好的乌纱帽，怎么就成了绿色的啦？安国公忽然相信上回偶然遇到的云游方士了。那方士说他近日会有劫难，他还觉得方士在胡说八道。没成想他老爹活到80岁，好不容易熬到老人家寿终正寝，结果管家告诉他老爷子回魂了。他火急火燎地跑到灵堂，却发现老爷子的遗体笔直地站在棺材里。正在此时，管家颤颤巍巍指着棺材内侧：国公爷，这里头有字儿。安国公凑过去，只一眼就令他面色狰狞，把那个不孝子和贱人带过来。棺材内侧是他老爹的亲笔字迹，控诉了王导和六姨娘偷情的事儿，害得他死不瞑目。圆圆姑娘，圆圆大人，圆圆仙女，你在哪儿啊？我好像被软禁了。你在找我吗？王导和六姨娘被带到灵堂的时候还惊魂未定，看到老爷子的遗体更是吓得六神无主。安国公顿时明白了，你敢肖想你祖父的女人，我快回去，在外面耽误了那么久，娘亲该骂我啦。李承熙谨慎地看向门口监视着他的家丁，圆圆得意地扬了扬眉毛，没事的，他们马上就要只吃蘑菇不吃虾了。那个叫自顾不暇。我的根本给不了六奶奶幸福。气得安国公眼前一黑，冷声吩咐：六姨娘勾结大公子进猪笼。国公爷饶命，大公子救我，大公子！王导刚想开口求情，就被安国公一眼瞪了回去。想想你的妻子和儿子吧。王导理亏不再言语，六姨娘在绝望中被家丁拖去城湖。安国公心口的郁气还未消，突然听见不错方向传来一声巨响。这是咋了？吓得李承熙一个机灵，只听外头一阵喧闹。哎呀妈呀，府里茅房炸了，正在里头如厕的三姨娘被炸飞了，快点来救屎，救人呐！你还是救屎吧，三姨娘有我的灵光护体，没事的。守在门外的家丁忙不迭地跑去抢险。李承熙震惊地望向圆圆：你看他。国公爷，府上茅厕炸了。畅通无阻走到门口，就闻到一股浓郁的臭味。圆圆姑娘行事真是大胆又果敢啊！臭死了，臭死了，赶紧走！我就是这条街，这条街。安国公只觉一阵耳鸣，大步流星往茅厕方向走，越走臭味越浓。怎么回事啊？不知是谁
在茅厕里都扔了鞭炮，把茅厕都炸塌了。会武溅了满院子，三姨娘还差点受伤。安国公连连退后好几步。我安国公府到底惹了什么，要遭此劫难啊？他连这座宅子都不想要了，恨不得拖家带口的搬走。查出来是谁干的没有？仆从们皆低着头，支支吾吾的说不出话来。偌大的安国公府请的府兵都是1等1的厉害，居然连个炸茅坑的罪犯都找不出来。想到自家老爹还笔直地站在棺材里不肯安息，安国公心里说不出的憋屈。我这到底招谁惹谁了呀？偏偏这个不孝子还畏畏缩缩地站在远处不敢过来，看到安国公凶狠的眼神，才捏着鼻子磨蹭着走来。父亲，那个李承熙可处理好了。哎呦，臭死了！府里的人吃什么东西拉那么臭？安国公被熏得要命，还得保持一派淡然。他春闱之前都只能待在府中，那为什么不直接？放榜那日，李承熙，这什么小地方冒出来的学子，名字居然在我前头啊！先前还担心齐子明呢，现在好了，齐子明倒是不足为惧。这国子监的先生把他夸得天上有地上无，连祖父都对他赞赏有加。小爷我花大价钱换来的文章就得了个2甲，切！公子息怒啊！还有那个毛都没长齐的林书言还同小爷我并列，他才10岁，定是也买通了监考官，真是世风日下。科举这样的事情他都敢做手脚。一个小孩竟轻轻松松考中了亚元，这次的风头全被李承熙和林书言占据了。安国公心里头还存着儿子勾结小奶奶的气，看见王导这蠢样子，更是气得牙痒痒。父亲你怎么了？即使安国公不想承认，但也不可否认，李承熙比他这个蠢儿子要有用得多。杀一个普通学子对他而言易如反掌，但他惜才，不愿看到李承熙如此深允。就在父子俩对峙时，国公爷，承熙公子不见了。什么？你们是干什么吃的？连个学生都看不住。方才奴才听到茅厕炸了，就想着过去看救人，没成想承熙公子趁这时逃了。老夫把李承熙请回府中以礼相待，他却不识好歹，只想着走，看来是如何都不肯当我的门生了。王导也急了。父亲，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安国公怒气冲冲走到隐蔽处，喊来暗卫下了死令，去把那个不识好歹的解元给我，让他再也参加不了科举。那可若他逃到永定侯府？永定侯那个窝囊废早已被发妻赶出了府，里头就是些老弱病残，不足为惧。父亲高明啊，正好一箭双雕，弄死林书言，这样你儿子我就是状元了。他口中的窝囊废莫名其妙地打了个喷嚏，站在青雨巷的宅子处拍了拍门。如儿，我是琳琅。林立文用身上那点实意带姜氏住了几日客栈，实在无处可去，才来找到了尤静茹。别求人了，我这里还剩一些银子，可令乌儿住。他的贴身丫鬟齐红为了救他弟弟，自愿入了青楼。昨日齐红传来信，说得到了富商的喜爱。夫人，那富商对奴婢颇为青睐，给了奴婢20两白银呢，奴婢1分都没花，您别嫌少，快替见二爷还债吧。其实罢了，你有这份心，我都记着呢。他没告诉齐红的是，他的爹娘终究还是舍不得儿子受催债的威胁，早已替他还了钱。这银子便算我借你的，等日后再还给你。我出自名门，又怎会欠自己丫鬟的钱呢？这富商喜爱齐红，必不会让他受委屈。待在青楼，对他而言也是个好去处。我骆太后憔悴不已，日日等着琳琅来看我，倒是等来了，
因为姜氏自愿离府的消息。琳琅只管住我这儿，但你必须滚。怪不得看他那么眼熟呢，这不就是上辈子琳琅娶的那个续弦吗？换了个身份和名字，我愣是没认出来。原先只恨宁景云不知廉耻，抢了我的夫婿，现在看来，我们姐妹俩都是可怜人，自相残杀，让江楚真这个贱妇坐收渔翁之利。不用你说，我自会离开。我出身名门，岂会同你这等肮脏的外室住在一处？那嫌弃鄙夷的眼神，尤静茹看得分明。装什么呢？我是外室，你是荡妇，我半斤你8两，谁比谁高贵呀？你现在不过是庶民一个，还想着自己是太师嫡女，诰命加身，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姜氏身形微顿，挺直脊背离开，只是那背影看起来很是落寞可怜。林丽文心疼不已。真儿，你如今还能去哪儿？我说过要护你的。这场景落在尤静茹眼里，刺痛的要命。用我的宅子护你的真儿，琳琅，你可真会做生意。可这宅子本就是他转赠给尤静茹的，这话身为7尺男儿的林丽文说不出口，说出来倒显得他小家子气。如儿，是我辜负你在先，你如何恨我怪我，我都无怨无悔。你能否允许真儿住进来？你和她同样是弱女子，怎会忍心让她露宿街头？姜氏始终背对着他们，很不情愿。不必记挂，我自有我的去处，大不了去投奔祁红。如今他有富商当恩客，自然养得起我。林丽文怎么可能放姜氏离开？他们经历了重重困难，好不容易才修成正果。我只有一个要求，你娶我。林丽文闻言犹豫不已，不知该不该答应。姜氏寂寥地轻笑一声，决绝地离开。林丽文从背后赶紧抱住他。侯爷，祝你们2人百年好合。如儿，如今我还未休妻，无法娶你，便算是纳妾，也需要礼部文书。唉，实在是。侯爷不必担心这个。之下清爽的嗓音打断了林丽文的话。夫人早就猜到此事，特意命奴婢送来2份纳妾文书。笑话，宁氏怎么可能真的眼睁睁地看着林丽文和姜氏恩恩爱爱？他要让这3人共沉沦。这是夫人亲手为您做的衣裳，天气转凉，希望侯爷能照顾好身子。不然芸娘还是心里有我的。林丽文心中得意，想也不想就穿上了，只是有些不合身。说来也是，我们夫妻许久未亲近了，芸娘自然不记得我的尺寸了。对了，姜老夫人重病，说是想见您。姜氏无措地握紧了手，眼神茫然。要我去陪你看看老夫人吗？想到母亲决意要带他离开，姜氏缓缓地摇摇头。那没有别的事，奴婢先走了。出乎意料的是，尤静茹看到这份纳妾文书，并没有表现出兴奋的模样。行了，你可以住进来了。我纳尤静茹为妾，不过是权宜之计。我心里唯一爱的女人只有你。姜氏心中得意，却不表现出来。宁景云啊，宁景云，你独守着那座空荡荡的永定侯府，又有什么用？没有林丽文的爱，你注定只会是空虚寂寞的。空虚寂寞的宁氏听着之下的回话，没忍住笑了。他一点防备都没有就穿上了，真是蠢呐！他得意还来不及呢，哪里能想到这衣裳是得了10亿的人穿过的。他但凡要是有那么一点点的自卑，都不至于这样吧。只是眼下还有一个问题，该怎么让舒逸和舒颜同林丽文断亲呢？对呀，若是他不同意，这父子关系怕是断不了呢。况且舒颜公子已在科举中显现出才能，他怎么可能舍得不要这个儿子呢？是啊，除非圣上下旨命他与孩子们断亲，可圣上又怎么会无缘无故下此旨意呢？下旨那也不难呀。宁氏没听到圆圆的喃喃自语，只揉了揉脑袋。此时墨玉一脸八卦的进门。夫人，启公子和董家二姑娘后日便要成婚了。夫人，
启公子和董家二姑娘后日便要成婚了。齐子明和大姑娘的婚事泡了汤，决定迎娶董佩玉为正妻。这么快？先前只听说齐子明当众辱了董佩玉的清白，国子监典籍要死要活，要把女儿嫁给他，真是上天垂怜，让舒逸和舒颖同时逃离了火坑。垂怜垂怜。启公子还特意上门给大姑娘送了喜帖，大姑娘不想去，问您要不要去看看热闹。林淑颖已经彻底放下这个人了，哪儿还会去参加他的婚宴呢？去，肯定要去啊！这可是我一手促成的姻缘呢。婚宴那日，董家高堂满座，锣鼓喧天。收拾好了吗？遮得严严实实，保证看不出来。董老爷也没想到女儿只是去了姐夫家一趟，回来就毁容了。他火冒三丈，找罪魁祸首董婉瑜算账，却被董婉瑜打了一顿，到现在骨头都没长好。董佩玉现在不仅名声毁了，脸也毁了。幸好齐子明还不知道这件事儿。齐子明竟真能在短短时间内赚来彩礼，我没看错人，这个女婿日后必定是个有出息的。姑娘，吉时已到，该盖盖头了。自从毁容后，他连死的心都有了，浓浓的悔意席卷了他。早知如此，我当初何必拒绝同永定侯府的婚事？如今唯一不会嫌弃我的，也只有林淑义了吧？那个丑八怪，脸上虽然有痕，如今我也有，也算是天生一对吧。前些日子他跑去永定侯府找林淑义，却被拒绝了。该死的永定侯夫人，好说歹说都不许我进门，害得淑义听不到我的心声。他也不想想，除了我董佩玉，还有谁愿意嫁给他的儿子？天底下竟会有这种不为孩子考虑的母亲。如今我要嫁给齐子明那个酸秀才，这让我怎么甘心？可无论他如何哭闹，父亲都铁了心的要他嫁过去。喜婆在外头催了又催，姑娘吉时已到。新娘姑娘害羞了。就是啊，姑娘，你不要害羞啊！你还要磨蹭多久？立马给我出来！董老爷严肃的声音从外头传来，董佩玉这才不情不愿地盖上盖头。董府外，齐子明骑着高头大马前来迎亲，希望这门亲事能将母亲的敝气冲走。淑颖若是见着喜帖，得知我成婚的消息，定然会后悔万分吧。那个倒霉鬼李承熙怎么能跟我比呢？他若是能追过来，我还是可以考虑将正妻的位置留给他。这齐公子怎么就娶了董二姑娘呢？原来的郑明夫人只是个八品官人的女儿，这有点说不过去吧？话说，跟齐公子定亲的不是永定侯府的大姑娘吗？这门亲事怎么就黄了呢？你也不想想，那林大姑娘的母亲那算个什么东西？齐公子这等厉害的人物，怎么可能允许有这样的岳母？肯定是及时止损，同侯府退了婚。那大姑娘如今肠子都悔青了吧？哎，这吉时都要过去了，怎么还不见新娘上轿呢？你确定不上轿吗？齐家既没权又没势，你舍得让女儿嫁过去受搓磨吗？都怪董婉瑜毁了我的脸。是我想让你受搓磨吗？之前让你嫁去侯府当世子夫人，你死活不肯，还收买青楼妓子，污蔑世子的名声，眼高手低。如今你这样能嫁出去就不错了。是啊，我本该是大招尊贵的世子夫人。不必多说，上轿。爹爹，你能不能将婚事推迟几日，去侯府告诉世子，佩玉愿意嫁给他？我相信世子对我还是有感情的。若是没有感情，怎会在5年前冲进火海救我呢？再者，他在意紫珠之事，恰恰证明了是在意我、关注我的，不然怎么会发那么大的脾气，还竭力证明自己没有同青楼女子有染呢？对，他爱我，他只是不敢说，他觉得配不上我。董老爷没心思再听他说下去，还在磨蹭什么？熟悉的声音传来，唬得父女俩皆是一抖。董婉瑜板着脸，陆怀安像个公公一样弯腰跟在他身侧搀扶着他，还不快点上花轿！隔着红盖头，董佩玉气得眼睛都红了，牙齿咯吱咯吱作响，恨不得上去挠花董婉瑜的脸，但他知道自己不是对手，只能憋着气不吭声。不吭声是死了吗？
死了也得给我拜完堂。如今他在陆家过得舒心自在，一伸手就有新鲜的水果呈上，一伸腿陆家父母谄媚笑着，恭恭敬敬给他按摩。陆欢在他面前更是连个屁都不敢放，就怕不小心惹到他，遭到一顿毒打。如今就连董婉瑜的父亲在他面前说话都是低声下气的。他们倒是想过报官，可靖王妃早就跟大理寺打点过，不准插手董陆两家的事儿。见董佩玉迟迟不肯动一下，陆环，拿竹篾来。是。不用，我上花轿。圆圆还是头一回参加婚宴，好热闹呀！新娘子在哪里呢？在那儿。圆圆，慢点儿。奇怪，疏影呢？怎么只有永定侯夫人跟那个死丫头来了？定是疏影不愿看到我跟其他女子拜堂成亲吧。二拜高堂。齐子明和董佩玉皆是不太情愿，董佩玉甚至耽误了半天才缓缓跪下给父亲和其母磕头。自从黄金变成石头之后，其母晕倒便中了风，左边肢体麻木无力，头脚歪斜，说话都只能阿巴阿巴。董老爷看着其母这般模样有些嫌弃，他女儿嫁过来就得伺候着中风的老太婆吗？其母心里高兴，颤颤巍巍地握住董老爷的手，想同他说些场面话，溢出来的口水却差点流到董老爷手背上，激得他猛地一甩。其母当着那么多宾客的面丢了脸，气得将口水一股脑喷到董老爷脸上。你要不是拜堂还没结束，他这就想给老太婆好看了。活了那么久，还没见过这么粗鄙不堪的人。众宾客见了憋不住笑。董大人，今儿可是您家姑娘大喜的日子，这就嫌弃上亲家啦。当爹的都如此，那当女儿的能好到哪儿去？婚后不会欺负这重病的老太太吧？齐子明一听也觉得他们说的有点道理，忽然有些后悔同意和董家的婚事了。若是疏影，绝对不会在大婚之日给母亲难堪的。齐子明后悔啦，这还了得啊！我怎么能让自己亲手促成的婚事就这么黄了？要闹也得等到仪式完成以后再闹呀，一点都不懂事。沾到口水，心里一阵反胃的董老爷忽然不受控制地开口道歉：亲家母，方才是我不对，我保证佩玉嫁到齐家后必定会日日侍奉在你床前，事事恭顺。怎么回事啊？齐母这才消了点气。开什么玩笑？我是尊贵无比的官家小姐，凭什么要伺候这个老太婆？我嘴巴也像是粘了浆糊似的张不开。送入洞房。头一回当媒婆真累呀，也不知道岳老爷爷平时是怎么受得了的。就在董佩玉前往洞房时，一阵妖风吹来，吹落了盖得严严实实的盖头。众人见到董佩玉的容貌后，倒抽一口凉气。你的脸怎么办？不是说董家二姑娘是京城出了名的美人吗？我天哪，这也太丑了吧！齐公子也太惨了吧，娶了个丑八怪回来。不准看！你们不准看！我才不是丑八怪！董大人，你这是什么意思？我跟你商讨婚事的时候，从未听说董佩玉的脸毁了。他同意迎娶董佩玉，绝大部分原因是她的容貌。你们董家这是骗婚！她长得这么恐怖，这么丑陋，我看了她的脸都会做噩梦。这句话猛地戳中了董佩玉的伤口。老娘见了你才要做噩梦呢！你娶了老娘是祖上积德，你凭什么嫌弃我？一个穷酸秀才，我呸！你能嫁给我是祖坟冒青烟了。你个被乞丐玷污了身子的人，我肯娶你，你就该跪下来磕头道谢。姓齐的，我今天就跟你拼了！天哪，哪有
刚拜完堂就互相殴打的夫妻啊，真是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怨侣呢。幸好他们俩成亲了，垃圾内部消化，省得糟蹋其他清白人家的郎君和姑娘。今日来观礼，真是来对了，戏班子都唱不出这么精彩的戏呢。让我看看，让我看看，我看不到。让我看看，让我看看，我看不到。有了，嘿呦，嘿呦，什么都不能阻挡我吃瓜。嘿呦，嘿呦，嘿呦，爬啊爬，爬到最前面，齐子明和董佩玉这对新婚夫妻已经扭打作了一团。哎，你上拳勾他的鼻子呀！哎呀，他扯你的头发，你就不知道扯回去吗？哎，竟然开始直接咬人啦！董佩玉的力气那么大吗？这也太残暴了！哎，齐子明竟然能跟董佩玉打成平手嘞，真有魄力！哎呦，董大人看不过去，来劝架嘞！董老爷强行加入战局。大喜的日子，你们俩别打了，还是先洞房要紧呢。激烈互殴中的两人没一个搭理他，甚至还不小心受了董佩玉的一巴掌，直接给董大人打懵了。齐子明的耳朵险些被董佩玉扯掉，才来了几个宾客上前把他们分开。董大人，这事是您做的不厚道，怎么能瞒着董姑娘？齐夫人毁容的这件事呢？齐公子蒙在鼓里，未免也太冤枉了。就是任谁娶了个丑八怪都会发怒的吧？对，我也觉得齐子明才是最冤枉的。哟，好生热闹，我是不是来晚了呀？体态臃肿的孙寡妇出现在婚宴正堂，含情脉脉地看向齐子明。我是来给齐郎贺喜的。天哪，还有意外收获！这个肥唧唧的婶婶跟油腻怪好像很有故事的样子哎。谢谢娘亲带我来参加婚宴，这个瓜真是太好吃了。孙寡妇为什么会来？昨天不是明明说好不会来赴婚宴，还顺便把新婚贺礼给了我吗？怎么没人说话呢？就没人想知道他们是什么关系吗？就不能出来个人问问呢？那你们不出声，我可问了啊！我问了啊！我真的问了啊！胖婶婶，你认识齐公子吗？胖婶婶为什么要叫他齐郎呢？是话本里面情郎的意思吗？齐子明带着杀意的眼神直直射向圆圆。死丫头，不出声没人把你当哑巴。圆圆专注地盯着孙寡妇，根本没把齐子明放在眼里。孙寡妇见终于有人发问，才捂着脸羞涩一笑。我同齐公子昨夜还躺在一张床上呢，小姑娘，你说我们是什么关系呢？天哪！在场众人皆倒抽一口凉气，望向齐子明的眼神有种说不出的怪异。孙寡妇可是京城出了名的会玩啊，说是守寡，害了多少家中贫困的俊秀少年呢？这齐公子真是饿了，什么都吃得下。不对，娘亲说只有夫妻才能在一起睡觉觉。胖婶婶和齐公子是夫妻吗？可是齐公子今日才娶董姑娘回家的呢。不要看我，不要看我，我只想安静地看会儿戏。哎，几夜夫妻也算夫妻呢。因着这百日恩，我特意来恭贺齐郎新婚呐。孙寡妇听齐子明说婚后就不再来往，心里存着几分不甘。她是个憋不住气的，从来只有她不要别人的份儿，自己不舒坦，也不会让旁人好过。哎呀，齐公子，你怎么有了胖婶婶还要娶媳妇儿呀？你这样是不道德的。原先还觉得齐子明娶了毁容的董佩玉可怜，是呀，现在觉得嫁给齐子明那才叫悲惨呢。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吃着碗里看着锅里，怎么不吃死你呢？空口无凭，还敢胡说？是不是本官捉你去衙门关几日，你就老实了？
大人，您怎能这般看奴家？奴家会以为大人看上了奴家的。哪里来的这般不要脸的寡妇？你抹黑朝廷命官，是想吃牢饭吗？得了吧，国子监典籍8品芝麻官，朝廷命官，我呸！永定侯夫人还在呢，轮得到你装蒜啊？不要看我，不要看我，不要看我，不要看我！这么精彩的大戏，干嘛盯着我看呢？你！他如今的职位的确是可有可无，所以才在走投无路之下攀上齐家的亲事。若是齐子明3元及第，那他就是状元的岳父，风光无限。更何况你女婿办婚宴的钱都是从我这儿拿的，我还特意送了他一栋宅子，让他风风光光的娶媳妇儿。不过你女儿好像没受重视啊，只配在这破木屋里举行婚礼呢。孙寡妇从袖中拿出几张宣纸，这些都是董大人要的凭证。每回齐浪从我这儿拿银子，都要给我写欠条，我都说了不用他写，他非要写。不过我这人也不会那么小气，这给出去的钱呢，就算分开了，也不惜的要回来。董大人眼都不眨，瞪着那些字据。他见过齐子明誊抄的诗集，的确是他的亲笔字迹。这字迹也是可以被模仿的吧？转头去看齐子明，只要他说句冤枉，自己身为岳父，就一定会为他做主。却看见齐子明额头上冒出细密的汗珠，眼神游离，手指还不由自主地颤抖着，明显就是心里有鬼。此事肯定为假。你若是离开，我不同你计较。看着这3人一个比一个难看的神色，孙寡妇就知道自己来添堵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将欠条甩给齐子明，便潇洒离去。喂，既然你喜欢齐公子，何不与董家姑娘一同嫁入齐家？切，你以为我傻呀？那么多俊秀的小少年等着我，干嘛要吊死在一棵歪脖子树上呢？我万贯家财傍身，是疯了才会再嫁，伺候中风的婆母和无能的丈夫，那不是自讨苦吃吗？哼，告辞。无能的丈夫，自讨苦吃。不知为何，宁氏总感觉这后头的话好像是影射到了自己。思忖着，董大人已经在赶客了。家中突发急事，亏待了诸位，等改日来府中略备薄酒，偿谢诸位。麻烦诸位不要将今日之事说出去呀！是，放心吧，好嘴牢着呢。只有宁氏坐在原位，没有起身的意思。董大人不明白宁氏赖在这里是为何，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赶客。宁氏却无动于衷。那圆圆不想走，我也只能硬着头皮留下来啊。圆圆又黑又亮的眼睛都快粘到齐子明夫妻俩身上。看样子这瓜不吃透是不会轻易离开的。董大人，当我们娘俩不存在便是。董大人被永定侯夫人的脸皮所折服，哪有硬赖在别人家里的？但他又不能得罪了这1等侯爵夫人。董佩玉连个眼神都没分给齐子明，怒气冲冲跟着父亲一起。齐子明慢吞吞地走上前，后边还跟着一只鬼鬼祟祟的圆圆。你承诺我，便算是去做工，也要赚取彩礼钱。你口中的做工，就是做到寡妇床上去了啊！用这般肮脏的钱迎娶我家佩玉，你是真没把我放在眼里啊！新婚当日被岳父掌掴，对自诩君子的齐子明来说，无疑是奇耻大辱。我不收孙寡妇的银两，还能怎样？永定侯府以权势逼人，残害我们母子。母亲中风，需要昂贵的药材来治疗，办婚宴又是一笔不小的钱，我无计可施，才向孙寡妇屈服。这一切都要怪林疏影，若不是她冷漠无情，不顾当年我救她一命的恩情，执意退婚，我万万不会过得如此艰难，也不会在今日受到那么多的冷眼与嘲讽。真恶心，还说见着我要做噩梦，那头肥猪你倒是下得了口啊！齐子明如今对董佩玉厌烦极了，懒得搭理他。爹，我要和他和离，
我是绝对不会嫁给这种人的。不准合理！你给我老老实实当齐家的媳妇儿。为什么？这个男人，他对我根本就不专一，还如此无能。男子3妻4妾，再正常不过了。因为这个就合理，完全没有必要。你休了我也行，反正你对我没有感情，快休了我啊！不可能！你休了我也行，快休了我啊！不可能！齐子明一句话就断绝了董佩玉的全部希望。虽说董家没有永定侯府煊赫，但也比寻常人家要好得多。更何况董大人还承诺过要送他入国子监，他不肯将孙寡妇送的宅子拿出来，就是怕董大人知晓他身上有余钱，就不会资助他了。幸好董佩玉的嫁妆看上去不少，够他们齐家丰衣足食许多年了。佩玉，你跟子明好好过日子，爹走了。爹，你不能走！女儿求您了，让女儿和离吧，求您了！不知为何，董大人觉得眼前一幕分外眼熟。他逼迫董婉瑜嫁去林家那日，董婉瑜也是哭得上气不接下气，额头都磕出了血。如今轮到小女儿求自己，他同样无情地转身离去，不顾后头的哭喊。董佩玉一想到自己的未来将是一片黑暗，眼泪无论如何都止不住，哭到黄昏时也没人搭理。母亲把裤子尿湿了，你去换一下。不是有丫鬟吗？你让我干下人干的事儿。丫鬟1个月要不少月钱，为了省钱，我把他们都遣散了。以后家里的活儿你来干。滚！董佩玉怎么可能听他的？那是你娘，她就是拉裤兜子里了，也不关我的事儿。说完，转身进了里屋。齐子明捏紧拳头，用力到指尖发白。叔叔，你说为啥齐公子会跟他的夫人打架呢？婶婶，孙寡妇婶婶说他跟齐公子是那个什么夜夫妻，这是什么意思呀？姨，伯伯，婆婆，哎，花婶婶。紧接着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大嘴巴花婶婶。花婶婶知晓，意味着京城所有人都会知道。好香的烤鸭呀！撕下鸭腿刚放到嘴边，一面跑来一个人，连腿带鸭，一把抢走了圆圆手里的烤鸭。喂，我的烤鸭！我的烤鸭！不出一日，说大招怪事儿特别多，今儿来说说这大作家。话说这齐子明与董家二姑娘董佩玉。说书的说起这件事儿时，那也叫一个座无虚席，连李承熙也忍不住去凑了热闹。回府时天色已晚，身后传来异动，不等他回头，一柄剑横在了他的颈间。没想到他连呼救都来不及，就要葬身于此了。负责灭口的黑衣人甩干净剑身上的血，眼神不带一丝波澜地转身回去复命。脖子被铁一般的手臂掐住。谁派你们来的？传言永定侯世子毁容残废，竟是假的。若不是听信了这句谣言，他们绝对不会那么冲动，选择在永定侯府门口除掉李承熙。可惜李承熙已经没救了。骤然听到一阵吧唧吧唧的声音，远远嚼着地瓜干经过他们身后。大哥，他还有气呢，能救。嘿，将软力输入他的伤口，不消片刻，伤口就渐渐复原了。黑衣人难掩震惊地看着这一幕。不是说永定侯府都是些老弱病残，不足为惧吗？林书义加重了手上的力道，说：“你先放了我，我再告诉你。”咔嚓，林书义利落地扭断了他的脖子。大哥，把他们丢到后山去吧，狼宝宝们都饿坏了，他们最喜欢吃坏人了。林书义却摇摇头，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瓶子。这可是什么？好吃吗？化骨水。原本化骨水已经失传，是他偶然之中找到了调配化骨水的原材料。长姐拿着材料试了几日，试出了配方，调出来后送给他。
刚好用到这里。我这是已经到地府了吗？为何地府跟侯府这般相像呢？恍惚间，他看到圆圆和林书义，眼泪顷刻间充盈了眼眶。世子，还有圆圆姑娘，能在地府见到你们，真的太好了。黄泉路上，咱们仨还能结个伴儿。我们没有死，今天是你的头七来的，你是特意回来看我们最后一眼的，忘了吗？李承熙惊愕的抬眼，脸色苍白如纸。我才刚死就头七了，都说天上一天，地上一年，这莫不成地府的时间也跟凡人不一样？哎，师生一场，麻烦圆圆把我房间枕头下面那个簪子拿出来送给你姐姐，我一定会在天上保佑她幸福一生的。你还是自己送吧，像你这么笨的人去不了天上的。唉，也不知道这个脑壳里面除了知识还剩什么了。李承熙再迟钝，也猜到自己其实还活着了，又有些难以置信。可我的喉咙都断了，流出来那么多的血，怎么可能还活着呢？哎，伤口呢？难不成我刚才是做了个噩梦？林书义同圆圆回了侯府，留他一个人在原地满头问号。大哥，你知不知道那些黑衣人到底是谁啊？赶来侯府惹事，真是活腻歪了。刺客组织玄衣门。他同圆圆简略说明了一下，玄衣门由门主以及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堂，堂主统领，手下刺客约莫300人，是群为了钱财无恶不作的穷凶极恶之徒，赏金昂贵，但经手的任务几乎从未失败。玄衣门的刺客会在肩膀上刻穷奇刺青。啊，那买凶杀承熙先生的那个人岂不是亏啦？一个刺客都了不得了，还买6个，那个人肯定很有钱。你知道是谁？安国公呢？上回他想软禁承熙先生，我炸了他们府上的茅坑，把他救了出来。这回肯定是来报仇的，不过就炸了一个茅坑，有必要生那么大的气吗？林书义觉得肯定不是这个原因，但幕后黑手应当是找对了的。这回失败，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承熙先生危险呢，圆圆倒是没当回事儿，专注地啃着手里的地瓜干。那个什么玄衣门，你居然在身上刻穷奇，上古凶兽可不是谁都能驾驭得了的，也不怕被反噬。圆圆姑娘，你睡了吗？哎呀，这是你今天晚上第36次叫我了，我都已经睡着了。你要是再出声，我真的要把你扔了哟。李承熙委屈地抿了一下唇，差点死亡的恐惧感萦绕着他，闭上眼睛就感觉有人盯着自己，害得他不敢一个人睡，跑去林书义那儿被冷漠无情地赶了出来，又去投靠林书言，只得到了他婉拒的眼神，只好来圆圆的元熙院找安全感，直接在圆圆房门外打起了地铺，生怕他睡着，留自己一个人胆战心惊。对不起，我不说了啊。他悻悻的不敢再出声，圆圆反倒睡不着了。睡不着了。要不去宫里找圆叶玩吧？半夜3更，圆叶趴在岸上批改折子。皇上，你最近睡得好不好啊？好。皇上，最近我们这儿的瓜特别甜。知道了。皇上，天气凉了。知道了。他问你最近过得怎么样，你怎么也回复知道了呀？圆叶已然习惯圆圆的忽然出现。小神仙，我好讨厌批折子呀，看到他们说的酸话，我的晚上都快吐出来了。那就不批呗。不行，皇叔回来知道我不务正业，是要打我屁股的。摄政王那么凶啊？超级凶的，非常可怕。小神仙，你最好离皇叔远一点儿，皇叔发火的时候是要吃人的。大巫
龟对大哥二哥就很凶，这样不好。你不睡觉吗？不睡了，再过1个半时辰就得去上早朝了，懒得睡了。那我睡啦。圆圆大啦啦地躺上了皇帝的龙床，睡得香喷喷。还以为你进宫是陪朕批折子呢，没成想就是找个地儿睡觉呢。次日圆圆睡醒时，圆叶已经不见了。好香啊，是肉包子的味道。小皇帝上早朝还给我准备了早膳呢。6个杀手全失踪了。安国公等了许久，也未等到李承熙身死的消息，按捺不住性子，亲自去了玄衣门询问。国公爷，您确定永定侯府不足为惧吗？您的谎报害得我们损失了6个弟兄，直至现在连尸骨都没找到。安国公一脸懵。我说的没错啊，3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2个学生，外加1个残废，好像还有1个小丫头。玄衣门稍微动动手指都能解决掉吧？严重怀疑这著名的刺客组织其实很无能，连几个老弱病残都解决不掉。可他们就是在执行杀李承熙的任务时失踪的。门主因此发了很大的火。那是你们无用，他们是怕了躲了起来了吧？这话惹了玄衣门众怒，刺客们带着杀意的眼神直直瞪向安国公。罢了，那些赏金算我做的慈善，不要了。什么破刺客组织，靠都靠不住，看来要想其他法子除掉李承熙了。圆圆吃完肉包子去外头散步消食，对皇宫熟悉的如同自家花园一般。驾，走啊！你现在是我的马，快走！咦，元灿这么早就起来调皮捣蛋啦？王爷，您真是英姿飒爽，好帅啊！旁边那个捧元灿的小男孩是安国公的嫡长孙王默轩，也是元灿的表弟。快点继续爬起来，哪有马跟你一样没用的？就是没用的马，还不如断了的腿。这个小胖墩怎么跟我也有亲缘线呢？我知道了，他是小皇帝的哥哥元硕。元硕生母出身卑微，是敬太妃的洗脚婢，被喝醉的先帝临幸后有了身孕。只是大皇子先天不足，一出生就是个痴傻的，常常被元灿欺负，因智力问题至今都没有封号。王默轩拿起棍子就要打在小胖墩腿上，被一股力量推开，连带着小胖墩背上的元灿也被薅了下来。元灿摔了个屁墩儿。谁敢打本王？是我，本姑娘打的就是你，你又在欺负人。又是你！上次本王大人有大量放过你，你竟然还敢来咒着本王！我好害怕呀！那英明神武的岳西王要怎么样才肯放过我呢？你跪下来给我磕头，磕到本王满意为止，本王才会考虑饶过你，不然就会像上次那样派人把你的烤鸭抢走。原来是你！圆圆放下手，想戏弄元灿的心情瞬间消失。我就说嘛，还有实干远口多时，气得我一下子吃了3只烤鸡，这次终于让我找到罪魁祸首了。元灿全然不知道有什么样的后果等着自己，还嘚瑟的不行。就是本王，怎么的？你怕了？圆圆冲到元灿面前，本想学着大哥曾经教给他的过肩摔他一下，跟屁虫王默轩眼疾手快拦在元灿面前，推了圆圆一把。妹妹没事？我没事呀，还敢让我受伤？我要是受伤的话，天都该塌了。妹妹可爱。他举起手时，衣袖落下，手臂上全是鞭伤，看得圆圆直皱眉。全都是你打的吧？他是你大哥本王才没有洗脚丫鬟生的大哥。袁术的生母当了他母妃10几年的洗脚婢女，要喊他为大哥，简直就是奇耻大辱。所以你就把他打成这样？没处理的伤口甚至已经溃烂流脓，看着都疼。
不知为何，看到圆圆的怒容，袁灿有些害怕。这大胖丫头生起气来，我怎么这么害怕呢？哦，摄政皇叔生起气来也是这个样子。哪里来的小臭虫，敢这么跟岳西王殿下说话，找死！袁灿忽略心中害怕的情绪，不过是厚颜无耻，赖在永定侯府的乡下乞丐，还美其名曰永定侯夫人的养女，真是可笑。他那日回皇宫后就派人查了圆圆的身份，乡下来的，怪不得敢打扰王爷的雅兴。井底之蛙，你若是跪下，边转圈边学狗汪汪叫，兴许王爷还能大发慈悲放过你。这两个小傻瓜在他面前说学逗唱的搞笑呢。圆圆终于出声了。你们两个什么来着？我想想。对，跳梁小丑，你们就是小丑。给脸不要脸！王墨轩长这么大，去哪儿不是被人哄着捧着，从来没有人敢这般嘲讽他，气得甩出鞭子抽向圆圆。圆圆根本没在怕的，也没想着躲，但身后憨厚老实的袁硕却猛地挡在圆圆面前，替他受下了这鞭。不能，妹妹疼。母亲跟他说过，身为男子汉要保护女孩子的。蠢猪，你还懂英雄救美呢？不会是看上这小乞丐了吧？不错不错，蠢猪配臭虫，天生一对。身侧的袁灿也露出了笑容。圆圆磨了磨虎牙，像只愤怒的小兽，冲过去顶翻了得意大笑的王墨轩，一拳揍飞了王墨轩的牙。我的牙！疼！王爷快救救我！若是袁硕没受伤，他还能耐着性子同王墨轩玩玩。可他最忍受不了的就是有人为了他而受伤。老虎不发威，你当我是小花猫吗？快放开本王表弟，他快被你打死了，快点松开啊！还有你，敢抢我的烤鸭，你自己不会买吗？我让你吃个够！抓起泥巴塞进了袁灿嘴里。放肆！听到动静的静太妃寻过来，看见这一场景，吓得几乎魂飞魄散。来人！灿儿，没事吧？他身旁的安国公世子夫人孟氏更是心胆俱裂。待会儿你跟我走，我帮你治伤。他喜欢这个哥哥，他要对这个哥哥好。袁硕望向圆圆的眼里，亮晶晶的眼睛满是崇拜。这个妹妹好厉害，真的好厉害！母妃，她欺负我，快把她打死！哎呀，我的灵儿啊！被揍成猪头的王墨轩已经彻底昏死过去。你为何要伤害我的灵儿？我儿子长那么大，受点风寒我都心疼的不行，只不过一时没在我身边，我儿子就被欺负成了这样。我杀了你！你有时间质问我，还不如快点叫太医来。你才是跟你儿子有仇吧？对，太医，快传太医！对，传太医，把他给本宫抓起来，五马分尸！太可笑了，实在是太可笑了！皇宫重地啊，有那么多的禁军把守，竟让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丫头把我的灿儿欺辱至此，今日不杀了他泄恨，我誓不为人！一个接一个，真是不让人安生。轻轻松松躲过禁军，推开静太妃，抓起袁灿。你母妃好像觉得你泥巴还没有吃够呢，要不再让我教训你一下？不要再伤害我的灿儿！你若是敢动他，本宫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母妃快救我！灿儿他不过是个孩子，到底哪里得罪了你？你要如此伤害他？他是顽皮了些，可孩子哪有不调皮的？我灿儿就是爱玩，性子活泼，除此之外也是很乖巧懂事的呀。那你问问他的大哥哥，他可不可爱？哪有孩子把自己的大哥哥当成马骑的？袁灿已经不是顽皮了，完全就是恶毒。静太妃继续灌下去，长大还了得？静太妃这才注意到圆圆身后懵懂的袁硕，
心头闪过一抹厌恶。我不是让他看好自己的儿子吗？怎么又放出来了？是存心要带坏我的灿儿吗？不过是孩子间的玩笑罢了。灿儿又不是1天2天这么玩了，他母妃还给我洗过脚呢。儿子当下大马怎么了？这是什么大事吗？哦，圆圆表示自己学到了。那我这样也是小孩子间的玩笑呀。我比岳西王殿下还小呢，太妃娘娘应该不会生气吧？听着儿子凄厉的惨叫，静太妃心都碎了一地。算本宫求你饶过灿儿吧！偏偏灿儿的命脉把持在圆圆手里，她根本不敢命禁军强行救人。那你向大王爷保证，再也不会欺负他们母子。好，我保证，若为此事，天打雷劈。静太妃想也不想就举起3指发誓，誓言是当不得真的，不过几句空话，总不至于真的招致天打雷劈吧。袁灿嚎叫时流出的口水差点滴到圆圆手上，圆圆嫌弃地松开他，还给了静太妃。你敢伤害当朝岳西王，把他五马分尸，杖毙，行抛落之刑，给本宫把全天下最毒的酷刑全都用在他身上。这是在做什么？参见陛下。陛下，这个丫头将灿儿害成这样，您一定要杀了她，替灿儿出气。许久不见的国师聂云吉立在圆叶身侧。云吉！聂云吉未发一言，抬手随意揉了揉圆圆的发顶。除了上次被罚打的20大板，圆叶还是头一回看到袁灿如此狼狈的模样，忍着想要上扬的嘴角：“你做的？你怎么能这样呢？”小神仙做的简直是太棒了！二皇兄这个混世魔王，以为全天下所有人都得让着他，无法无天。这下小神仙终于让他见识到世界的残酷了。陛下，灿儿只是在同大王爷玩耍，这姑娘就污蔑灿儿，说她在欺负大王爷。灿儿是您的兄长，秉性如何，您再清楚不过。她如此乖巧，怎会欺负旁人？请陛下明鉴啊！就是，他往本王嘴里塞泥巴，还把本王表弟揍的人都不认识了。小神仙居然还教训了王墨轩，小神仙出手就是不一样。我才不稀罕冤枉你呢！直接挽起袁硕的袖子，给袁叶看他手上的鞭伤。这些，还有这些，这里都是袁灿跟王墨轩打的。触目惊心的鞭伤横在袁硕手臂上，袁叶脸色微沉，眉头紧锁。大皇兄，真的是二皇兄同王墨轩打的吗？袁硕却听不懂这句话的意思，只一味地看着袁叶笑。弟弟。先帝未驾崩时，后宫有喜好奢靡的皇后掌管，他向来看不起袁硕母子，同静太妃沆瀣一气，克扣他们的丽银。只有袁叶会偷偷接济他们。袁叶登基后，他们母子的生活才好过了些许。只是袁叶日理万机，无法时刻关注袁硕，袁灿便经常钻空子欺负他。袁硕的生母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软弱性子，袁硕又什么都不懂，是以袁叶压根儿不知袁硕身上有那么多的伤。元宝带大王爷去太医署。他身上的伤不关我的事啊！袁灿觉得自己受了天大的冤枉，只有在骑大马的时候，袁硕不肯动，我才会用鞭子轻轻的拍拍他。他是真的不知道袁硕身上的伤是从哪儿来的。方才圆圆质问他的时候，他也是满头雾水。我再讨厌袁硕，再觉得他脏，他也是皇室血脉，我总不至于虐待他呀。圆圆仔细看了看他的神色，又掐指一算，他还真的没撒谎，是王墨轩。袁灿欺负袁硕时，王墨轩总在后头起哄，但凡袁灿有事离开，王墨轩都会用鞭子抽打袁硕。不可能，墨儿同灿儿一起长大，2个孩子都是同样的良善，你究竟是哪家的孩子？先是污蔑灿儿，再是栽赃墨儿，你是何居心？良善！我的天道老头啊，对同龄孩子恶语相向，用鞭子抽人那么娴熟，这在静太妃眼中还是良善这个词儿，自打造出来都没受过这样的委屈吧？陛下，您就由着他污蔑您的兄长和本宫的侄儿。他百思不得其解，陛下应当立刻派人杀了这以下犯上的丫头，为何还要听他的胡言乱语？那就先不劳陛下费心，
本宫现在就杖毙了他。再怎么说，我也是这小皇帝的庶母，杀个微不足道的小丫头，他还能把我怎么样？敬太妃宫中的太监上前捉拿圆圆，聂云集身形一晃，国师在，太监们畏缩不前。国师，这丫头将宫中搅和的鸡犬不宁，岂非是国师所言危害大昭国运的煞星？国师应当将她祭天。聂云集眼神淡淡，未曾理会敬太妃，倒是袁业皱起眉：什么煞星？圆圆可是我们大昭的福星。他今日便去观天楼问询了国师，国师说圆圆来历颇深，可保大昭安享百年盛世。福星？就这个黄毛丫头也配当大昭福星？太妃娘娘有何异议？不敢。话锋一转，即便是福星，本宫也无法任由他污蔑本宫的侄儿。若是墨儿伤人，下场就完了。他父亲最疼爱这个孙儿，他要保护好墨儿。母妃，跟他们说那么多干嘛？你去问问表弟不就行了？我还憋屈呢，要真是他打的袁硕，那我岂不是一直在替他背黑锅呢？岳西王说的对，袁业极少有赞同二皇兄的时候，但他真是迫不及待的想去看看王墨轩的惨样。敬太妃是怎么看的墨儿？有他在，旁人怎敢伤害墨儿？听闻儿子在宫中受了重伤，王导带着安国公火急火燎地进了宫。我可怜的孩儿，你受苦了呀！余光瞥见圆圆十分悠闲地出现在玉成宫门前，更是气不打一处来。父君，就是这个畜生伤的墨儿，就是他！这不是李承熙身侧的那个拖油瓶吗？怎么哪儿都有他？他娘的，敢伤老子儿子！一见到罪魁祸首，王导便连礼数也忘了，要一脚踢死圆圆。御前侍卫立马拦住王导：你要弑君！陛下，微臣是想给儿子报仇雪恨。袁业远远地瞧见了躺在床上的王墨轩，小神仙下手真够狠的，看着都疼，不过做得真棒。陛下，太医说墨儿起码要躺床上2个月才能恢复，您一定要为墨儿做主啊，陛下！孟氏是孝廉伯的女儿，性子泼辣，不准丈夫纳妾。她同王导只生育了王墨轩这一个孩子，平日里疼得跟眼珠子一样。若不是袁业还在场，她早就扑过去掐死圆圆了。臣妇10月怀胎，难产了3天3夜才顺利生下这个孩子，臣妇绝不允许有人伤害他。可是他不是你亲生的呀！你在胡言乱语些什么？墨儿怎么可能不是我亲生的孩子？我是他的母亲，我能不知道吗？陛下，您说他是大昭的福星，可哪有福星将我王家折腾得吵吵闹闹不得安宁？怕不是国师弄错了星象吧？这也就是聂云集不想掺和这些杂事，回了观天楼。若是他在场，敬太妃万万没有勇气说出这些话来。你敢胡言，信不信？我没有胡说。那你们看，王墨轩跟世子夫人长得一点都不像呢。说的是啊，儿子长开后，我父母也曾说过，墨儿跟我没有半点相似的地方。对了，墨儿在国子监上学的时候，那些同窗也说他不像我，我当时还拿扫帚教训他们来着。难不成？越想越不对劲儿，从自己肚子里出来的，怎么会一点都没继承到自己的长相呢？你说，墨儿究竟是不是我亲生的？你问我干嘛？他又不是我肚子里出来的，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吧？那为何墨儿跟我长得一点也不像呢？不会是你把其他女人生的孩子抱给我养了吧？你这个疯子！我在外面找女人，我都不敢留种，就怕你发疯。弟妹，你怎能听信外人的一面之词？他年纪虽小，但心机很重，肯定是在离间我们王家呢。王墨轩不是世子夫人生的，也不是世子生的。王墨轩不是世子夫人生的，也不是世子生的。我发现了，墨儿跟你长得也不像。难道说，相比儿子儿媳，安国公显然要冷静很多。不如滴血验亲。元宝端来一碗干净的水，用银针刺破王导和王墨轩的指尖，2滴血滴入碗中许久，始终未曾相融。
你倒是告诉我，王墨轩是你和谁的种？我还想知道呢。高人，是我有眼无珠，我对您不敬，麻烦您告诉我，我儿子呢？我儿子到底在哪儿啊？我当时我明明生下了一个孩子的。是你府上的那个奶娘拿自家的孩子换了国公府的小公子。岂有此理！请陛下准微臣将奶娘押来问询。奶娘的丈夫去世，独自带着孩子，孩子跟墨轩一边大。安国公念他可怜，便撮合了他和府上的管家，如今过得可谓是滋润。原叶面上虽不显，内心却激动大发了。有寿了！没成想刚下朝就能吃上那么大口的官，安国公府如珠如宝疼爱了7年的小公子，竟然是奶娘的孩子，真是太劲爆了。禁军很快拖着颤颤巍巍的奶娘来了玉成宫。我的儿子呢？你把我儿子弄哪儿去了？难怪之前奶娘对王墨轩那样好，好到他这个当娘的都自愧不如。奶娘见事情败露，不敢再瞒。奴婢身边的瑞儿，就是国公府真正的小公子。瑞儿？怎么可能是瑞儿？瑞儿她……无尽的恐惧与寒意淹没了孟氏。他不喜欢跟在奶娘身边的瑞儿，觉得那是下人的孩子，不配跟王墨轩一起玩。有一回，瑞儿无意间闯入了主院。瑞儿，谁让你来主院的？来人，赶紧把他赶走！切，什么阿猫阿狗都敢往主院跑。但瑞儿那孩子似乎从来没有记恨过他。暮春时节，他心血来潮想用露水烹茶。这是谁送来的露水？你给我在原地守着，看看这露水究竟是什么人给我送来的。丫鬟就这么守着，果真捉住了偷偷摸摸送来露水的瑞儿。原来是你！我是不会用脏手碰过的露水烹茶的，以后只管做好你分内的事儿，别总想着攀高枝儿，你不配。是少夫人。此刻的孟氏说不出现在到底是怎样的心情。我都干了些什么呀？你为了让你儿子享受荣华富贵，换走了我的儿子，那是我差点死在这床上才生下来的儿子啊！突然他又想起几日前发生的事。几日前，墨轩说瑞儿偷了他的金发带，我还把瑞儿长嘴20，送到宫里当了太监。让开！快！兴许还没有来得及净身，快去！王导也马不停蹄地追了上去。他崩溃之余，还没忘了向原叶告罪。微臣儿媳事出有因，冒犯了陛下，还请恕罪。没事。原叶看戏都看入迷了，哪儿还介意这种小事儿？跟着安国公众人就往净身房走。陛下，那地方晦气得很，您哪能去啊？这位公公说得对，那个我就先替陛下看看了啊。喂，小神仙能去看好戏，我就只能看那些酸得要命的奏折。上苍真是不公平。昨日安国公府送来的那个小孩呢？他还没有净身吧？奴才效率快，昨儿就弄干净了。他现在在左厢房养伤呢。紧跟过来的王导听到那句话，气得火冒三丈，恨不得打死孟氏。孟氏却连个眼神都没给他，忙不迭跑去左厢房，推开门，果真看到了躺在床上面色苍白的瑞儿。只这一眼，孟氏的眼泪再也忍不住。瑞儿的手上满是粗糙的老茧，跟王墨轩又白又嫩的手完全不一样。朦胧的泪眼中，他看到瑞儿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纸，那是他送瑞儿入宫前给的，说这是引荐信，可其实那就是他闲来无事抄写的佛经，拿来糊弄瑞儿的。可瑞儿却将他视作珍宝，牢牢地抱在怀里。我的孩子，你要是识字，就不会这么轻易的受骗了吧？墨轩的开蒙先生足足有3个，可瑞儿什么都没有。你平日里对我那么好，可是冥冥之中感知到了这缘分，
可我却蠢的什么都不知道。虚弱的瑞儿躺在床上，迷迷糊糊地说着胡话。少夫人，瑞儿没偷小少爷的发带，没偷。瑞儿错了，瑞儿的手脏，给您送露水的时候应该用帕子包。这些话像一柄柄利剑，狠狠地刺到孟氏心里。他痛得喘不过气来，余光中瞥见了圆圆，心里又生出希望。高人，你料事如神，又神通广大，你一定有办法的，对不对？求您帮帮瑞儿，我孟氏满门都会对您俯首称臣。是你亲手将瑞儿害成这样的，还惯得王墨轩无法无天、肆无忌惮地伤害别人。如果瑞儿不是你的孩子，你会后悔吗？这些都是你跟安国公府亲手造成的，所以只有你偿还了那些罪业，你的孩子才有可能恢复健全。无法无天，肆无忌惮，没错吧？我真厉害，一下子用了2个成语。程曦先生要是知道，肯定会夸奖我的。是啊，是我自己造成的。他亲手将孩子送入火坑，该死的其实都是他。多谢高人提点，我知道该怎么做了。你真把他带回府了？亲生儿子成了太监，王导心里也难受。可事情已成定局，安国公府怎么可能容忍一个身有残缺的嫡长孙？我方才已经跟父亲商量过了，决定将错就错。待会儿到陛下面前，你就说这死丫头跟奶娘弄错了。墨儿其实是我们王家的血脉，滴血验亲的水是被人动了手脚。只要他和父亲一口咬定是圆圆胡说，相信陛下为了安国公府的面子着想，不会太过计较。奶娘已经被当场砍头，接下来只要杀了那个圆圆，谣言便会不攻自破。那我们的孩子呢？还是送回宫里，咱们可以帮他打点好一切，想必他过得不会太艰难。比起已经成了太监的瑞儿，他更偏向王墨轩。王墨轩喊了他7年的爹，这份感情如何轻易割舍？而且他姐姐是太妃，必不会让瑞儿受太多苦。泽柔，你是不是在生气？孟氏只呆呆地看着瑞儿。我怎么会在生气呢？你是我丈夫，在家里我自然要听你和公爹的话。放心吧，我明日就把瑞儿送回宫里。王导没想到孟氏也有如此温柔体贴的时候。我们还会有孩子的，墨儿也是真心把你当她的母亲，你就当今日的事是一场梦，醒来便会把她忘了吧。梦，好啊。孟氏的态度依旧平淡，她似乎已经很疲倦了，没力气同王导周旋。对了，墨儿如今还在玉成宫养伤，那个死丫头污蔑她打伤了大王爷，明日你去宫里替墨儿解释解释，顺便把她接回府，切不可让她知晓真相。孟氏没再回话。你今日累了，我不打扰你，回自己院子睡。说着离开孟氏院子，却从后门溜了出去，找心爱的外室去了。孟氏枯坐在床边，眼睛都酸了，也不肯离开眼。回想自己过去对待瑞儿的恶劣行径，恨不得狠狠抽自己巴掌，心里无比的懊恼与自责。我到底应不应该告诉他我是他的娘亲？他会高兴还是会难过？也不知守了多久，瑞儿缓缓地睁开了眼睛。不要！瑞儿，别怕，你安全了，别怕啊！瑞儿恐惧得浑身颤抖。从前莫名觉得世子夫人很亲近，想要靠近她，对她好，可如今一看到她，就能想到板子落在嘴上的痛苦，下身剧烈的疼痛，以及那冷漠的眼神。我不敢了！救命！我走！害怕他情绪继续失控，孟氏连忙离开了屋子。我的孩子！王墨轩真的不是本王表弟啊！小声点儿，
这事难道光彩吗？幸好当时只有你外祖家和陛下在，这事儿传不出去，不然安国公府这脸可就丢大发了。王墨轩要真不是本王表弟的话，那就好办了。本王赶明儿就给他好看，明明是他打的袁术，却叫本王背了黑锅，真可恶！哼！说到这儿，静太妃也很不满。哎，王本宫疼了他那么久，竟是奶娘的种。哎，永定侯府那个死丫头怎么一点事儿都没有？她屡次冒犯本王，到头来还安然无恙。她难道比我岳西王还要尊贵吗？她把我跟王墨轩按着揍，陛下都没治她的罪，凭什么呀？凭她胖，凭她能吃？哼！陛下和国师说她是大昭的福星，区区一个福星的虚名就护了她周全。啊！就她那样，她还福星？哼！她要是福星，那我还是天道呢。怎么突然打那么大的雷？嗨，那既然陛下跟国师都护着那胖丫头，我还计较什么呢？谁叫她是大昭的福星呢？那个母妃，那儿子先去睡觉了啊。这就完了？静太妃却不想如此轻易放过圆圆。海棠，过来。她唤来自己的贴身宫婢，嘱咐了几句。宫婢听后连忙恭顺地退了下去。什么福星不福星的，敢伤我的儿子，都得死。哦，你今天也要留宿宫中呀？那你自己选吧。圆圆直接去了袁硕母子住的荣慧轩。一进宫门，圆圆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啊！林姑娘，荣慧轩简陋，委屈你了。太平娘娘，这不简陋。林姑娘不嫌弃就好。就是这种程度的话，她已经不能用简陋来形容啦。知道的说这是宫殿，不知道的还以为是闹鬼的冷宫呢。亏娘娘你跟大王爷还住得下去。这个还有我在林家村的爹爹跟娘亲都不穿有补丁的衣裳了，你们还不如他们呢。晚膳时发现桌上只有一小碟青菜，圆圆十分沉重地放下了筷子。好歹也是先帝的妃子，怎么能这样呢？咦，对了，太平娘娘，你们吃的那么不好，为什么大王爷还这么肥唧唧的呢？他刚出生的时候没人发现，等到陛下和岳西王都开蒙了，硕儿还是什么都不懂，这才查出他是天生愚钝。先帝命太医署用了不少方子，都没治好，反而用药过度，将硕儿弄成了这般模样。那之后，先帝便开始嫌弃他们母子。大王爷都被王墨轩打成这样了，还总被袁灿当马骑呢。硕儿都是娘没用啊！她当了静太妃10几年的婢女，对她的害怕与臣服早就深入骨髓。静太妃总以为是她勾引的先帝。那你怎么不去告诉袁烨呢？他要是知道，肯定会为你们做主的。那你怎么不去告诉袁烨呢？就算是去了，又能怎样呢？静太妃家世显赫，就算陛下知道，也不会奈她何的。只是可怜硕儿，有我这么个没用的母亲。对了，林姑娘，这床被褥厚，你盖着啊，别着凉了。不用，我可热乎了。娘亲说我就是个小火炉，不用盖厚被子。静太妃屋里的蜡烛熄灭后，圆圆去找袁硕。咦，他肚肚里怎么有那么多相克的药呢？好啦，接下来你只要正常吃饭，就会变成小瘦子啦。还有你丢失的那一魄，我也帮你找回来啦。用不了多久，你就是一个正常的小孩啦。次日，舒太平给袁硕换药的时候，怎么回事？那些皮开肉绽的伤口，怎么会在一夜之间都长好了呢？太神奇了！大概是太医的药效果好吧？是吗？若真如此，那得好好感谢太医才行。早膳照例寒酸，只有3碗白粥。等一下，怎么了？姐姐，要不你先来喝一口吧？奴婢怎敢用王爷和太平的早膳呢？哎，不要客气，喝嘛。太
太平娘娘，若无事，奴婢去打扫落叶了。她转身想走，圆圆手指轻轻一勾，她便猛地摔倒在地。圆圆随即把白粥喂了进去。粥里有毒，有人要害我们母子。圆圆干脆利落地点了小宫婢身上的2处穴位，阻止毒素继续蔓延。她还没说受谁指使，还不能死。麻烦帮我看好舒儿。随即转身就跑出了荣慧轩，她要见陛下。太妃娘娘，您有什么事，奴才帮您。滚！很快便来到了勤政殿，请陛下为本宫母子做主。舒太平跪倒在地，面色苍白地将方才的事情说给了元烨。把那个下毒的宫婢带过来。谁指使你的？哇，元烨这肃穆威严的样子，还真的有点皇帝的气概呢。小宫婢不敢欺瞒皇上，是敬太妃身边的宫女海棠，让奴婢将砒霜下在荣慧轩的早膳里。敬太妃记恨了舒太平这么多年，为何要选今天下手呢？今日荣慧轩只有一件事与以往不同，那就是圆圆住进去了。难道敬太妃的目的其实是圆圆？只一个眼神，元宝便明白了元烨的意思，连忙去请了敬太妃以及海棠。海棠，荣慧轩的宫女说你指使她毒害舒太平母子，你可知罪？这帮人是怎么做事的？请让他们3个都活了下来。冤枉，奴婢冤枉。冤枉吗？元宝，把东西呈上来。陛下，这是奴才带人从海棠姑姑的房间里搜出来的，其中1包已经被冻过。海棠绝望地闭上眼睛。的确是奴婢下的毒。奴婢恨舒太平还是宫女时，明明屈居奴婢之下，却一跃成为了先帝的妃嫔。奴婢不服。敬太妃面露失望与无奈。陛下，若海棠真恨我至此，她怎会等到现在才下手？若是背后无人，她根本没有这样的底气，敢对本宫和大王爷下手。本宫和海棠都是安国公府的家生奴才，海棠全家都在安国公府当差，她自然要保住全家的性命。舒太平，你的意思是本宫想要毒害你和大王爷？本宫与你无怨无仇，何必害你？他跟舒太平认识了20余年，自然清楚舒太平的懦弱，算准了舒太平不敢在陛下面前公然指责他。无怨无仇？太妃娘娘不一直认为是嫔妾勾引的先帝吗？暗中授意内务府欺辱嫔妾和大王爷，嫔妾不敢与您争，便一让再让。可娘娘不该害我孩子的性命。敬太妃咬紧牙关，若不是元烨在场，她恨不得掐死舒太平。敬太妃欺负你们母子了？为何她从未听说过这件事？对呀，昨天我在荣慧轩一点都没有睡好，大王爷住的地方连冷宫都不如呢。风一吹，屋里呼呼呼呼的，可冷可冷了，而且连肉都没有，只能吃青菜。圆圆深深吸一口气，把肚子一缩。你们看，我都饿瘦了。你瘦？你哪有脸说得出这种话？你胖得跟圆球似的，扔出去都能撞翻好几个人，就你这样还瘦？内务府是怎么办的事？敢怠慢太平和大王爷，全部打发去慎刑司。他更生气的是，这些事他从未耳闻。唉，若是我能时常去看看大皇兄，大皇兄也不会受到这么多的委屈。敬太妃隐在衣袖下的指甲嵌进了掌心里。这个贱婢，竟敢在皇上面前戳穿我！等此事了结，我要让这贱婢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陛下，下毒一事真的与太妃娘娘无关的，陛下，是奴婢一人所为。元烨的表情显然说明了他不信任海棠的话。先押去慎刑司。喂，大想咬舌自尽。准备塞进嘴里的花生米赶紧扔进他嘴里，卡住他的牙齿。元宝吩咐太监们用布堵住海棠的嘴，带了下去。陛下是在怀疑本宫？敬太妃到这时还算镇定。元烨默认，陛下如此会寒了安国公府的心。元烨差点笑出声。喂，他在用安国公府威胁朕九五至尊，惩治一个害人的太妃，还用得着看安国公府的面子？陛下，
安国公府世子夫人孟氏求见。让她进来。敬太妃心中得意，定是父亲听闻我在宫中受了委屈，叫弟媳来给我撑腰来了。谁料孟氏进来后看都没看敬太妃一眼。陛下，臣妇要告发安国公府世子王导求为舞弊，买通监考官，有违科举公正。懒洋洋看戏的原烨正襟危坐，凌厉地盯着孟氏。陛下，本宫弟弟绝不可能舞弊，是这毒妇污蔑本宫弟弟。敬太妃从未如此害怕过。科举舞弊可是要杀头的大罪，历年科举中脱颖而出的学子皆会入朝为官，是大昭的国之根本。就算陛下年幼，行事尚且仁慈，也绝对不可能允许有人用非常规手段染指科举。孟氏这是要置安国公府于死地呀！陛下，孟氏嫁进王家后，一向与本宫弟弟不和，时常与本宫弟弟爆发争吵。秋为过去1月有余才来告发，定是居心叵测啊！怎么回事？她虽然任性泼辣，但也是向着婆家的，为什么会突然来这么一出？居然告发自己的丈夫，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听着敬太妃的厉声辩解，孟氏神情不变，从怀中取了2样东西。这是安国公府的账本，里面记录了王导贿赂监考官的所有账目，以及王导同监考官的书信往来，皆是王导亲笔所写，请陛下过目。只看到这2样东西，敬太妃便吓到6神无主，急欲昏死。原烨抿紧唇，翻开账本与书信，怒而一掌劈在了案上。看见他惊慌失措的模样，舒太平心里有大仇得报的快意。摄政皇叔曾带我出去看过，寒门学子条件如此艰苦，还在坚持读书，有的甚至白日里做工，下工后再回来学习，每日睡觉不足2个时辰。科举算得上他们出头的唯一途径，可还有胆大包天的，竟敢舞弊，完全不把律法当回事。原烨这回真的是生了大气。王导以及收受贿赂的监考官赐斩首，安国公削爵，安国公府其余众人全部流放。不过短短几个时辰，他便由尊贵无比的国公府嫡女变成了大昭罪人。命运给予他的打击还不够，海棠赐五马分尸，敬太妃为主无能，打入冷宫。他只短短几句话就决定了在场众人的结局。敬太妃生无可恋地被人拖了下去。你还有话要说？恳请陛下允罪妇与王导和离。小高人的话点醒了他，先赎罪再行善，一定要让上天看到他的诚意，救救他的儿子。原烨眼珠子转了转，余光里圆圆正微微颔首。那好吧，念你举报有功，大义灭亲。罪妇叩谢陛下。陛下，罪妇同样可以证明是王默轩打伤了大王爷，大王爷身上的鞭痕与王默轩的鞭子完全吻合。王默轩伤害皇族子弟，同样被判了极刑。至于你，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就罚你去往边关苦寒之地，剃度出家吧。谢陛下。这也是孟氏心中所愿，她可以终生待在寺庙，为父母和孩子祈福。孟氏从宫里出来时，恰巧遇上了被禁军压着的王默轩。王默轩一见到他就跟疯了一样。为什么这么对我？为什么这么对我？我要死了！我是你的亲生儿子，你为什么想杀我？我恨你，恨死你了！此刻孟氏的心情说不出的畅快，一想到王默轩夺走了本该属于瑞儿的全部，他就只有恨意。没错，你是不知情，但你身为利益获得者，也要受到跟奶娘一样的惩罚。你才不是我的儿子，你是奶娘的儿子。你在说什么？我是安国公府的嫡长孙，瑞儿那个狗杂种才是奶娘的儿子。你再说，我就割了你的舌头。禁军面无表情地拖走王默轩，王默轩吓得失禁。娘，你救救我，求您了！娘，救命啊！还记得你刚学说话那会儿，会的第一个词就是娘。可惜，这是我最后一次听见你喊娘了。泽柔去宫里那么久，怎么还不回来呢？父亲，您就放心吧，许是同太妃聊天耽误了，不是什么大事儿。来人，吩咐下去，
准备一桌子好饭，待夫人和莫尔回来，咱们吃上一顿团圆饭。话音还未落，禁军就来了。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安国公府王导科举舞弊，罪无可赦，为正国法，以儆效尤，将王导即刻押赴刑场，斩首示众。安国公府全族流放，钦此。爹，你想想办法，我不想死啊！这一切都是我害的呀，都是报应啊！爹，娘，麻烦你们帮我照顾好瑞儿。远去边关的路上，孟氏不放心地嘱咐孝廉伯夫妇，他并没有把瑞儿送进宫里，而是送去了父母家。不必告诉他我是他的生母，只是你们收养了他便好了。我不想让瑞儿知道他有一个这么恶毒的母亲。孝廉伯夫妇心疼女儿，连连叹气。瑞儿是我们的外孙呐，我们会照顾好她的。对了，永定侯夫人养女林媛媛林姑娘对我有恩，麻烦爹娘多多帮我报答她的恩情。告别哭得伤心不已的父母，孟氏坐上了去往边关的马车。也不知在路上行了多久，越往边关去越冷，平稳行进的马车突然停住。前面是什么人？哦，那是成军，驻守边关的成军。我记得好像是由摄政王袁彻统帅的。漫天飞雪中，身披盔甲的禁军气势磅礴，个个表情肃穆凌厉，行进时阵容整齐到连成了一条线。他只看到了骑马在最前头的摄政王的侧脸。他就是摄政王？奇怪，明明是第一次见，却为何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在哪儿见过呢？啊，对，是小高人。小高人的侧脸和摄政王是有几分相像呢。摄政王已经远去，兴许是巧合吧。走吧。哇，好香啊！真不愧是福瑞斋。瑞，怎么感觉好像忘记掉了什么事情啊？对，孟氏以迷途知返，检举了安国公。圆圆应他所愿，去孝廉伯府找瑞儿。嘿，孝廉伯府，有人吗？有人吗？大门刚打开，他便冲了进去。这哪里来的小丫头？风风火火的，这是做什么？该不会是寻仇来的吧？他很快找到瑞儿，在瑞儿的肚子上拍了一巴掌。好溜！我现在要排队买栗子酥去了哟。哎，你做什么呢你？差点给孝廉伯吓个半死。猛然无知的瑞儿身体有些异样。孝廉伯把瑞儿带回后院。瑞儿居然完好如初了，真是太神奇了！神仙呢？小神仙呢？老夫跪谢小神仙。而他口中的小神仙却已经站在了糕饼店的门口。我先来的，我要4个栗子酥，5个枣泥酥，再来6个芋头丸子。满载而归的圆圆刚回永定侯府，却撞见宁氏穿得极为喜庆，面色颇为愉悦地出门。娘亲，你这是要去参加婚宴吗？自从上回去了齐子明和董佩玉的婚宴后，圆圆就爱上了看人家成亲。闻言，宁氏晦暗不明地笑了笑。是喜事，不过不是婚宴。昨日林丽文纳了尤静茹和江楚真进门为妾，这两人在客栈待了一晚。穿着粉红色的嫁衣从后门进了宅子。他身为正妻，要过去受这两人的敬茶，也想看看这3人过得如何，是不是异常的精彩。我也要去。圆圆连忙随着宁氏一同去了青雨巷。请主母喝茶。同样都是妾，尤静茹老老实实敬了茶，江氏却不敬。我不敬茶。我这老姐姐又在作妖了。不敬茶显得你与众不同，独树一帜呗。
你身为妾室，真的不给主母敬茶？1月前，我是侯府主母，执掌钟馗，你见了我都得客客气气的打招呼。如今我虽然成了庶民，但到底出身名门，怎可给你下跪？给了你机会你不要，那就别怪我了。哦，只一个眼神，身后的知夏上前踹中了姜氏的膝盖窝，姜氏猛地跪倒在宁氏面前。虽说我们不住在一处，但该遵守的规矩可不能违反。你见到我应该称为奴婢，你口口声声出身名门，却连这点规矩都不懂，那今日就好好给你立立规矩。虎落平阳悲犬欺，连上不得台面的商女都敢在我面前耀武扬威了。这回你可满意了？满意？你与我丈夫通奸，珠胎暗结，生下孽种，报给我养。大伯还在世，你便背叛他，一桩桩，一件件，只给我敬个茶，可不能抵消。事已至此，我百口莫辩。咦，我百口莫辩，我出身名门。咦，我百口莫辩，我出身名门，我人淡如菊。你还能有什么新鲜词儿吗？你跟侯爷倒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了，可惜你们的好女儿瑶瑶还在老家宅子里受苦呢。又不是我不想把女儿接过来，是老夫人不愿，我能有什么办法？父母根本不在乎我，陛下移出我的官籍，父母却未曾想过反抗，软弱的同意了。如今商女都能随意威胁欺凌我，这一切都是拜我父母所赐。你想用瑶瑶来威胁我，可我偏不受你的威胁。母亲曾让太师府的小厮来找过他许多次，说病重想见他，还让小厮带来了不少银两，他通通拒绝了。是父母先不要我的，我绝不会受嗟来之食。宁氏无语至极，甚至有些想笑。他懒得再浪费心思同姜氏掰扯，而是有些好奇，今日尤静茹怎的如此寡言。老老实实，宁氏招了招手，之下呈上来2个精致的木盒子。既然你们成了侯爷的妾，那便是一家人了。这是本夫人送给你们的见面礼。宁氏出手很是豪迈，送给尤静茹的是一副翡翠头面。尤静茹浅淡笑了笑，不卑不亢地接过了。谢主母。倒是姜氏始终微微昂着头，不看那个盒子一眼，一副视金钱如粪土的模样。直到之下把盒子怼到他眼前了，他才勉为其难地打开，里头是一只做工精致的金簪。这簪子是侯爷当年亲手做了送给我的，今日便转赠给妹妹你，拿着吧。林立文不是说从未对宁氏产生过情意，为何还会亲手给他做金簪？他都未曾亲手给我做过什么。江姨娘，奴婢亲手给您戴上。他取出金簪就要插入姜氏的发髻，剧痛袭来，手腕忽然被一股重力打到，金簪被打飞出去。宁景云，你这是做什么？为何要把金簪送给真儿？他走进来时，看到之下把那翠了砒霜的金簪戴在姜氏头上时，吓得6神无主。宁景云怎能如此恶毒？是想害死真儿吗？侯爷，妾身只是把侯爷送给妾身的金簪转赠给了江姨娘，侯爷何至于如此生气呢？你之前不是说金簪丢失了，为何又找到了？这个毒妇就是不服气我和真儿在一块儿，总是找各种理由和方法来拆散我和真儿。离开永定侯府真是太正确了，留下来迟早会被这个毒妇害死。看林立文身上还穿着那件染了疫病的衣裳，宁氏心中暗爽地按下步表，妾身弄丢了侯爷的心意，愧疚万分，特意差人找了回来，给侯爷惊喜之余，也想祝侯爷与2位妹妹和和美美。妾身做错了什么？侯爷，您做得太过了。夫人对江姨娘一直客客气气，反倒是江姨娘看不起夫人的出身，没大没小的。夫人不计前嫌，还送那么贵重的簪子给江姨娘，你怎能如此待她呢？这番话说的林立文有些惭愧，芸娘并不知道金簪中含毒，定是好心才把金簪送给真儿的，是他冤枉芸娘了。你真的对芸娘无礼了？满堂所有人都在针对他，姜氏心如死灰。我百口莫辩，既然林立文不相信他，他也不稀罕。
真儿出身书香门第，向来循规蹈矩，今日怎会如此无理取闹？必须正正加封了。给夫人道歉。我没错，为何要道歉？你说好要守护我一辈子，那些海誓山盟全都是谎话吗？才刚进门就不站在他这边了，以后还了得？姜氏心里生出浓浓的失望，也不告辞，直接回了厢房。林丽文也没想到姜氏竟一点面子也不给他。当初温柔似水的真儿，何以变得如此蛮横？侯爷，姜姨娘生气了，你还不快去哄哄？一点小事就要我哄，将来还得了？不管他。你为何会帮我说话？哎，表姐，其实我该跟你说一声抱歉，我以前做了太多对不起你的事，这些年我一直在舅舅面前说你坏话，其实都是因为我太嫉妒你了。我不要的夫婿同你成亲以后变成了永定侯，我家道中落，父母离世，而你却过得顺风顺水，一家人其乐融融。我这一辈子总是在嫉妒戕害别人。看着宁氏复杂的眼神，尤静茹又笑了一声。你不必再想我是不是转性了。自从没了孩子之后，我一直在思考，这些年纠缠林丽文不放，到底得到了什么？我既得不到她的爱，也得不到名分，就连这妾室的身份都是她为了江楚真顺带给我的。我现在只是有些后悔，若是能踏踏实实的同前夫家过日子，不去幻想自己得不到的东西，也不会落到今日这般人财两失的地步。宁氏对这个表妹没有太多亲情可言，听到这番话也是有些感慨，但并不代表会原谅她。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做？我想让她给我的孩子陪葬。我不恨你，也不恨江楚真，只恨林丽文祸害了那么多女人。她若是不爱我，就不该接受我，不该给我希望。我的孩子在那边太孤独了，他一定很想爹娘吧。再者，我倒还想见识见识他对江楚真的爱到底有多坚固。你好自为之吧。其实尤静茹想报复林丽文，她是喜闻乐见的，姐妹一场，就只能祝她成功了。目送永定侯府的马车远去后，尤静茹走回正堂，就听见了林丽文的剧烈咳嗽声。茹儿，快把我请大夫！林丽文脖子上的皮肉都被他挠破了，因为呼吸困难而面色涨红，哇的一声呕出了一大滩血。尤静茹就这么静静看了一会儿，听他咳嗽的都快失声了，才去找大夫。林丽文再醒来的时候，看到的就是哭得梨花带雨的尤静茹。侯爷，您终于醒了，都快吓死奴婢了。我这是怎么了？您染上了疫病，高烧不退。疫病？我一直待在府中，没出去过，怎会染上疫病呢？侯爷醒了便好，您躺了整整9日，明日便是上元节了。尤姨娘一直在床边衣不解带地照顾您，人都累瘦了。林丽文见尤静茹眼下是有明显的青黑，感动不已，没想到茹儿竟这般在乎自己。侯爷，我就是心疼你。熬夜看画本熬出的这双黑眼圈，今日倒有了用处。这寸草鸡可真是太好看了，这男主人公不知道接下来要干什么呢？好期待后面的情节呀。真儿呢？他怎么不在？大病初愈，没看着心上人，林丽文不太痛快。江姨娘怕被传染，没来过。翠兰，不要胡说，姐姐毕竟是养尊处优长大的，哪会伺候人呢？侯爷莫怪姐姐，她也是很关心侯爷的，会经常把奴婢喊过去问侯爷的情况呢，也是很劳累的。林丽文脸色非但没有改善，反而更加难看了。不过问几句话，有什么好累的？我都病成这样了，真儿居然一眼都没有来瞧过，她心里到底有没有我？姜氏也很担心林丽文的病情，只是他做不出伺候人的下等事，只每日带着布巾去陪林丽文。林丽文苏醒时，他刚走没多久。侯爷醒了。侯爷让我把这些衣裳全部烧了，防止这疫病继续传染人。姜氏站在一旁不好意思不做事，便随手拿起几件衣裳准备丢进火里。这件可不能扔，这是夫人亲手给侯爷做的，侯爷可宝贝了呢。姜氏闻言却沉了脸。
不烧，怎么阻断传染源头？说着，手脚利索地扔进了火里。林立文躺在床上，越想越不对劲儿。难不成他那衣裳上面动了手脚？妻子残害丈夫，那可是重罪。想通这件事以后，连忙跑出来找那件衣裳。等等，那件灰青色的衣裳呢？你们没有烧掉吧？哎，刚刚被江姐姐烧了。我说了不能烧掉的。你为何要烧？你知不知道？你就那么舍不得你妻子送给你的东西？江氏清润的眼里带着浓浓的失望。你既然爱他，又为何要陪我一起被赶出永定侯府？你居然因为一件衣裳来质问我，实在是太可笑了。因着方才的事，林立文本就对江氏有气，他做错了事不但不知悔改，反而反咬一口。你简直不可理喻！我一向都这样，你后悔了？明明说过，不管我变成什么样子，你都爱。原来都是你的谎言。江氏只觉得寒心，失望地看了林立文一眼离去。林立文只觉得自己刚好的病又要卷土重来了。明明是他做的不对，怎么反倒成了他的错？侯爷莫气，这江姐姐或许是看侯爷如此珍惜夫人送的衣裳，吃醋了。还是你够体贴。江氏回房后，在床边哭坐了许久，他在等林立文来向自己认错道歉。可直到天光乍泄，林立文都还没有来。原来等一个人，等到天亮，是这种滋味。今日是上元节，青雨巷的宅子里却格外冷清。林立文和尤静茹坐在桌前，面前是久违的荤菜。侯爷，你就别生气了，江姐姐那样也是在乎你呀。今儿咱们这一家三口呢，好好坐在一起吃个饭，过个节啊。哎，你说的也是，真儿毕竟不知道那件衣裳的重要性。等真儿来了，我好好跟他说说。他怎么还没来？奴婢去请过江姨娘了，可是她不肯来，叫了好几回，都只有2个字：不吃。经过尤静茹一夜的抚慰，林立文本存了几分愧疚，可如今他原本熄灭的火气又重新复燃。几次三番不给他面子，江氏实在是做得太过了。他不吃就不吃，饿死他了事。怀着满腔怒火说了句气话，却又被走到正堂边的江氏听了进去。他实在饿得慌，小丫鬟给了他几次台阶，他才不急不缓地顺着下了。没想到听见了林立文的真心话，他急急忙忙别开眼，不敢再听，落寞无比地静静离去了。走在街上饥肠辘辘，老板，给我一个包子。你就是那个背叛丽萍将军的人，去，我们家的包子不卖给你。把铜板扔给了他。江氏看着地上的铜板，想捡却又不能捡。庶民，我乃太师嫡女，岂能同你们计较？可是真的好饿呀！他的肚子饿得叫出了声。老板，给我一个烤红薯。啊，疏影。林疏影笑意盈盈的神情变得淡漠。他没想到能在街上遇到江氏。江氏从前不稀罕来街上逛，甚至也不许他逛。有事吗？冷淡的话语像一支利箭，射入江氏的心脏。对不住，母亲，没有办法陪在你身边。你在永定侯府受苦了吧？老夫人和宁氏对我恨之入骨，又怎会善待于你？不劳您牵挂，我过得很好。叔母把我当成亲生女儿那般照料，比您更负责。你叔母是商女，手段高明，她对疏影和瑶瑶好，不过是为了让他们来伤我的心罢了。为了报复不择手段，我可不屑于学。您不必讽刺叔母的出身，在我看来，叔母要比您光明磊落得多，起码她不会嫁给自己的小叔子当妾。江氏难以置信地望着他，我让你读了那么多书，你竟学会了这种脏话，这是侯府嫡女能说出来的话吗？定是宁氏那个混迹市井的商女带坏了我的女儿。林疏影不想再同江氏浪费口舌，径直离开时，却瞧见了太师府的管家。表姑娘，老夫人回光返照了，太师，请您去瞧老夫人最后一眼。走，快走！
大小姐，您也跟奴才一起回府吧。这是不是你们的计策？就是为了让我回去见他？林疏影差点被他气笑。要不是外祖母心心念念都是您，我真的不愿与您同乘一辆马车。外祖母，外祖母！江氏双腿有些发软，在门口磨蹭了许久，直到听见里头一阵高过一阵的哀痛哭声，他这才如梦初醒般冲进了院门。母亲，母亲，母亲！把他给我拖出去，别叫他扰了夫人安息。凭什么让我出去？我为母亲守孝都不成吗？你还有脸回来？你母亲死前念着你，派人去寻了你好几回，你都不肯来，不孝不悌，凭何守孝？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啊！我怎么知道他是真的生病了？要不是怕你给我脸色看，我怎么可能不回来？这能怪我吗？你母亲会用咒自己的方式来骗你吗？她是带着遗憾去的呀。想到发妻吊着最后一口气，还在念叨江氏的名字，江太师老泪纵横，对江氏的怨恨也就更深。他清白了一辈子，怎么就生出这么个女儿？都怪婆母，若不是她执意要惩罚我跟林丽文，母亲怎会在大庭广众之下低声下气地求她饶恕？若非如此，母亲的病不会加重。还有父亲，当初林丽萍阵亡，你们为何不强硬些把我带走？我说不回，你们就不带我回来了吗？当初你们要把我带回来，就不会发生后面的事了。你们个个都是害死母亲的幕后凶手，你为什么不派人把我强行绑回家？这样我就能见母亲最后一面了。你们能不能别吵了？娘刚走，你们是要她死了也不安生吗？这有你多嘴的地儿吗？要不是你赌钱欠了那么多银子，让母亲操心，她的身子也不会差成这样。那也比你跟你小叔子做那等阿杂事强。托我这个好姐姐的福啊，我如今去哪儿都要被人耻笑。本来我已经替儿子找了一门体面的亲事，可女方家人听闻他的姑姑就是你，连忙悔了婚。你身为姐姐，身为姑姑，你做事之前为什么不替自己的家人考虑考虑？林淑颖守在江老夫人床边，只觉得心寒，真是可笑。外祖母刚走，你们就只顾着相互指责推卸责任，这是要让外祖母在九泉之下也不能安宁。外祖母若有来生，不必再为太师府操劳了，照顾好自己才是天下第一要紧的事。太师府因老夫人去世一片愁云惨淡，外头却热闹多了。上元佳节华灯初上，街头巷尾张灯结彩。哇，你的荷包好漂亮呢！你的也不赖啊，那么精致的荷包是要送给谁呢？我呀，一定要送给我最喜欢的男子，没羞没臊，还说我呢，你不也是吗？上元节同样也是萧齐营最为忙碌的日子，他们得维护好城中的秩序，以防突发事故。袁以恒身穿劲装，在护城河边巡视。一位面色娇红的妙龄女子垂眼将自己的荷包递给了袁以恒。我不。袁以恒正想着出言拒绝，却看见一大群闺秀纷纷然走到他面前，争先恐后的要把荷包送给他。狮子，狮子，拿我的，拿我的，狮子是我的，拿我的，拿我的。不对呀，我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受欢迎了？是什么人让你们把荷包送给我的？那姐姐，这个金豆豆送给你，你可不可以把荷包送给那边那个穿红衣服的大哥哥呀？我就说怎么同时有那么多闺秀看上我，原来是你在这儿搞鬼啊！说干嘛给我找麻烦？是晋王妃伯母说世子哥哥一直都没有心上人，怕世子哥哥有什么顽疾，我才想助世子哥哥
一臂之力的。那么多漂亮姐姐，万一有世子哥哥喜欢的呢？唉，靖王妃伯母说她抱不上孙孙，愁得饭都吃不下，觉都睡不着呢。那大早上吃了2碗面加一屉包子的人是谁？一脚把我父亲踹倒的人又是谁？母亲说这话就不害臊吗？靖王妃伯母还觉得是靖王伯伯把隐疾遗传给了世子哥哥你呢，所以叫我来帮哥哥看看呢。别，我可用不着。你小姑娘家家的，一天脑子里究竟在想些什么呢？哪个姑娘家家？咱们世子殿下也有心上人了？没有心上人，只有心上宝宝。圆圆打量了一下忽然出现的姑娘，长相较为平庸，但竖着高马尾，有种洒脱的飒爽。姐姐，你是谁呀？这姑娘利落地朝他一拱手：赵国公府赵从阳。赵国公府，那不就是娘亲的婆婆家吗？说来都在永定侯府住了好长时间，还没有见过娘亲的婆婆呢。大忙人，许久不见，就不知道跟兄弟我说说话？远远看出来世子哥哥本不想搭理赵从阳，便道：其他姐姐都在找自己心仪的男子，赵姐姐不去找吗？嗨，我可干不来这种娘们唧唧的事儿。我的手是用来杀敌人的，可不是用来拿那些酸里酸气的绣花针的。那赵姐姐看不起拿绣花针的大家闺秀吗？应当是没人敢这么当面问过赵从阳。他愣了愣，转过眼去问袁以恒：你这妹妹可真够直爽的呀。袁以恒脸上没什么表情，靠在马车边，也不正眼看赵从阳。我妹妹是真直爽。赵从阳似乎是没听出来袁以恒的言外之意。没看出来，你还是个妹妹奴，我都有点想当你的妹妹了。你比我大。赵从阳比袁以恒早2个月出生，这还用得着你提醒我？你去年的生辰礼物还是我亲手做的，我是真没学过女孩子的那些东西，差点把我的手扎破呢。今年可没有了啊，最多陪你喝酒吃肉，策马奔腾。生辰礼我退回去了。他学了父王勤俭的品质，一般不收贵重的礼品，但是赵从阳送的，他是真心不想要。赵从阳佯装生气地瞪了袁以恒一眼：嗨，我承认我做的是不好看，但你就这么退回去，也太不把你爹我的心意当回事儿了吧？不请我喝城北酒馆的烧刀子，我是不会原谅你的。他是真的看不出来世子哥哥不想理他吗？还是看出来了，装作没看见呢？就这么强行聊天，简直尴尬的不要的。世子，一道柔弱的声音传来，远远循声望去，看到一个穿着海棠花裙的姑娘，脸颊因为害羞而粉粉的，很是可爱。她纠结许久，双手捧着荷包递给袁以恒：请您收下。没成想见着他，赵从阳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你也想来凑热闹啊，赵子涵？圆圆的视线在他们中间转来转去，满脸八卦。你们认识吗？怎么不认识？就是他把我堂妹赶走了。赵从阳是赵国公府大房的嫡女，前段时日查出来2房的姑娘出生时被报错，不是赵家亲生。赵国公府找了许久，才把赵子涵找回来，把原来的2房姑娘送回了亲生父母家。但赵从阳很喜欢那个小堂妹，认为是赵子涵回来，他小堂妹才迫不得已离开的，所以很不喜欢赵子涵，处处针对他，不给他好脸色看。赵子涵听了赵从阳的话，脑袋垂得更低了。看他这窝囊的模样，赵从阳更不耐烦了。我告诉你啊，你可不许接他的荷包，接了爹跟你急。身为我的兄弟，必须跟我站在统一战线，跟我讨厌一样的人。赵子涵一直举着手，闻言缩了缩。姐姐，我喜欢这个荷包，好漂亮呢，可以送给我吗？赵子涵对圆圆露出感激的笑，点了点头。这么难看的荷包你都喜欢啊？我用剑绣的都比这好。袁大世子，你这妹妹的眼光不太行啊。菠萝白菜各有所爱，我眼光行不行，关你什么事呢？是萝卜白菜吧？你这就生气了？没必要吧？我就是心直口快，得罪了你，你别介意啊。我觉得你好装，
是个神经病，我也心直口快，不要介意哦。赵从阳快在心里把圆圆戳死了，但又不能跟个小孩计较，更何况她还是袁以恒的妹妹。我从小混迹在男人堆里，不会说话，也不懂你们女孩子这些弯弯绕绕的心思。小妹妹有什么得罪了你的地方，多担待。哦，那你要是不想当女孩子的话，我可以把你变成男孩子的哟。他的样子不像在开玩笑，赵从阳没想到只是出个门就能遇到这么多刺头，竟说得他无言以对，只好递给袁以恒一个愠怒的眼神。袁大世子，你这么宠着你妹妹可不行啊！幸好她遇上的是我一向不爱计较这些小事儿，要是遇上个喜欢钻牛角尖的人，可不好办呢。要不你求求你爹我可以帮你教导妹妹啊。他就那么爱给人当爹吗？这到底是什么癖好呀？凡间大了，真是什么人都有呀。袁以恒神色不耐烦，若不是有公务在身，他早都走了，一直没等到他的回应。你别看我5大3粗，我挺会养孩子的，你将来要是有了孩子，尽管来找我不收你钱，只要记得请我喝酒就成。说到这儿，赵从阳眯了眯眼，不过能找到媳妇儿吗？有女的能看上你吗？嗨，要是有女的看上你了，一定要带过来给你爹我看看啊！丑媳妇儿总要见公婆吧。赵从阳也记起方才赵子涵送荷包给袁以恒的事儿，哼，还真有人看得上你呀！不错不错，勇气可嘉。在赵子涵胸前轻蔑地扫了眼，可惜咱们袁大世子不喜欢你这样的，我估计他喜欢凶。够了，我跟你很熟。先前赵从阳用赵国公的名义混进军营，死活要跟袁以恒比试，说自己要上战场杀敌。除此之外，见面机会少得可怜，他不认为自己能跟赵从阳熟到以兄弟相称。我哥哥尊重你，没在大庭广众之下掉你的面子，你还越说越离谱了。我哥哥喜欢谁都不会喜欢你的，没错吧？没错吧？大庭广众，我真棒！哈，我本来就知道他不可能喜欢我啊，我又不是在贬低赵子涵。我的意思是，他死皮赖脸追着袁大世子跑，也是有希望的。男人嘛，就喜欢主动的女人。赵子涵再也听不下去，转身走了。就走了，估计是嫉妒我更有异性缘吧。小肚鸡肠。他笑着打了袁以恒一下。哎，你刚刚居然敢说跟爹不熟，等下请爹去喝花酒，不醉不归。袁以恒连个眼神都没回给他，揽住圆圆的腿，抱着他就走。我去，你生什么气啊？赵从阳追了上来。哎，你不会真喜欢赵子涵吧？我说了他几句就给我脸色看，他这种趋炎附势的人有什么好喜欢的？爹能给你找到更好的。圆圆的小拳头紧了又紧。怎么办？怎么办？好想揍人呐！好想揍人呐！世子哥哥是怎么忍得住的？赵从阳还在喋喋不休。这样，我请你去怡红院快活，算我赔罪，好了吧？扑通，只听一阵重物落水的声响，有人失足落水了。护城河边人太多，不小心把人挤下去了。哥哥，是子涵姐姐。身为骁骑营参领，袁以恒当即就要去救人。男女授受不亲，知道吗？大世子，你救了赵子涵，你就得娶她了，不准去。松手！赵子涵都快沉下去了，也没人敢救。圆圆距离河边几步之遥时，一个窈窕的身影从人群中冲出来，利索地拽住赵子涵的衣领，一把提了起来，用力按压他的胸口，让他吐出呛进去的水。圆圆见赵子涵没事了，才舒了一口气。哎呀，多亏了你呀，婉瑜姐姐。幸好是他看见了，不然这姑娘该落人口舌了。跟随袁以恒缓缓走来的赵从阳有些不满。你看你着什么急，还凶我？那么多人，总会有人救他的吧？袁以恒充耳未闻。麻烦这位姑娘将赵二姑娘送回府。没问题。司马清横抱起赵子涵。夫人，你挺会演的，抱赵子涵那么重的人，还一副若无其事的表情啊。很轻，是你太虚了。赵从阳今晚连续好几回吃瘪，面色比锅灰还黑。我虚？我日日去军营训练，那些士兵一起上都打不过我一个。就你
算了，跟你们这种只会在家里绣花、相夫教子的妇人有什么好说的？电光火石之间，赵重阳甚至都没听到利刃出鞘的声响，剑就被董婉瑜抽出来，横在他颈间。你想干什么？我可是赵国公府的嫡姑娘，我警告你，你不能伤我啊！董婉瑜眼里全是嘲弄，反手将剑抽回去。哇，司马清简直是太帅了，又是享弃文从武的一天。就你这样的，还能打败无数将士，大招威仪。赵重阳气得脸都白了，想跟司马清理论，可司马清脚步飞快，他竟追都追不上。将赵子涵送回赵国公府后，二房夫人感激地连连同董婉瑜道谢：“幸亏是女子救了我女儿，真是幸好呀！”神母，你也别太担心，我方才还亲眼瞧见赵子涵把荷包送给袁世子了呢。虽然世子没有收他的荷包，但他应该不会想到自己跳下河，让袁世子来救他吧？重阳，你这是什么意思？字面意思啊。嘿呀，我不懂女孩子心思啊，就是随便猜猜而已，当我没说。他说完就径直离开了，气得二房老爷胡子都快竖起来。大哥就不该把他送去军营历练，这一天天都学的什么东西？仗着所谓的直肠子，快人快语，净说些得罪人的话，日日跟男人混迹在一块儿，还堂而皇之把所谓的好兄弟带去闺房玩乐，我真恨不得替大哥教导女儿。自从把子涵换回来后，重阳老在我面前阴阳怪气的，说我冷血无情，说我有了亲女儿就不要养育了10几年的女儿了，还说对我很失望。可我毕竟是神母，又不好说些什么。直到赵子涵在小姑娘灼热的视线中睁开眼，我操，吓死我了！意识之魂，这具躯体里并没有赵子涵的灵魂，相反是容貌极为陌生的魂魄，应该是来自1000年以后吧。我去，老妹儿，你也是穿越的呀？圆圆愣愣地看着他，看了那么久的穿越小说，终于轮到我来过瘾啦。奇变偶不变。鸡变藕，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这个菜呀？鸡跟藕做在一起好吃吗？见圆圆没反应，嗨，你那么小，估计没读书就穿过来了吧？换一个，宫廷玉液酒。大锤80，这个也不知道啊。你是个小孩子。这样，我们一起学猫叫。你应该说喵喵喵。喵。不是，是喵喵喵，不应该呀。赵子涵挠挠头，还想继续问下去。姐姐，就是你的脑子可能是坏掉了，要不要找大夫来看看呢？你不是21世纪的，那你怎么知道我是异世之魂？难不成你是民国穿越来的？我是看出来的。姐姐，你占了子涵姐姐的身体，那原来的子涵姐姐去哪儿了？他刚刚用念力在周围探查，没发现赵子涵的魂魄。我也不知道啊，或许他是穿到我那个时代了吧。我本来好好的追永夜星河呢。妙妙是我未婚妻，我从来不会留她一个人。我还没看到大结局呢，才更到第27集，突然就到这儿来了。幸好我看了很多小说，接受能力非常的 nice。见圆圆有些凝重的神情，赵子涵补充道：对了，我爸妈人很好的，肯定会善待那个赵子涵的。圆圆这才放心。那姐姐，21世纪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可好玩了，我跟你说，那有游戏机、电视机、手机、平板，还有各种社交软件。说着说着，他又失落起来。可惜这些我都玩不到啊！我还没看到我的 CP 同台呢，
他们好久都没互动了。他叽里呱啦的一对鸟语，圆圆完全听不懂，只好补通他的记忆。这信息量也太大了，我得慢慢消化才行。原来未来的男性只能娶一个妻子。对啊，我看那些小说的降智穿越女啊，都要什么一生一世一双人，估计是脑子瓦特了。在重婚违法的时代，也有男的在外头找什么3、4、5、6、7，更别说可以3妻4妾的封建社会了。接受不了跟其他女人分享丈夫，就从源头解决，不嫁人不就好了吗？他一说起话来就收不住。哎，妹妹，你能不能告诉我，原来的赵子涵是什么性格的呀？我要发挥我的演技，好好模仿他，不然赵家人发现我跟原先不一样，会很麻烦的。我这种脑子可斗不过宅斗里生存下来的女人啊。子涵姐姐比较乖巧柔弱那就是 I 人呗。虽然要我这个 E 人模仿 I 人有点困难，不过我尽量。什么 E 什么 I？ 虽然已经跟赵子涵共享了记忆，但还被他嘴里时不时蹦出来的词迷惑到。未来的文化也真是博大精深呐。我去，这些纯脂和眉带都是现代买不到的奢侈品呢，纯手工制作，不含一点科技与狠活呢。就在他对着铜镜上妆的时候，赵重阳推门进来了，见到他手里的纯脂，耸了耸肩膀。我真的不明白，你为何喜欢这个？嘴上糊一层东西不恶心吗？还有什么妆粉啊、裸子带啊，全往脸上弄有必要吗？长什么样就用什么样示人呗。你就那么对自己的长相不自信？古代的汉子茶呢，好想一巴掌呼死他呀！不行，我现在的人设是柔柔弱弱的小白花，不能动手，不能动手。姐姐，这个人蠢得很，看不出来的。姐姐，你可以尽情释放天性哦。咦，你房间在哪儿？平时赵子涵跟他说话都用的是敬语，这回如此不礼貌，让赵重阳愣了愣。你要干嘛？从丫鬟的眼神里知道了赵重阳房间的位置。好的。这个不错，这个也不错，这个颜色是俗了点，不过没关系，可以叠涂试试。跟蝗虫过境一样，把赵重阳妆脸里的东西扫荡一空。你在干什么？既然你不喜欢，我就勉为其难帮你用啦，不要太感谢我哦，亲。你快还回来，这可是我花了大价钱买的。嘿，你不是才说你从来不用这些东西吗？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脸上明明抹了粉，还说你没化妆。我这双火眼金睛呢，一眼就看得出来。绿茶、白茶、乌龙茶我可都见过，还对付不了你。赵重阳长相本不起眼，跟那些名门贵女站在一块儿总是被忽视，只有穿上长袍竖起马尾，才会显得与众不同，获得更多的眼光。平时也给自己擦白一些，点上唇脂，但不能用太多，不然就暴露了她上妆的事实。胭脂水粉是她用私房钱买的，可宝贝了。抢我的东西，你还要不要脸？脸是什么？能吃吗？我这个人呢，最擅长的就是 no face。谢啦，拜拜。见他要走，赵重阳急得挥剑砍人。来人了！嘿，赵子涵余光看到有人过来，连忙把袋子扔给圆圆，握住赵重阳的手往自己肩膀推，随后旋转半周，直接一个假摔，柔弱无骨地倒在地上。子涵！赵国公府大房老爷本是来催自家女儿赶紧找个如意郎君的，没成想看见女儿拿剑砍人，还把侄女推在了地上。赵重阳，你到底想干嘛？我明明，伯父，你不要怪堂姐，她定然不是有意而为的。嘿，绿茶大战汉子茶，见识一下绝望吧，重阳将。赵子涵，你装什么可怜呢？我根本都没有碰到你。他猛地指着圆圆道：
你亲眼看见了，对不对？你快说我是冤枉的呀！重阳姐姐，没有推子涵姐姐，我没有骗人。这模样落在大房老爷的眼里，就是更像是害怕赵重阳而不得不撒谎，于是更加火冒三丈。你堂妹回来后，你日日挤兑她，你叔父为了家中和睦一直相让，可你愈发过分，公然欺负堂妹不说，还威胁这个小姑娘，我真恨不得没生过你。怪不得孔子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我这种直来直往的性子不是你们女人的对手，在下佩服。他说完瞪了父亲一眼，跑出了门。是伯父教女无方，伯父向你赔罪，若是日后你姐姐再敢欺负你，尽管跟伯父说。他把一叠银票交给赵子涵，你拿着去买点漂亮的衣裳和首饰啊。我不能要的。拿着，其实这是你伯母托我给你的，姑娘家的就该打扮得漂漂亮亮。赵子涵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那般不是滋味。听你姐姐说，你想把荷包送给靖王世子，对吗？你若是喜欢，伯父就替你去靖王府走一遭。不用了，世子没接我的荷包，就是对我无意，我不想让世子为难。好孩子啊！大房老爷又嘱咐了赵子涵几句才离开。这些好都应该属于那个赵子涵的，总感觉有点对不起他。可以换回来的。真的能换回来吗？比起古代，他还是更想回到自己的时代，主要是没有手机，真的度日如年。等到长虹贯日天象出现的时候，就能做法把你们的灵魂换回来了。最近的一次长虹贯日在1、2、3个月以后。哇塞，老妹儿你太给力了！不过你刚刚替子涵姐姐拒绝了一桩缘分呢，她会不会生气呀？肯定不会，我刚刚有了她全部的记忆。她呀，之所以会当着赵重阳的面送荷包，不过是想让世子看到她的丑态罢了。她知道赵重阳喜欢世子，就偏不让他如愿。不过我还挺喜欢他的，本来以为他是软弱可欺的小白花呢，居然还有点小腹黑，真可爱。要是我们身处同一个时代，应该能当好朋友吧，毕竟我们那么有缘，都叫子涵。腹黑，我觉得子涵姐姐的腹部应该不黑吧，如果很黑的话，那可能是胎记。想着想着，忽然听到一阵咕噜咕噜的咆哮声，圆圆下意识去瞧自己的肚子。我刚刚吃了那么多，难道又饿了吗？好饿呀！我请你吃，必须要让一时之魂见识见识我们大招的美食。姨，今天这里我们包场了哟。得嘞，阿达儿，吩咐厨房把咱们这儿拿手的菜全都做了端上来。赵子涵跟小跟班似的跟在圆圆大佬身后。我的妈呀，你可真有钱！不是，这得多少钱呢？不用花钱，我娘亲把这座酒楼买下来送给我了。老板，你看看我啊，我有保姆证、厨师证、司机证、电焊操作证和职业兽医资格证。我还有英语6级证书和法语 C1 证书，去国外旅游嘎嘎给你当翻译。我拍照也不错，保证给你拍得跟天仙一样。每个月给我3万就行了。1个月就要3万两银子，那我可顾不起啊。这也太好吃了吧！真的有那么好吃吗？虽然汉堡、炸鸡、薯条、披萨什么的也好吃，但是古方的做法就是不一样。听起来好好吃呀，是未来的粮食吗？看来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的小朋友都抵抗不了垃圾食品的诱惑。等我吃完复刻一下，我厨师证不是白考的。鸡倒是不难做，最重要的是调外面的那层面糊，
需要用到面粉和淀粉。淀粉在古代好像叫生粉，然后还需要小苏打。没有小苏打的话，口感会变差。可惜古代没有小苏打可以用，可以从盐碱湖里提取纯碱出来。这附近有没有盐湖？有的，我娘亲就有一块盐田，就在镜湖。好，那我们就去镜湖找纯碱。可是镜湖离京城有3-4日的路程哦。小孩儿，你不懂。曾经我为了一碗麻辣烫，从祖国北边跑到祖国南边，为了吃的，路途遥远根本不算什么。哇，子涵姐姐好吃的境界实在是太高了，我一定要向子涵姐姐学习，学她那种长途跋涉只为了一口美食的精神。就这样，那我明日一早就跟娘亲说去镜湖。次日公鸡刚鸣，赵子涵便已经到了永定侯府。没成想，圆圆比他还早。永定侯府的小厮告诉他，圆圆去了五芳街对面的救济所。他好不容易找到救济所，看到了一个美妇人。赵二姑娘是来找圆圆的吧？她不知你来得如此早，此刻有些忙碌。宁氏开的救济所修缮好后，却没有鳏寡老人和乞丐肯来居住。圆圆直接上大街绑人去了。小姑娘行行好。嘿呦，不是，跟我去救济所，那里很好的。救命啊，救命啊！光天化日之下强乞丐了。他像条滑溜溜的泥鳅一样不断挣扎。圆圆一个不慎松开手，只见他解开裤腿里的2条绑带，撒开脚丫子逃跑。居然是骗子！哼！圆圆一颗核桃过去就砸中了乞丐的头。在旁边看了许久的赵子涵终于忍不住出来制止圆圆。你这样不行，太暴力了，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老年人强制改造武术学校呢。那姐姐有没有好的办法呢？这事儿啊，包在我身上了。听说了吗？工部侍郎又在青纱坊定制了几条袍子，老不正经那种，估计跟夫人感情又不好了，给他夫人穿呢。他夫人才不喜欢穿这个，他自个儿穿。前些天李大人的小女儿被送去了尼姑庵，他儿子儿媳也分开了。你们这都不算啥，知道吗？我这些日子觉都睡不好。我隔壁那齐公子又在跟他夫人吵架了，真的是1天1小吵，3天1大吵。听说直到现在，他夫人都不肯跟齐公子圆房呢。真的假的？你们说永定侯府邻家大姑娘多好呀，偏偏要娶了个毁了容的丑八怪泼妇回来，闹得鸡犬不宁。他们聊得很是尽兴，浑然不知一个陌生老太太拿着板凳自来熟地坐了进来。嘿呦呦，嘿呦呦，我那个不孝的儿子有了媳妇儿就忘了娘，大冬天的把当娘的扔出来，差点冻死在外面哟。他们还未明白发生了什么事，那老太太继续道：幸好有永定侯府办的那个什么救济所，给我穿上大棉袄，冬天能吃上红烧肉，还能睡热乎乎的炕呢，不收我一个铜板，不然我就真的饿死喽。真有那么好吗？家人们呐，你看这里面可是真棉花，永定侯夫人免费给穿的。永定侯夫人富可敌国，这说的应该是真的了。那我有个老姐姐是自梳女，让她去救济所试试。还有我表妹老可怜了，还有我们邻居。不出半日，京城所有鳏寡老人都知道了永定侯府开了救济所，条件特别好，纷纷跑去报名。就连齐子明也听说了这事儿。你快吃呀，都亲手喂了，你还想怎样？屋内传来碗筷摔在地上的声音，董佩玉暴跳如雷地猛抽齐母的巴掌。你说你是不是故意折腾我的？董佩玉不想管老太太，但老太太屎尿失禁，害得家里到处臭烘烘的。齐子明又当作没看见，他只好捏着鼻子想给老太太换裤子。你敢打我母亲？哟，大孝子终于回来了，
你在这装什么装？他不听话我就打了。你天天外头鬼混，把这老太婆扔给我，有什么资格朝我吼？示意他好好教训这个儿媳妇儿。一着急，原本就脏了的裤裆又湿了一片，浓浓的尿骚味儿涌进了齐子明的鼻腔。他厌恶地捂住鼻子：“你还不快替母亲把鞋裤换了？你凭什么指使我？你怎么不给她换呢？她是你的婆母，你身为儿媳就该事事恭顺，亲力亲为。母亲辛苦养我那么久，为了我的婚事才着急中风的，你竟连帮忙换裤子都不肯，连一点孝心都没有。他养了你又没养我，喂饭已经是我大发慈悲了，你那么孝顺，怎么不自己帮着老太婆换呢？男的哪能干这种粗活？这都是你该干的。”从小到大，他母亲就没让他干过活儿，跟他说娶媳妇儿前有他打理，娶媳妇儿后就有媳妇儿来照顾家里，他只需要专心读书便行了。那你不应该娶我，你还不如雇个丫鬟回来，专门伺候你老娘。你这种千金小姐，自然不知柴米油盐贵，钱财当然是能省则省。你的老相好孙寡妇有钱呢，往他床上一躺，还出门丫鬟伺候。说到孙寡妇，齐子明心里就憋着一口气。他只不过陪了孙寡妇几次，孙寡妇就腻了，找了其他的小白脸回来伺候他。孙姐，咱俩好久都没……什么咱俩的？我认识你吗？滚！幸好没把他送给自己的宅子要回去。你就该对我言听计从，百依百顺。窝囊了一辈子，以为在我面前能当皇帝，对吧？你也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吧！京城天才齐公子，你齐子明要是能考上举人的话，我董佩玉名字倒过来写。董佩玉，他气得牙关咬得咯咯作响，整个人都在发抖，强行忍下怒火。若是我娶的是疏影就好了，她比你善良又坚韧，一定会好好待母亲。善良？我怕是愚蠢吧？哪个女的见了你不跑，还上杆子伺候你那残废娘？是啊，也只有你这种被乞丐玷污了清白，没人肯要的丑八怪，才会嫁给我。自从毁容后，董佩玉的脸就是她的逆鳞，容不得别人说一个丑字，当即就冲上去和齐子明扭打起来。齐母看着不知道第几回互殴的儿子儿媳，急得吱哇乱叫起来，还拍打着床榻，可惜没有人理会他。等两人打累了，董佩玉回屋关门睡觉，齐子明站在臭气熏天的床边，实在不知如何下手。母亲，儿子听说永定侯府办了一所救济所，是专门照顾老人的，不如我把您送过去。急救所刚开，疏影也会在那儿帮忙的。听到林疏影的名字，齐母惊喜地睁大眼睛。疏影肯定会对她呵护备至，将她当成亲娘孝顺的，顺便还可以撮合疏影和她儿子再续前缘。见母亲那么快答应了，齐子明也放下心来。不知疏影这几日过得可好，应当会想我的吧。生活，我最擅长生活了。我的头发！哎呀，舀水这么简单的工作，我怎么可能不会呢？哎呀，救命！救济所人手不够，宁氏还在挑选伙计。圆圆跑来跑去忙活，但帮的都是倒忙。圆圆，你就在边上等着吃饭就行了。遵命，林将军，这个我是真擅长，这可是我的舒适赛道。救济所刚开饭，冷不丁闻到一股比50年没刷的茅厕还要臭的味道。什么这么臭呢？圆圆，你是不是又炸茅厕了？谁家茅厕炸了？林疏影去找臭味的来源，在门口看见了齐子明以及他身后躺着的齐母。齐母半张脸都是口水，朝他乐呵呵笑着。疏影，许久不见，我想把母亲交给你们照顾。林疏影望向中风瘫痪的齐母，微微蹙眉。母亲一时糊涂，同意与永定侯府退婚以后，着急中了风，失了自理能力。不过你放心，虽然母亲中风的事与你有间接责任，但我不会责怪你的。猝不及防背上一大口锅的林疏影眼神诧异。
那么久没见，齐子明不会是烧坏脑子了吧？若是一定要送来，每月得交10两银子。不是说免费照顾老人的吗？那是针对老无所依的鳏寡老人而言。夫人有儿子，你也有赚钱的能力，自然是要收取银两的。我哪有赚钱的能力？我还得读书考状元呢。董佩玉也不肯把嫁妆拿出来贴补家用，我是走投无路才把母亲送来的，怎么到我这儿就改规矩了呢？淑影，我都已经道歉了，你还有何不满？齐子明眼里是浓浓的悲切。我对董佩玉只是责任，我是真的爱你呀，难不成你非要我跪下来吗？没钱就离开吧。齐子明眼疾手快拦住林疏影，一脸屈辱地朝他跪了下来。我齐子明向林疏影道歉，不该辜负林疏影另娶他人，要打要骂我都能忍受，只求你能原谅我。救济所开张本就引人注目，如今瞧见京城有名的大才子下跪，更是吸引来不少百姓围观。姑娘就原谅齐公子吧，齐公子这样顶好的夫婿，打着灯笼都找不到了。当时我也在，齐公子并不是要娶董佩玉，他是为了董佩玉的清白着想。是啊，这么有责任心的男人现在可不多见了。林姑娘就原谅齐公子吧，他们母子实在可怜呐。天哪！油腻怪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下跪，引来这么多人的围观，一定是在逼大姐姐答应他。子涵姐姐说了，这叫批由什么来着？鱿鱼。圆圆还在思考，百姓们已经开始起哄了。原谅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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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看我的！哼，看我的！圆圆刚要出手，子涵姐姐，却见赵子涵端着一盆水冲出来，往围观百姓身上泼。你干什么呢？你这清水这是谁家的姑娘呀？好啊好啊，再多嘴就把你们扔到粪坑里了哟。这是哪家的小孩如此没礼貌？我们只是想成全一桩姻缘，这与你何干呢？圆圆被这些人气到跺脚。那我姐姐跟油腻怪的事情跟你们又有什么关系呢？嘿呀，这不懂事的小孩，我们也是好心呐。对呀，齐大公子多好的人呐！算了算了，既然永定侯府都这么不识好歹了，我们还是放下助人情节，尊重他人命运吧。就是，老的小的都不识好歹。那你们这么爱管闲事的话，圆圆指着其中叫嚷的最厉害的男人道：你为了霸占兄弟媳妇儿，陷害兄弟坐大牢这件事，官府知道吗？你胡说八道什么？圆圆才不搭理他，又指着一个老太太道：你瞒着瘫痪的丈夫说是去买菜，实际上天天都跟寻江池那些老头在一起跳踏歌舞。老太太臊得满脸通红，脚底抹油逃跑了，看向说永定侯府欺人太甚的年轻公子。你母亲知道你经常偷偷穿女孩子衣服的这件事吗？百姓们生怕圆圆把他们内心最隐秘的秘密说出口，再也不敢围观下去，迫不及待地各自回家。疏影，我很遗憾不能和你结为夫妻，但我母亲一直把你当亲生女儿看，我希望你能照顾好她。我去你大爷！他娘的，我忍你很久了，你这个卑鄙无耻下流恶心不要脸的烂黄瓜普信男，老娘今天非要弄死你！赵子涵抄起砍树木的斧头冲向齐子明，斧头猛地劈在他裤裆中间。疯女人，疯女人！赵子涵非但没有收敛，反而抄起斧头又是一劈，劈烂了齐母躺着的担架。齐子明连忙背起母亲逃走了。我警告你，别让我再看见你！以后我见你一次弄你一次，牢牢记住老娘的名讳，救济所山居解释也。想到齐子明的样子，赵子涵就恨得牙痒痒。林姑娘，你到底是怎么看上那渣男的？渣男是为何意？我知道，就是做成猪油渣渣，喂狗喂鸡喂兔兔，小动物们都不爱吃的人。这小孩心里只有吃的。林疏影似懂非懂，随后才道：齐公子的父亲曾是户部侍郎，跟我也算是门当户对。我和他自小相识，不小心掉进捕兽洞里，
是他救了我。不久后，齐大人上门提亲，当时我父亲在南疆战场，我母亲便做主同意了。哦，根据我多年看小说的经验来说，你不会是认错救命恩人了吧？根据我多年看小说的经验来说，你不会是认错救命恩人了吧？我当时梅云是亲眼看着齐公子把藤蔓放下来，将我拉上去的。哎，人还真是复杂的生物啊！小时候能机智救人，长大了却有了一副恶心巴拉的嘴脸。不过没事儿，这人生在世嘛，谁没遇到过几个渣渣呢？圆圆，你说对吧？这个问题太深奥了，我还是个小宝宝呢。倒是一向内敛的林疏影接上了他的话头。赵二姑娘也曾遇到过吗？有啊，我读书时期交往的男朋友跟学妹暧昧，我直接把他开组会时要讲的 PPT 换成了他跟学妹露骨的聊天记录，导师跟同学全都看清了他的嘴脸。哦，还有一个跟我相亲的男的，在我明确表示对他没有兴趣后，还到处散布我和他交往的传言呢，甚至还造我的黄谣。林疏影绝大部分都没有听懂，但大概知道赵子涵对付这类人的方式都极为狠绝。那我试着打齐公子一顿。不用了，不用了，你就无视那个神经病就好了。他们所处的时代毕竟不同，在封建时代，林疏影要是效仿他的做法，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林疏影很喜欢赵二姑娘的爽快性子，若是再见到齐子明，直接将他赶走即可。我自己动不了手，旁人总能动手的。赵国公府的2位姑娘都在外头没着家，赵子涵是在救济所帮忙，而赵重阳整日的和着军营将士喝酒。我先干了啊，你们随意。不好，中豪杰呀！不是叫你跟世子说我们今日在这儿喝酒畅饮吗？他怎么还没到啊？袁以恒要是不来的话，我怎么装醉让他送我回府啊？又怎么能跟他产生肌肤之亲呢？世子说有公务在身。说话的是袁以恒的属下，其实有赵重阳的酒局，袁以恒从未参加过，但赵重阳偏偏装作不知道，总是锲而不舍地邀请他。公务，如今公务都比兄弟们都重要了是吧？他就是故意跟我赌气。你不会又是惹世子不开心了吧？才没有，是他见色忘友。就上回我不肯让他救赵子涵，他好几日没同我说话了。你们说我真的错了吗？我就是怕他被赵子涵缠上才阻止的呀。他们那些女孩子家的心里头打什么主意，我还能不知道吗？嘿，差点忘了你是女的。滚！虽然不明显，但我也是女的，好吧？说完他又伤心失落起来。但是那些姑娘们就不喜欢我我也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其实我也想和赵子涵当好姐妹的，可他就是看不惯我，还故意摔倒离间我和我父亲。不会吧？我感觉赵二姑娘人不错，上回还对我笑了。可能是因为我跟袁大世子关系好吧，可我跟袁以恒真的只是兄弟呀。我们俩要真有什么，早就定期了，好吧？他因为这种事情而针对我，我真的……说到这儿，他委屈地落下2颗眼泪，随手拉过来一个将士，在他衣袖上擦干净了。看到将士嫌弃的表情，你干嘛？咱俩都那么熟了，你借我擦擦眼泪咋了？又不会影响你跟你夫人的关系，你夫人应该不会那么小气吧？话说你对世子真没意思啊！世子长得多俊呐，要我是女的，我都想嫁给他呢。我能看得上他？我可不像那些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娇娇小姐，见到俊俏郎君就跟鸭子一样看着上着送荷包，还真掉价。袁以恒要是找不到媳妇儿，我也没有看得上眼的，那我俩凑合凑合也不是不行是吧？除了他爹我也没人肯要他了吧？昨儿我还听闻你父亲有意和靖王殿下结亲家呢。真的假的？
赵重阳说完，才发现自己的反应过度。你该不会是听错了吧？我亲耳所闻，赵国公府大房老爷问晋王殿下觉得赵家姑娘如何，晋王殿下可是给出了极高的评价，说什么一世宜家。赵重阳暗喜，晋王对我的印象竟这般好。不过也是，京城贵女中跟袁以恒关系最好的便是我赵重阳了。晋王选媳妇儿也该选我，对吧？本以为父亲糊涂，被赵子涵骗得团团转，没成想他还是替我考虑的，已经在考虑我跟袁以恒的婚事了。那什么，我突然想起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你们吃好喝好。赵重阳回到赵国公府的时候，正好听到父母的谈话。子涵对晋王世子有意，虽然他说晋王世子没借他的荷包，不愿强人所难，但我还是想替他争取争取。赵重阳的母亲自然清楚赵重阳的心意，知晓女儿中意晋王世子，可女儿行事大大咧咧，并不适合嫁入皇室，相反是心思缜密极致的赵子涵更为合适。老爷大可试试，妾身和晋王妃有过几面之缘，或许能从中相助。我没听错吧，爹？你要撮合赵子涵和晋王世子？大人的事你不必操心。我怎么可能不管呢？袁以恒明明是我先看中的，好不好？我才是你亲女儿，你凭什么对赵子涵那么好？难不成她是你和叔母的私生女？你孽女！我说的不对吗？赵子涵才回家没几日，你就嘘寒问暖，甚至把属于我的夫婿抢走给他。除了她是你的私生女，我想不出更合理的缘由。我与弟妹何其清白，你这孽女居然随口胡言！袁以恒是我的心上人，你凭什么给赵子涵？不是说你和世子只是兄弟？我就是那么一说嘛。不这样他怎么接近袁以恒？他就是要让袁以恒看到他的直爽与坦率，发现他和那些只知道勾心斗角哭哭啼啼的深闺女人不一样，又让袁以恒看到他的与众不同。你是我爹，难道看不出我的真实想法？还要我直接告诉你我喜欢谁吗？他愤恨地看向母亲，你明明知道我爱慕袁以恒，为何不阻止爹替赵子涵说亲？你存的什么心呢？可是世子他不适合你呀。明明就很适合，庆王和晋王妃肯定会喜欢我这么豪爽的儿媳。兄弟们还说我屁股大好生养，和袁以恒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哎呀呀，快别说了，你一个未出阁的姑娘，你怎么跟外男讨论这些呢？这赵国公府的面子都快被你丢光了。我不管，我就要嫁给袁以恒。不可能，你这性子，你莫说嫁人了，你还是出家当姑子吧你。都怪赵子涵用美色迷惑了袁以恒，以色示人的东西那么能装，估计在外头那10几年服侍过不少男的吧。下贱到要和自己堂姐抢男人，要是赵子涵不在这世上了，我看他还能怎么勾引袁以恒。思及此，赵重阳狠狠瞪了父母一眼，跑走了。身在救济所的赵子涵浑然不知危险将至，还在跟圆圆准备去镜湖的东西。宝儿，我们这是去找纯姐，不是去野炊。你这些东西吃1个月也吃不完的。这个是我1天的口粮。敢问您是不是饕餮变的？低调低调，饕餮没我吃的多。饕餮见了我也得把贡品分出来给我。哼！马车在路上行了1日，经过一处城镇时，这里的居民却安静到有些诡异，他们个个神情木然，眼神死水一滩。奇怪，这镇子里怎么都是大人，一个小孩都没有？我看看。表情呆板的城镇百姓在看见圆圆后，死水微蓝的眼睛有了些情绪，充满了怜悯与悲切，还有些怀念。叔叔，你们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吗？大叔连连摆手离开了。那个，咱们今晚就不在这儿留宿了吧？这里气氛好古怪，赶紧走吧。
在经过一处寂静无声的山谷时，马车猛地停下。哎呦！只听一声闷哼，车夫被破空射来的箭击毙。圆圆，快跑！却被无数支箭拦住去路。各位英雄好汉，我有得罪过你们吗？就算是死，也要让我死得明明白白呀！有人想要你的命，下黄泉去问阎王爷吧。哎呦我去，我得罪谁了？来到这里实名得罪的好像就只有那个汉子茶了。但是赵重阳那个小饼干有胆子买凶杀人吗？我不会真的要死了吧？我还没还完房贷呢。永远星河最后一集我都没看呢，就这么死了也太遗憾了。不过幸好这群黑衣人要杀的只有我。你们要放过我妹妹圆圆，你今日逃出去，长大后一定要记得给姐姐报仇啊！可是我长大以后还是打不赢他们呀。姐姐，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又不能不给你报仇。这样吧，我主动把姐姐交给杀手，放我一条活路，姐姐就不算我的恩人啦。赵子涵顿时忘记了自己危在旦夕的处境。活神仙我没见过，活阎王我是第一次见啊！杀手可不会等他们说完话才动手，直接举起弓箭，一箭射穿了赵子涵的胸口。赵子涵睁着双眼倒在地上，瞬间没了气息。没想到这门生意完成的如此轻松。至于这个孩子，也一并杀了吧。哎，不行，门主最近在找10岁以下的小孩给门主夫人修炼，我看这个小孩正合适。这个小孩怎么这般正经？原来是个傻的。切，傻的也算，捉回去给门主领赏。嘿嘿，好啊好啊，嘿嘿。杀手嫌弃得很，随便一抱，带着他回了悬疑门。等到月亮高悬，夜幕之中，仰躺在地上的赵子涵被冷风吹得打了个喷嚏，然后惊醒，直直地坐了起来。我没死。锋利的箭头穿透胸口的濒死感还在，他低头看到胸口还插着一支箭时，差点吓死。回过神后，试着把箭拔了出来，奇怪，居然没有痛感。哎，连伤口都没有了，肯定是圆圆做了什么，他才没受伤的。圆圆，怎么办呀？那么大一个圆圆不见了呀！一定是那群黑衣人，先不能贸然去找他们的老巢，危险不说，可能还会连累圆圆。幸好这匹马还在，对，报官。出门时他记下了地图，没成想这么快就派上了用场。他所处的东县地界，晨光熹微时，终于骑马到了县衙门口。赵子涵的屁股都快被马鞍磨得血肉模糊了，忙不迭跑上去敲响了堂鼓。鼓声响了持续半炷香的时间，牛知县被吵得头疼，才带着师爷和巡捕出来，不耐烦地驱赶赵子涵。快走快走，今日县衙休牧，明儿再来。不行，我妹妹被一群杀手掳走了。临都县有那么凶残的杀手，你们都不管吗？牛知县眼珠子心虚地转了转，选择装糊涂。什么杀手？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还不走，你就是妨碍公务，要下大狱的啊！没想到古代也有这种玩忽职守的领导，那群杀手行事那么大胆，身为知县怎么可能不知道？估计他跟那群杀手就是一伙儿的，要是强行赖在这里，这个官有可能把我灭口。我还是先溜吧。下大狱？走就走嘛。赵子涵害怕地缩了缩脖子。那我明日再来好了。这离约定的时辰就差一会儿，若是这庸民见着那人，把临都县境内有悬疑门的事情和他一说，别说乌纱帽保不住，我的脑袋也保不住了。把他给本官拖下去，让他再也不能开口。衙门光天化日之下强抢民女了，救命啊！突然想到喊救命不一定有用。临都县县衙着火了，临都牛知县找外室被老婆发现了。整齐有序的成军队伍已然出现在牛知县视野里，随即跟变脸似的换上一张谄媚的笑脸，迎上了成军。王爷莅临，临都县蓬荜生辉呀！早就收到消息，摄政王元彻凯旋回朝时会途经临都县，
便立即飞鸽传书，警告玄一门门主收敛一些。可那混账完全不当回事儿，掳走了城镇所有的孩子不说，还溜出来一条漏网之鱼，还说什么最厉害的杀手，连个人都看不住。袁彻骑着马的身姿挺拔劲瘦，眼神定定地望向被强制闭嘴的赵子涵。他身侧的医师崔若直扬眉道：牛知县，你为何绑着这个小美人啊？这刁民意图潜入下官家中行窃，幸而捕快发现的及时，正要把他押入大牢呢，还不快点带下去！袁彻身形微动，身后的暗卫在电光火石之间闪现到捕快身前，速度快到牛知县都没看清。赵子涵终于重获呼吸。你这个狗官，居然敢堵我的嘴！那个什么王爷，他不让我说灵都县境内有杀手，这狗官跟杀手勾结，把我妹妹掳走了。这狗官跟杀手勾结，把我妹妹掳走了。污蔑呐！王爷，是这刁民偷窃不成，冤枉于下官，不可听信这刁民的一面之词啊！王爷，还不等袁彻发话，敢污蔑朝廷命官，给本官砍了他的脑袋！谁是刁民？赵子涵从怀里掏出令牌，本姑娘是赵国公府嫡出的二姑娘，赵国公是我亲祖父，你说谁是刁民？在看到令牌的刹那，牛知县吓得腿都软了。本以为只是个毛都没长齐的丫头，竟是赵国公府的千金小姐，这可怎么办呢？可他不能让赵子涵坐实自己的罪名。假冒的肯定是假冒的，国公府的姑娘怎可能出现在这穷乡僻壤？你假冒赵国公的孙女，你更该死了！王爷，您一定不要放过她。客官，你这是心虚啦，反应那么大干嘛？这又不是菜市场，跟我比谁声音大，有必要吗？崔若直凑近袁彻，这二姑娘何时变得如此伶牙俐齿了？回京路上听说是被报错了，所以这个才是真的。袁彻直视前方，根本没听崔若直说话。得了，就知道跟你说闲事是白搭。王爷，他真的是污蔑啊！王爷，下官绝对没有跟杀手勾结呢。袁彻略微蹙眉，暗卫便一掌打晕了牛知县。终于安静了。这牛知县比我家养的老母猪生崽时还能叫。这二姑娘，听说你妹妹被人掳走了，知不知道是谁掳走她的？不知道，但是他们手上少了根小拇指。闻言，崔若直神色一脸。玄一门，早就听说玄一门门主是个癖好独特的变态，任务失败后砍了门下众人的小指，没想到居然是真的。果然不是冤家不聚头啊！袁彻在边关2年，玄一门愈发狂妄，他们正准备回京路上灭了这手染鲜血的组织。这二姑娘，你妹妹就交给我们了，你就留在灵都县安心等消息吧。有苍林16卫的麒麟保护你，县衙的人不敢拿你怎么样。苍林16卫是经过非人的训练后由袁彻精心挑选出来的暗卫，一人可抵万军。赵子涵神色稍显犹豫，你要是不敢的话，也可以与在下同骑，在下的胸膛比冬天的炭火还要暖和。赵子涵翻了个白眼，你叫什么？崔若直。哦，原来是若智呀！祝你们成功，早些救出我妹妹。姐姐，你们都是被他们捉来的吗？哼，门主要用我们的血给云岛山的女仙修炼。在这块大陆上，除了有大昭和浮梁2个国家，还有数十个修仙门派，只有根古奇家命格不凡的修仙才子才会被众门派选为弟子。圆圆自然知道云道山是修仙门派之首，聂云吉不是就从这里出来的吗？也不知道现在的掌门是他第多少代的徒孙了。门主很喜欢那位仙子，但是他们情路坎坷，仙子的师父不允许他和凡尘之人扯上关系，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忍痛离开了门主，绑了我们整个村子的人，一炷香杀一个，直到仙子出山为止。等我们村的都杀完了，仙子才现身。圆圆越听眉头越紧。那死了的村民呢？就白死啦。
仙子替门主超度了那些村民，让门主保证再也不草菅人命，才原谅门主，和门主重归于好。地牢潮时有阴暗，滋生了很多蛇虫鼠蚁。一条蛇爬过圆圆的脚。哎，小天道来了！哎，你别！哎呦，我的小天道呀！你生气归生气，你别拿我撒气呀！又不是我掳来的。哼，他凭什么原谅呢？死的又不是他。他是云道山的内门弟子，极有可能飞升成仙，身份尊贵，连当今陛下都要给他几分薄面。所到之处，寻常百姓都得跪拜。他说原谅，我们就必须原谅。这样的人才不可能成仙。小女孩觉得这小姑娘说话有点好笑。你怎么就笃定她不能成仙呢？圆圆礼貌地笑笑，没有回答。既然她是云道山的弟子，那怎么需要小孩子的血呢？用血修行，那可是邪术。我也是听人说的，仙子在一次意外中失去了修为，若要重新修炼，得花几百年的时间呢。但是有一种邪术，用200个童男童女的血制成丹药，服下去便可恢复全部修为。门主为了讨仙子欢心，便把我们全捉来了，加上你，已经有193个孩子，还差7个便可以炼丹了。就他还想炼丹，哼！圆圆手下一用力，手里的蛇差点被断成2半。我的小天道呢？你还是把我吃了吧！气氛间忽然闻到一股烤鸡的香味儿，好香啊！叔叔，你能不能分我一个鸡腿呀？我已经整整有1个下午都没有吃肉了。小杂种都要死了还想吃鸡腿儿，你只配吃鸡骨头。哎，你要是像狗一样把骨头叼起来。他把啃完的鸡骨头扔给圆圆，我就给你吃一口肉，怎么样？谢谢你们的鸡骨头，那我就请你们吃蛇肉吧。去吧，小蛇，别忘了叫上你的同伴们哟。得嘞，小天道，兄弟姐妹们，跟我冲！他眼光一闪，地牢里所有的蛇像着魔一般，争先恐后地涌向那个门众，很快就把他们围了起来。救命啊！救命啊！见鬼了，那么多蛇，难不成是闻到了肉味儿？嘿呦，嘿呦！圆圆把门众举起，跟玩蹴鞠一样，扔出了通风口。哇，好厉害！你是大英雄！悬疑门本部在悬崖顶，唯一能抵达的方式便是绳子攀登，它就是被放到一个竹篮子里，由上面的人提上去的。除了悬疑门众或者轻功很厉害的人，外人根本没法到达本部。好啦，辛苦你们了，下面的交给我吧。得嘞，姐妹们走了。你是来救我们出去的吗？你们还是先乖乖的待在这里，人数不够的话，他们是不会伤害你的。就算出了地牢，也暂时没法带他们回家。这个悬崖有点太陡了，要把它削成平地才可以。见过圆圆的厉害后，小孩们围他马首是瞻。圆圆摸黑溜出了地牢。他们怎么都不看我呢？仔细看才发现，这些看守皆目视前方，根本没瞧见矮冬瓜圆圆。圆圆感觉自己受到了侮辱。哼，怎么可以因为我矮就不捉我了呢？快来捉我，快来捉我呀！难道真的看不到我吗？快来捉！没成想看守直接无视他，从他的身旁路过了。哼，这也太看不起人了！我现在立刻马上就要把这座悬崖削平！哎呀，迷路了！直接一脚踹开房门，里面供奉着无数的牌位。怎么有这么多的牌位呀？哦，原来是悬疑门门主的列祖列宗呢。圆圆犀利的小眼神对着这些牌位审视一番。与此同时，悬疑门的门主南宫爵在睡梦中梦到了自己的列祖列宗。你他娘的还睡！再不行，南宫家就死到临头了。老子死了那么多年都不得安生，牌位都要被人给掘了。南宫家怎么就出了你这么个畜生呢？
我们家4代杀手出身，一直顺顺利利活到老，你掳谁不好，偏要掳个活祖宗回来。怎么感觉好像被列祖列宗劈头盖脸骂了一顿？我把玄阴门发扬光大，不表扬我就算了，还骂我。来人！刚想吩咐人去祠堂看看，就听见手下人喜滋滋的前来禀报：门主，云罗仙子来了。南宫觉立即起身，他还知道来找我，顿时就把祖先的批评忘在了脑后。真好吃。你平生杀过93个人，你杀了64个人，你们手里沾了太多人的血，都不是好人。你要干嘛？列祖列宗惴惴不安地抱成一团。你要敢让我们魂飞魄散的话，我们就哭给你看。圆圆笑得贼兮兮，把牌位全部扔进火盆里。南宫家列祖列宗哭得老泪纵横。这些牌位可是咱们的栖息之地，以后咱们就只能流落街头，做孤魂野鬼了。圆圆深藏功与名，拂袖离开。你不是说再也不想看见我了吗？你不是说恨我的吗？如今又来找我做什么？你是不是以为我是你的一条狗？呼之即来，挥之即去，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你是不是抽走了灵都县内所有的孩子？是啊，怎么云道山冰清玉洁的云罗仙子要来替天行道了吗？他是那么爱这个女人，见到她的第一面就爱。他修炼受阻，他就和其他修仙门派的弟子合作设计，抢了他师姐的仙草给他。他被人冤枉，他就直接杀了那个冤枉他的人。为了见他一面，他甚至可以屠尽天下人。为了去云道山遵守和他相见的约定，他甚至可以放弃见病重的母亲最后一面。如今因为要帮他恢复修为，他千辛万苦捉来100多个童男童女，可云罗一来便是质问他。他把自己的整颗心都掏给了云罗，云罗却始终都不稀罕。我不值得你为我做这些，也用不着那所谓的丹药，把孩子放了吧。反正我如今修为尽失，已经配不上你了。南宫觉却固执的不肯听云罗的话。你为什么总是教不好呢？我不计较你是杀手，也不在乎你沾染过太多人命，只要你不再做坏事，我就会原谅你，和你在一起。可你总是不听，你要我怎么接受你？我甚至在师父要杀你的时候，跟师父保证你已经悔改，不会再杀人了。可你这回又捉了那么多的孩子。师父大发雷霆，命他亲手杀了南宫觉。可南宫觉做这些都是为了他，他如何下得了手？你听我的，把孩子放了，跟我回去认错。我会救国师，帮你在大赵朝堂谋个职位，今后好好过日子。只要你平平安安一生，我就知足了。谁稀罕当什么官？杀人才是我该做的行当。我告诉你，这些孩子我不可能放。云罗泪眼婆娑，娇娇的一跺脚。随便你吧，我不理你了。他转身便要走。对不起，我不该朝你发火。还知道哄我。那你听我的吗？我只是不忍心你失去修为，我保证只取那些孩子们的一点血，你也不想重新修炼几百年，对不对？其实炼制那颗丹药需要榨干200个童男童女全身的血液。南宫觉觉得云罗实在太善良，只好用谎言欺骗云罗。那好吧，倘若我吃那颗丹药恢复了修为，想必那些孩子也会开心的，毕竟他们帮助的是即将飞升的仙子。阿罗，对不起，我不该抓走那么多孩子，害他们骨肉相连。搞错了，再来。害他们骨肉分离，你原谅我好吗？云罗觉得南宫觉这回是真心改过的，他也不舍得生南宫觉太久的气。这次我就原谅你了，下不为例哦。就怕那些失去孩子的父母不肯放过你。不过只要我出面替你道歉，想必那些父母定会原谅你的。门主，滚！
南宫爵正在跟云罗温存，十分不耐烦地让他们滚。门主，祠堂您祖宗的牌位全被烧了。南宫爵蹙眉，本不想与云罗分开。烧就烧了，重新做不就成了？以后这点小事儿别来烦我。毕竟那是你的列祖列宗，还是去看看吧。这么快就想陪我去见父母了？哎呀！云罗含羞带怯地打了他一下，红着脸出了门。南宫爵走进祠堂，看到火盆里烧成灰的牌位。是谁干的？是他，就是这个小屁孩烧的。他把我亲手做的烧鸡啃得只剩骨架了，还吃完了我们厨房所有的食材。南宫爵瞪着圆圆，想从他脸上看到害怕的情绪。哼！谁把他捉来的？是我明明是个寡子，我也知不道这能吃狠。南宫爵本想一刀子抹了圆圆的脖子，榨干他的血，可又不能让云罗看到自己凶残的一面，只好把圆圆关进柴房。云罗带了点糕点去柴房看望圆圆。小妹妹，门主他不是故意的，你不要记恨他好吗？他为你杀了桃花村135口人，你还这样纵容他吗？南宫爵他其实很善良，只是他父亲从小就对他特别严厉，母亲重病缠身，无法照料他，他只是太孤独了，造成了如今这般性格。圆圆困惑地歪歪脑袋。所以这就是他杀人的理由吗？云罗耐着性子，语气温和地给圆圆解释，他并没有真的想要杀人，这是他的分内之事，毕竟他从小学的便是如何做好一个杀手。圆圆越听眉头皱得越紧。那桃花村的无辜百姓就活该惨死吗？年幼时的经历再悲惨，也不是他为了自己随意杀人的理由呀，更何况还是为了让你出来见他，这种荒诞的理由。你还小，不懂。南宫爵的确错了，错得很离谱，我痛心疾首，严厉惩罚了他，罚他再也不准来见我。他万分后悔，长跪在云道山门3天3夜，就是为了求我原谅。我又如何能怪他呢？只要他和我在一起，耳濡目染之下，一定能变好的。你间接残害了那么多无辜的生灵，居然还想着飞升，你也太看得起自己了吧。饶是云罗再宽容大度，圆圆这话也惹恼了他。生老病死皆是命数，桃花村的村民命中就有此劫难，这句话很深奥，但就算你不懂，我也要说，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来质疑我的，更何况南宫爵也因此付出了代价，他为此差点担上了半条命呢。我修行这些年，庇佑了那么多普通百姓，何来我间接残害无辜生灵一说？我身为修仙之人，心怀怜悯，可你这孩子受了我的恩惠，却对我口出狂言，实在令我心寒。胸前堵着一口气，与他尽力平复下来。抱歉，我不是冲你，只是南宫爵一时失足做错事，已经受到了惩罚，也付出了代价，我实在见不得有人误会他。圆圆迟迟没有回音，云罗一看，小姑娘正低着头很认真地吃着糕点，嚼啊嚼，一直没停。云罗眼前一黑，我教导了你如此久，你居然都没听。圆圆咽干净嘴里的东西，学着原叶的话说，你说的都是谎言，屁语，我都懒得听。云罗无奈地叹了口气，转身离开了。还得回趟云道山，师父在古籍中找到了功法，或许能够帮助我恢复修为，到那时就用不着丹药了。刚踏入云道山，就看见掌门满脸愁容地站在他门前。你又去见南宫爵了？云罗没想到他只是离开了一小会儿，师父就察觉到了。师父，我只是想去阻止南宫爵。我明明说过要你杀了他。师父，您说修行之人要心存善念，度人有方，杀了南宫爵并不能泯灭他嗜血本性，我已经快要感化南宫爵了。感化？掳走周边村镇数百个孩子，意图榨干他们的血，便是你说的已经被感化？他都是为了我，并非故意害人。
他只会取走孩子们一点点血，不会伤害他们的。掌门把一本古籍扔到云罗面前，你仔细看看。云罗迟疑地拾起古籍，草草翻看。欲炼此丹药，需200童子全身血液。他张皇地瞪大眼睛，难以置信道：他骗我，他说过他再也不会骗我的，我要去问他。回来，你要是再敢见他，我真的会杀了他的。一个是师父，一个是爱人，叫我如何取舍？你们为何从不肯为我考虑考虑？南宫觉只是个凡人，他并没有做过伤天害啊！我怕你是越活越糊涂了。一个草菅人命的杀手，你究竟看上了他哪里？我教了近100年，竟教出个是非不分的畜生。这叫他如何面对云道山历代掌门，如何跟云集师祖交代？他一怒之下将云罗关进房间，并在门口施加结界，不准他踏出房门半步。唉，心里也无聊，嘟嘟也无聊，无聊的都快要长蘑菇了。圆圆生气地拍着房门，要是把我饿死的话，门主会生气的哟。祖宗，您怎么还要吃啊？我们这里的粮食几乎都被你吃完了，兄弟们只能连夜去采买。你不会是妖怪吧？我这么可爱，怎么可能是妖怪？我只是一个吃的比较多的小朋友罢了。真没了，我们也一晚上没吃东西了。真的吗？我不信。哦，看吧看吧，你身上还有一个肉饼，我一闻就闻得出来。这他娘的是狗鼻子吧？肉饼可是他唯一的口粮，打算独吞的。隔着门都能闻到，比狗鼻子还灵。没有，我是不可能把最后一点粮食给别人的。你胖得跟球一样，我肚子都饿扁了。不得了啦！玄一们虐待小孩子啦！虐待了又可爱又单纯又善良又美丽的小孩子啦！连一顿饭都不给吃。哎，祖宗，你能不能别喊了？要是门主夫人看到你这样，又该跟门主闹了。行，给你吃，你别喊了啊！他忍痛从怀里掏出烧饼，打开柴房的锁，刚想把烧饼递给圆圆，圆圆就跟只灵活的小老鼠一样，从他胳膊底下嗖地钻了出去，速度快到他捉都捉不住。嘿，小孩跑了，快抓人呐！娘的，这小胖子看着胖，跑起来怎么那么矫健？对呀，我也没见过这么灵活的胖子。就不信那么大的悬疑们找不出一点能填饱肚子的。我的肚肚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委屈呢？哼！门主凭什么赶我走？圆圆走错道了，不知转到了哪儿，听到一阵阵哭哭啼啼的声音。是他强行把我绑来的，现在要赶嗯，我走。有瓜吃。只见一个与云罗有3、4分相似的女子站在悬崖边，哭得我见犹怜。旁边放着只篮子，似乎是准备把这女子送下山去。门主肯放你离开，已经是宽厚仁慈了，你不要纠缠不休。南宫觉看我长得像云罗，不顾我的意愿，强行将我掳来当他的短床丫鬟。现在云罗一回来就把我踹开，他当我是什么？所以现在你可以走了。我能去哪儿？我名节已失，父母不会容许我进家门的。况且我腹中已有南宫觉的孩子，让我孩子一出生就没爹吗？咦，还以为南宫觉有多喜欢云罗呢，竟然在云罗不知道的时候找替身，就这样的也能说是深情吗？管事耐性尽失。门主说过，若是不肯离开，只能灭口。你要干嘛？你跟你的孩子去地下团聚吧。瞬息间，一只小胖墩从后面窜出来，一脚踹上管事的屁股，把管事从悬崖上踹了下去。女子惊魂未定，小女子名为赵以松，多谢小妹妹相救。啊，你说
你叫什么？赵以松。这个名字怎么跟那个赵重阳这么像呢？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姐妹呢。姐姐，你不会是喜欢上了把你拐来的南宫觉了吧？我喜欢南宫觉，那个畜生也配。那你不是怀了他的孩子吗？赵以松一脸吃了苍蝇的表情。孩子早被我打了，我刚才是骗他的。我与家人分别，南宫觉凭什么就能和云罗修成正果？我要留下来，跟他们同归于尽。他家虽不是富庶人家，但也不愁吃穿，父母也给他相看了一位清白人家的公子。可南宫觉却看中了他与云罗有几分相似的脸，并且不顾他的意愿，强迫了他。他与云罗和好之后，便将他冷落在一旁。他也过了几天安生日子，可只要跟云罗吵架，他就会来折磨他，嘴里还喊着云罗的名字。他恨的本只有南宫觉，直到云罗发现了他的存在。你这张脸倒确与我有几分相像。云罗仙子，我是被南宫觉强迫的，南宫觉就是个畜生，我这辈子算是毁了，但是你还可以逃出火海啊！你想离间我和南宫觉的感情，你模仿我也无用，南宫觉是不会被你迷惑的，所以你还是做回自己比较好。赵以松觉得恶心透了，故乡已经没有他的容身之处，实在不知该去哪儿，不如就破罐破摔，拖着他们一起下地狱。哎，姐姐，你先别死，他们俩不配跟你一起死的。我也觉得他们不配。呸！一个杀人狂，一个假好人，粘在一起恩恩爱爱，真令人恶心。赵以松的名字跟赵重阳那么巧合，赵以松又没有地方去。但是现在还是得先处理好那个杀人如麻的南宫觉呢。将赵以松安置到一处隐秘的地方。姐姐，你先待在这里，不要动哦。圆圆找到一处宽敞的空地，就这里吧。脚尖划了划土，奋力一跳，嘿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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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丈高的悬崖瞬间下沉了1丈，嘿呦。地面一阵抖动，正在准备聘礼迎娶云罗的南宫觉猛地身形晃荡起来，感觉整栋房屋都在剧烈的震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地震了吗？他感觉到悬衣门，不是悬衣门盘踞的整座悬崖在不断的往下坠。这悬底是被挖空了吗？我去，我不会是在做梦吧？我居然看见远处那座悬崖在往下沉。他和袁彻对这座垂直的悬崖苦恼不已，正准备深夜潜上去将悬衣门一网打尽。这还没行动呢，悬崖就他娘的突然变矮了。王爷，崔若芝赶紧叫袁彻过来看奇观。这是山怪吧？冬天太冷，缩地里取暖去了。相比他，袁彻要显得冷静太多。不过他一向是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行动。山体连续不停地晃了半个时辰，南宫觉的身形也随之晃动，连站稳都十分困难。等到震动终于停止，南宫觉几近昏死过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手下人惊慌失措地跑来。门主，我们现在是在地面上啊！说什么废话？不在地上，难不成在半空吗？啊，就是咱们脚下的这座山，它不见了，它。山怎么可能会不见？2年前，他请了能人巧匠，在这座四面都是悬崖峭壁的山顶修建了悬衣门，地理位置绝佳，易守难攻。唯一上山的方式便是攀山绳，门口12个时辰都有人放哨，看见官兵就直接割断绳索，根本不怕朝廷的那些狗官。他疾步走出大门，入眼的云海不见了，面前是一条极其宽敞的道路。这一刻，南宫觉心中的震惊完全无法形容。真的不见了？这完全不符合常理啊！那么高的一座山，怎么会突然消失呢？难道方才的地震就是山往下沉时产生的动静？转移！立刻马上转移阵地！朝廷对悬衣门虎视眈眈许久，绝对不会放过这次一举歼灭他们的机会。转移！
立刻马上转移阵地。朱雀堂往西南方向前进。白虎堂，一支急速的箭矢穿云破空，稳准狠地射进朱雀堂堂主的胸膛，当场毙命。提袭！苍林16卫，他不是去镇守边关了吗？怎么会在这时候回来？南宫觉永远忘不掉，他2年前刚在江湖上闯出名头，以为自己天下无敌，大招尽为无敌手，直到遇见了来讨伐他的袁彻，在他手底下过了10多招，面无表情地砍断了他的手筋和脚筋。他父亲一命抵抗，下属才找到机会把他救走。也是那次重伤让他遇见了云罗，是云罗用术法恢复了他的手脚，不然他就是个完完全全的废人。他这2年活在袁彻的恶名之下，绝不想与袁彻对上。不过1炷香的时间，玄仪门除了南宫觉尽数殒命，完全就是一场碾压式的屠杀。住手！袁罗站在血染红的玄衣门内，向袁彻求情：“放了南宫觉，王爷，我只求你饶他一命。”云道山掌门关了他的禁闭，但他留在南宫觉身上的符咒告诉他，南宫觉出了事。于是打晕了来送饭的弟子，偷偷摸摸溜了出来。袁彻不发一言。云罗仙子，南宫觉这等穷凶极恶之徒，若是不杀，无法服众啊。你们已经杀了他的兄弟呀，他失去助力，无法再作恶了。王爷，你也不想自己手中多一条冤魂，对吗？更何况南宫觉能力卓著，武艺高强，若是朝廷肯将他招安，他定能替大招立下汗马功劳呢。神非圣贤，孰能无过？王爷，你应该给南宫觉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百姓也会赞颂您的知人善任呢。袁彻终于开口：“大招还没凋敝到需要杀手效力。你要是敢伤害南宫觉，我和整座云道山派都不会放过你。”随着他的话音落下，袁彻面不改色割破了南宫觉的喉管，喷溅的血溅了云罗满脸。不要，不要，救命，不要！豆大的眼泪滴落在南宫觉眼中，他抬手给云罗擦了擦眼角后，胳膊猛地往下坠，失去了气息。南宫觉，南宫觉！云罗声音极端绝望，发出痛苦的哀嚎。可惜在他怀中闭上眼的人不会再给出任何回应。我杀了你！为什么我这么没用？若是我的修为没有消失，就能给你报仇了。哎，你还真是一点都不懂怜香惜玉，是不是在你眼里男女没有分别呀？袁彻都不惜地看他。救人。遵命。叔叔，还有一个小姑娘，昨天溜出去了，一直没回来。那个，她的左眼下方有一个红色的小痣。袁彻没说话，崔若直作为他的嘴替，连忙道：“放心，我们会找到那个小姑娘的。你们快回家跟父母团聚吧。”谢谢叔叔们。王爷，崔大人，属下搜寻整座玄衣门，也没有发现所说小姑娘的踪迹。哎，完蛋！赵二姑娘的妹妹没找到，美人该伤心了。搜遍整座城。啊，对，答应过要帮赵二姑娘找到她妹妹的，把临都县翻个底朝天也得找出来，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他们在附近安营扎寨，天色渐晚，负责做饭的崇明惶恐地跑过来。不好了，王爷，米袋遭贼了！是啥意思啊？还有贼敢来偷咱们的口粮，抓到了吗？崇明咽着口水点点头。抓到直接杀了就行了。还是请王爷跟崔大人一起过来瞧瞧吧。袁彻和崔若直随着崇明过去，一眼就看到了一个肥嘟嘟的、有些圆润的背影，头上还顶着一个小蘑菇。这就是你说的贼？他吃了将近一半的烧饼。袁彻走近，那圆润的身影忽然倒下，抱住他的腿。我好饿。圆圆原地蹦跶了好久，才把这座山压下去。他本来就饿，又耗费了那么多体力，快要饿晕的时候，看见了一袋烧饼，简直就跟饿狼看见了肉一样，两眼放光。
但他又不能不顾其他人，狼吞虎咽吃完几个后一直强忍着，忍到眼前发晕，肚子还在不断的抗议，随便抱上一个人的大腿求救。好饿好饿，我要吃饭。袁彻就像被定住了一样，看着圆圆的发顶。崔若直鲜少见他失态的模样，觉得很是新鲜，凑过来一看也僵住了。我去，这小孩怎么长得跟你那么像？视线在袁彻和圆圆之间转来转去，这眼睛这鼻子还有这眼角的泪痣，这完全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哦，王爷，你不会在外头？袁彻冷冷地看了崔若直一眼，崔若直立即闭嘴。圆圆就像袁彻的腿部挂件一样，粘在上面没有离开的架势。话痨崔若直管不住自己的嘴巴，这孩子都饿晕了，要不先进城找个酒楼吃饭？袁彻沉默，但崔若直认识了那么多年，光看他的微表情就知道他同意了。赶紧的，白银进城。圆圆太饿了，只能通过睡觉来恢复。他正做着抱着大鸡腿啃的美梦。啊，好香的鸡腿呀！哎，鸡腿，鸡腿，你不要跑，不要跑！哼，让你跑。喂，好痛，好痛！崔若直的惊呼声把他吵醒，睁开眼就看到面前的叔叔端着一盘烧鸡。你这小孩牙口可真好啊，差点把我肉咬下来。呸！我就说这个鸡腿怎么还长毛毛呢？你干嘛故意诱惑我？长毛？我手上哪来的毛？你这小孩懂不懂礼貌？不懂。肉肉，我终于吃到你啦！崔若直看他肉嘟嘟的腮帮子一股一股的，没忍住伸手戳了戳，得到一个生气的眼神。你不要打扰我吃东西。王爷，这丫头气性还挺大的，跟您一样。直到崔若直出声，圆圆才发现自己身边还坐着一个高大的身影。清源县，这个人跟我也有清源县。刚刚这个烧鸡叔叔喊他王爷，除了靖王伯伯的话，其他王爷都还是小孩子，那就只剩一个摄政王了。果然，摄政王就是我的爹爹。爹爹！小姑娘手太短，只能抱住袁彻一半的腰。王爷，你有女儿，怎么不告诉兄弟们呢？好想看！要是我的耳朵再长点就好了。袁彻向来是极为内敛的人，这世上鲜少有人或事儿能引起他的情绪波动。他黝黑的眼睛沉静，静静地看着圆圆。崔若直明白，他这是呆住了。没想到摄政王也有因为愕然而发愣的时候。摄政王久久没有言语，圆圆会错了意。爹爹是不相信我吗？直接站去凳子上，显得气势更足一些。你看啊，我们的眼睛都是大大的，我们的鼻子都是翘翘的。对了，还有我们脸上的痣都是一样的。圆圆抬着小脸儿，神情自以为很严肃，很有说服力，但她长得实在太可爱，这认真的小模样反而让人忍不住很想逗弄和调侃。崔若直手痒痒，很想在那脸颊肉上掐一把。还是算了吧。她要真是王爷的女儿，那我的手指可就保不住了。真的，她跟王爷简直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袁彻轻轻捧住她的脸，他用手指轻柔地摸索着那颗赤色的泪痣。你今年是不是3岁？我养父母是在3年前的春天捡到我的，爹娘说那个时候我只有这么一点点大，然后今年春天我就整整3岁啦。春天？我记得摄政王妃就是在4年前的夏季自焚去世的，这时间完全对得上啊。不过从未听过摄政王妃身怀有孕呢。王爷，16位中最机灵的八蛇盛来一碗水和2根银针。对，滴血验亲，若是2滴血液能够融合，那就真相大白了。不必。还在疑惑不解中，
就被袁彻紧紧抱住。我能确定，所以不必。嘿，都说这父女连心，王爷刚见到小郡主就随便他抱，还没把他赶走。要知道，王爷以前可是全大招小孩的噩梦，谁家小孩不听话了，小孩父母就会拿王爷来吓唬他们。王爷素来不怎么喜欢小孩，上回有个小孩见到他的冷脸，直接被吓哭了。他后面说话完全没经过大脑，感觉到袁彻散发出的杀意后，忙不迭改口。刚见面就心疼的连扎小郡主手指都舍不得，王爷真乃慈父也。还有那个什么，他还想再扯点什么，就被烛照提溜出了客栈。剧烈的心跳声敲击着圆圆的耳膜。他稍微挣扎一下，袁彻有些慌乱地松开了他，数次开口，却激动到不知道该说什么。那个爹爹，你可以就是先问问我叫什么名字。袁彻注视着他，眼底有被他可爱到的轻微笑意。请问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林圆圆，养父母说遇见我是一场美丽的缘分，所以要惜缘惜爱。惜缘惜爱，真好啊。爹爹，你以前肯定很少夸人吧？就是你夸人的时候感觉有点怪怪的，就像圆圆刚说话的时候一样，有点结结巴巴的。袁彻有种冲动，很想把圆圆抱进怀里的冲动，可是他没抱过小孩子，生怕一用劲儿就把他的骨头给捏碎了。然后你还可以再问问我是怎么从平州走到京城寻亲的。对不起，我没有去找你，对不起。他没想过自己还能有孩子，但他想，若是知道自己有一个女儿，定会把全世界最好的东西捧到她面前，不让她受到任何的风吹雨打，保护好她，而不是让她出生就被抛弃，孤独地来京城寻亲。可他不在京城的这段时日，女儿又吃了多少苦呢？袁彻极少感到懊悔，但这次是他最无力的一次。为什么要对不起呢？爹爹又不知道有我这个孩子，肯定不会想到要找我呀。袁彻感觉有什么东西像要从胸口溢出来，满胀到激动难耐。我能再抱抱你吗？圆圆一屁股坐进袁彻怀里。袁彻已经很久没有体会过满足且兴奋的情绪了，他眼眶微微发热，轻轻抚摸圆圆滑如丝缎的头发。上天给了他一个巨大的惊喜，他做梦都没有想过忽然会拥有一个懂事且可爱的女儿，他可能是普天之下最幸运的人。圆圆同时也是个很省心的小朋友，不等袁彻问，就叽里呱啦把京城遭遇的所有事儿都说给了他听。袁彻听得特别认真，时不时给出回应。爹爹，我跟你说，就是永定侯那个大乌龟，真的超级坏的，他还一直想把我赶走呢。我回去就杀了他。不要！袁彻想，日后要教他女儿，没有必要太过善良，那样也太便宜他了。他还没有吃够苦呢。袁彻虚心学习。好，我会好好折磨他。还有，圆圆小嘴巴嘚啵个不停。娘亲让我跟承熙先生读书，可是我一点都不喜欢读书。我看见那些字，我就心慌、气短、头晕，还有难受。还打喷嚏，还就是4个字都抽搐。所以爹爹，我可不可以不读书呀？袁彻第一次跟女儿见面，自然是满口答应。好，不读。还有，鸡腿吃完了，我可以再吃一点肉吗？圆圆的大眼睛里泛着祈求的水光，耷拉着脸的样子可爱到不行。袁彻当时就昏了头。来人！他出钱把整座客栈的荤菜全部垄断给圆圆吃。我这是眼花了吗？这些全是你女儿一个人吃的，苍林16位加起来都吃不了这么多吧？
话音刚落，就得到了袁彻一个凌厉的眼神。崔若直赶紧捂上了自己的嘴巴。我吃饱啦。冷淡的视线扫过下属，麒麟的八蛇一下子明白过来，小主子没剩1粒米，好厉害。崔若直紧跟随其后，小主子能吃是福，福气定然会紧紧跟随小主子。16位其余几人还在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所以。夸呀，王爷这眼神明摆着就是要人夸他女儿嘛。几个久经沙场的暗卫们绞尽脑汁地搜刮着他们学过的好词。小主子这是心宽体胖啊？那个字念盘心盘体胖。小主子真是大人有大量。不对，你夸女孩，你跟小主子如花似玉，亭亭玉立，气吞万里如虎。虎啸龙吟，吟诗作对，对答如流，流光溢彩，才高八斗，斗志昂扬，洋洋洒洒。求求你们不要夸了，好肉麻呀，好肉麻呀。他是有那么一点小自恋，但是夸得太过，他也会不好意思。拍马屁失败的暗卫们又收获了袁彻锐利的眼神。不是你教我们夸的，怎么又生气了？圆圆今日浪费了太多体力，吃饱后困得直揉眼睛，趴在袁彻怀里睡着了。袁彻有些手足无措，不知该如何把圆圆抱起。主子，要不属下帮您。毕方是他们中唯一有孩子的，带孩子很有一手。袁彻淡淡看了他一眼，毕方就猛地缩回手，得到了崔若直的嘲笑。你家主子才刚跟女儿团聚，宝贝的跟什么一样，会给你抱吗？而且你一个大男人，哪能把小姑娘交给你？袁彻双手比划片刻，才将圆圆抱起往房间走。崔若直憋笑到快要内伤。夜探敌营时，在悬崖峭壁都如履平地的男人，而今不过抱着个小姑娘，却踉踉跄跄，像是刚学走路那般。袁彻看着圆圆的睡颜发呆了将近半个时辰，才起身走出门外。所以4年前已经自焚的摄政王妃是如何生出孩子来的？不是已经找到她的尸体了吗？那唯一的可能就是王妃假死生下了孩子。那生完孩子又去哪儿了呢？你不会一早就知道王妃没死吧？袁彻没说话，这是默认了。怪不得摄政王妃身陨的消息传来时，袁彻脸上一点难过的情绪都没有，只是仓促地举办了他的葬礼。王爷，你太不够意思了，居然瞒我！亏我还陪你借酒消愁呢。袁彻古怪地看了他一眼，那眼神在说：我没有瞒你，我只是懒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知道摄政王妃的下落？浮梁大公主摄政王妃凌月的名号，可是震慑了大昭许多年。若不是当时浮梁女帝强硬收了她的兵权，设计她来大昭和亲，大昭还真不一定能打赢浮梁。袁彻并没有隐瞒的意思。你每天都能听见她的名字？什么每天？我又没见过摄政王妃，怎么可能？不对，你不会是说那个浮梁女帝吧？毕竟3年前继承大统的浮梁女帝手段狠辣，有着明智的决策和卓越的领袖能力。原本满目疮痍的浮梁国，在她手里不出1年就起死回生了。我还以为前任女帝生了个多优秀的女儿呢，现在你告诉我，那个坐在龙椅上的就是已经死了的凌月。袁彻不置可否，他一直知道凌月想回国复仇，可他不知当时凌月居然有了身孕，生下孩子后不知是何原因将她抛弃，隐姓埋名回到浮梁首任生母，继承大统。崔若直震惊了好一会儿才平复下来。那你要把生母还活着的这件事儿告诉小郡主吗？过段时间。他不喜欢别人骗他，将心比心，自然也不会骗圆圆。凌月纳了无数男妃，育有子嗣，但圆圆若是想见生母一面，他绝对会实现她的愿望。很显然，崔若直也想到了现任浮梁女帝后宫3000佳丽的事儿。摄政王呀，摄政王，如果这样的话，那你头上的帽子绿的简直是不能再绿了。袁彻向来不理会他的玩笑话，从凌月自焚那日起，他们就不再是夫妻了。
身为帝王，为皇家延绵子嗣是责任，而他不是所谓的95至尊，有圆圆一个孩子就够。摄政王一脉的独苗苗圆圆此时睡得香喷喷，又感觉有些冷，想抓被子盖，手在床上摸来摸去摸不着，一个倒栽差点翻下床。幸而袁彻眼疾手快接住了他，圆圆这下清醒了。爹爹，你怎么在我房间呢？袁彻没说他是因为突然有了这么个宝贝女儿，所以兴奋的睡不着，直到该起床了。圆圆转头一看窗外已日上三竿，他忽然想起什么。哎呀，我忘记我把子涵姐姐丢到半路上了，也不知道她现在有没有被狼叼走呢。你个小没良心的，你还记得我啊？嘴上是在埋怨，可眼眶已经通红。你说你去那些人的老巢，怎么能不告诉我呢？我都快吓死了。你没受伤吧？受伤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不错嘛，天方夜谭都会用了。对了，这几日我跟麒麟去了镜湖，已经找到了纯碱，接下来可以动手做炸鸡了。这回要让圆圆见识见识垃圾食品的美味。好香啊！什么时候才能做好呢？快好了吧，快好了吧？怎么还没好啊？子涵姐姐，我第一次吃那么好吃的东西，我好幸福呀！你那么喜欢我做的炸鸡，我也好幸福啊！袁彻看他女儿吃的这般满足又开心，微微颔首。赵二姑娘，主子想买您的配方，请您割爱。赵子涵活了20几年，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黄金，金光还差点闪瞎了他的眼。虽然很想要，但是这不是我的配方啦，网上到处都能搜到。网上在何地？小主子喜欢的东西必定要不惜一切代价得到，主子都说了，钱不是问题。那什么，配方我可以免费送给你们的，不过手艺也很重要。八蛇回头请示袁彻，看到袁彻的眼神和会意，属下会拿着配方请来全国的大厨，把做出最好吃炸鸡的大厨留下来，专门给小主子做菜。好。在临东县休整了2日，知县和悬疑门勾结被砍了脑袋。16位在悬疑门的库房找到一本档案。果然是赵重阳那个汉子茶买凶杀我的，我这就回去把他揍成猪头。姐姐，我想到了更好的办法哟。我跟你说，我那天在他耳边悄声低语几句。圆圆，你真是太聪明了，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看到赵重阳绝望崩溃的模样了。回京城那日晴空万里，坐在马车里的圆圆看袁彻骑着高头大马，很炫酷威风的模样。爹爹，我也想骑马。袁彻单手把他捞了起来，让他坐到自己的马背上。你就这般崇拜摄政王？他自战场上见过摄政王的英姿后，便暗自决定要和摄政王一样所向披靡。那待会儿宫宴上，你跟为娘一起，这样就能近距离见到摄政王了。她好歹也是侯爵夫人，能同林立文一起入皇宫抚庆宫宴。不必为难。她知道母亲不喜欢跟父亲在一块儿，这有什么好为难的？就是吃一顿饭而已，我不在乎。永定侯夫人，世子。宁氏的笑容在看到董佩玉后消失殆尽。你夫君可不在这里。夫人，您不必这么防着我，我不过是想和世子说说话。我今日可是穿了最漂亮的衣服，本来是穿给摄政王的，可如今我毁了容，摄政王估计瞧不上我了，只能让林淑仪捡便宜了。你一个有夫之妇，跟我未成家的儿子，有什么好说的？董佩玉懒得跟宁氏周旋，双眼含泪望向林淑仪。世子，佩玉一直未曾和齐公子圆房，佩玉是干净的，您还肯要我吗？只要您点头，我就跟您走，不要名分，只要能侍候您就行了。滚！你有什么好得意的？不就是仗着我现在需要你，态度才那么恶劣的吗？
你在干嘛？你管我干嘛？光天化日之下，别拉拉扯扯的。嘿，打起来了，快看呐！这董佩玉和齐子明算是遇到硬茬了，简直就是天生一对啊！哎，摄政王来了！哎，摄政王来了！夕阳余晖下，摄政王率领浩浩荡荡的军队回城。哇！圆圆不是和赵二姑娘去镜湖了吗？怎么会在摄政王怀里？你说咱圆圆该不会是犯了什么事儿了吧？也不知道我把所有的钱交出去能换回圆圆吗？应该不是。只见摄政王怀里的圆圆打了个喷嚏。What？ 摄政王毫不介意地用衣袖给他擦擦，还把披风拢紧一些，生怕他着凉。他们很像啊！宁氏愣了一下，这两人还真的很相似。说妇女都有人信呢。不对，圆圆该不会是摄政王的亲生女儿吧？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一切都说得通了。靖王和靖王妃对圆圆比亲生女儿还要好，陛下同圆圆十分亲密。若圆圆真是摄政王的女儿，那就很正常。天哪，他居然一捡就捡到了摄政王的女儿，这是何等的运气！这乡下来的野丫头，怎么会和摄政王在一块儿？嘿嘿，皇叔，你终于回来了！呵呵，我做梦都在想你。想你别打我屁股。皇叔为何抱着小神仙？你们认识啊？袁彻眼底的骄傲掩饰不住。我女儿，真的，摄政王是圆圆的亲爹。圆圆终于找到亲生父亲，太好了！林叔一被掐到肉眼没什么反应，有些失神。母亲捡到的妹妹居然是摄政王的女儿，这父女俩长得如此相似，他竟一直没发现。林立文难以置信地睁大眼睛，腿一软瘫坐在地。林侯爷，您困了就回府呢，你可不能随地大小睡呀！完了！他之前对圆圆做了很多态度恶劣的事呀。冷静，这没什么的。小孩又不记仇，兴许早就把之前的事儿忘记了。而且我妻子是圆圆的义母，那我自然就是圆圆的义父了。摄政王于情于理都应该给我点谢礼。要是摄政王问我要什么，我就说要5进7进7出的大宅子。林立文心里美滋滋的，搓着手就迎了上去。才走2步，就被匆匆赶来的靖王撞得踉跄一下，摔个狗吃屎。林立文敢怒不敢言，愤愤不平地瞪着靖王。靖王迫不及待地问：“这是确定了？”他天天盼着老妖回来和圆圆认亲呢。这还用确定吗？看长相不就一清二楚了，连滴血验亲都省了。看着这2张极为相似的脸，靖王激动的眼睛都红了，从弟弟手里把圆圆抢了过来。咱们袁家终于有闺女了。走，伯父这就带你去祭祖。嘿，父王，你这说的好像是袁家终于有后了。先等等，皇叔这才凯旋呢。嘿呀，我这一开心，把老妖给忘了。你在边关过得怎么样？还行，但是……还行就好。乖侄女儿，伯父听说你去镜湖找好吃的啦，找到了吗？好不好吃呀？超级好吃。接下来他给靖王细细描述了炸鸡的美味，靖王听得比上朝还认真，满脸都是慈爱的笑意。乖乖，玄衣门那群人有没有欺负你呀？才没有呢，向来就只有我欺负坏人的份儿，没有坏人欺负我的份儿。哈哈，果然是我袁家的孩子。老妖，你是咱袁家的功臣啊。毕竟生下了大昭皇室开国以来第一个女娃娃。喂，你们能不能看看我呀？有没有人告诉我，皇叔何时有的女儿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吗？怎么办？我之前跟圆圆说了好多皇叔的坏话，说皇叔只喜欢打我的屁股，还说皇叔长得凶巴巴的。小神仙应该不会把这件事告诉皇叔的吧？要是告诉的话，我就完蛋了。怎么办？我突然觉得屁股都开始疼了。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我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没错，我侄女儿就是天上最美的仙女儿。
咦，父王还是回家再跟圆圆玩吧，文武百官都在看着你呢。靖王随意望去，只见文武百官都愕然地盯着靖王。天哪，这朝堂上不苟言笑的靖王殿下，居然也有这般不值钱的时候。宝宝以后该喊我伯母了。他母亲本就收了宁氏为义女，这下圆圆更亲了。看皇叔的脸色，好像并没有教训我的意思。嘿嘿，我有妹妹了。以前杨太后一直要我把林安当成妹妹，我才不喜欢呢。小神仙当妹妹比林安好多了。我母亲病逝，与家人决裂，无法和女儿团聚，但圆圆却有那么多的亲人捧着呵护着。想当初我的瑶瑶也是永定侯府的掌上明珠啊，可却被冷血无情的老夫人送去了庄子。自从宁氏收圆圆为义女后，闹得侯府鸡犬不宁，家不像家，人不像人。他从来不信鬼神之说，可现在不得不承认，圆圆的确是个灾星，害得他穷困潦倒，家破人亡。唉，江氏心中酸涩不已，转身离去。夫人，奴婢求求你，把奴婢带回去吧。这声音如此熟悉，祁红，你不是为了给江二爷还债，自愿被卖进青楼了吗？你现在这是怎么了？这么多伤。那个富商没多久就厌弃奴婢了，承诺过要把奴婢赎回府，让奴婢当姨太太的，可他骗了奴婢。青楼的妈妈逼着奴婢接客，有客人染了病，害得奴婢青楼客人的病，除了花柳病，还能是什么病？花柳病！江氏猛地后退好几步，离祁红几尺远。祁红被江氏这举动弄得一僵。如今妈妈已经把奴婢赶出来了，奴婢实在是无处可去，只能来投靠夫人呢。夫人，我从小就服侍您，我们感情那么好，您一定不会对我见死不救的，对吧？江氏恨不得将口鼻一起掩住，想到方才自己不小心触碰到祁红，就一阵恶寒，头皮发麻。抱歉，我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也是寄宿在他人家中，我没法带你回去，谁家也不会接纳一个染了脏病的人。那就请夫人把奴婢之前给您的银两还来吧，奴婢把卖身钱跟富商给的银票一起交给您的。当时想着一笔笔攒下，替江二爷还债的。后来奴婢听说太师早就把那笔钱还了，那就说明这笔钱还在您手里是吧？我可能要过段时日才能给你。祁红给他的银两他早就用完了，如今家里困难，衣食住行都要钱，祁红送来那些都远远不够，叫他如何还？过段时日，我都要死了呀，我甚至都没有钱治病，那可是我的钱啊，夫人，你没有用那笔钱给江二爷还账，为何不告诉我？我是怕你伤心。江氏隔着很远跟祁红说话，我也是为你好，更何况花柳病怎能治好，反倒浪费银钱，倒不如将那笔钱花在有意义的事情上。夫人，你可曾记得答应过我什么？你说要让二爷纳我为妾，你现在说话不算话吗？对，我是答应过，让我弟弟纳你进门，但那是基于你给我弟弟还赌债的前提。如今你什么忙也没帮上，还染了这种脏病，我是不可能让你进太师府的门的。不过好歹咱们主仆一场，我也很同情你。他将几枚铜板扔到他面前，我就只剩这个了，你拿着买点想吃的东西吧，保重。他转身就要离开，生怕染上脏病。我也曾是清白人家的姑娘，可我现在是我自作多情啊！我还以为你江氏对我有多么情深意重，是我看错了人。祁红全身涌上一股力气，冲上前狠狠咬住江氏的胳膊。你干什么？
牙齿陷进僵尸的肉里，又咬破自己的嘴唇，让他染上花柳病的脏血接触僵尸的伤口。怎么办？怎么办？他不断抹着伤口上的血液，阻止血液渗入肉里。怎么办？我也会染上这个病的。怎么办？我不要得这个病啊！怎么办？救命啊！叫你自视清高，叫你作弊上官，你嫌我肮脏，那我偏要你跟我一样染上这病，看你还拿什么得意？我本不想把事情做那么绝的，是你把我逼到死路，我只是想要回我自己的钱，给我治病，怎么就那么难？祁红最后抬头望了望碧空如洗的天空。结束了，一切结束了。惊慌失措的僵尸根本没发现祁红已然自枪，他疯狂地跑去医馆，想找大夫救命。到了门口却迟疑了。要是大夫知道，我很有可能染上花柳病，肯定会把这件事传出去的。我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这件事情，绝对不能。他强行镇定下来，给我来一些金疮药吧。拿了药，便迅速回到青羽巷，把自己关起来。就算接触了花柳病人的血液，也不一定能得病。对，没错，我没病，我只需要跟以前一样生活就行了。听说有人觉得我话少，想听我叫宝贝。我的宝贝呢？爹爹。对了，作者明天有事，要回老家参加侄子的周岁宴，无法更新。评论区嘴下留情。远在城门的林立文根本不知道这件事，还在盘算着该如何去摄政王面前卖个脸。他清了清嗓子，刚上前，袁以文只感到一股剑气，侧身一挡，就把赵从阳手上的剑打飞出去。不错不错，你的武功又精进了嘛，真不愧是你爹的好儿子。袁以恒的亲爹亲了，脑袋上缓缓冒出个问号。这姑娘是在夸我？不对呀。哦，这姑娘是在说她是以恒的爹，那我是什么？表爹吗？你若再随意使奸，皇叔身后的苍林16卫能把你撕成碎片。在这种场合出现，会被错认成刺客的。嗨呀，我就试试你嘛，生什么气呀？赵从阳吊儿郎当的去搭袁以恒的肩膀，袁以恒侧过身，他搭了个空。真这么生气呀？喂，你是怕我受伤，所以生气了吗？哎呀，我又不是那种柔柔弱弱的小姑娘，我有武艺傍身，不再怕的。袁以恒怕我出事，还生气了。哼哼。袁以恒跟这个人没什么好说的，走到了袁彻旁边。那么大了还躲术士身后，还真是不害臊啊。他自以为飒爽地向袁彻拱手行礼。摄政王，臣女赵从阳，是令侄子的兄弟。他原以为自己这般洒脱不矫情的性子会得到摄政王的青睐和赞赏，没成想摄政王连眼神都没分给他，掏出一块牛肉干递给嗷嗷待哺的圆圆。赵从阳被忽视，有些不甘心。摄政王，臣女不喜欢待在家里刺绣，想跟您一样去战场杀敌，不知能否带臣女一起呀？地郎，陪他练。得令。赵子涵自马车中缓缓走出。好好好，我也想看看长姐和地郎谁更厉害。啊？为什么赵子涵会活着回来？玄一门不是已经把他一剑毙命了吗？他们应该不会骗我啊！赵子涵手无缚鸡之力，怎么可能从玄一门的手下活着回来呢？他到底是人还是鬼？长姐，你怎么啦？那么久没见到妹妹，是想妹妹了不成？嘿，我的好长姐，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刺不刺激呀？我怎么看你脸上的恐惧还不够强烈呢？嘿！赵子涵趁他恍惚间，直接抓起了他的手。长姐，你别碰我！从阳，你这是干什么？
孙女在陛下面前大呼小叫，她唯恐唐突，立马呵斥：“祖父，赵子涵他……”本想说赵子涵可能不是真正的赵子涵，是冒充的，但话到嘴边又停住。他总不能告诉祖父是他授意玄一门杀了赵子涵吧？不行，祖父本就心疼赵子涵，在外受了10几年苦，若是知道我对赵子涵心生歹意，肯定不会饶过我的。赵国公不知道赵重阳又想作什么妖，但如今这般重要的场合，他不愿让全城百姓看赵国公府的鸡飞狗跳。站我身后来。赵国公，赵大姑娘和暗卫的比试还没开始呢，本王也想看看大赵会不会出一个巾帼英雄。圆圆也想看巾帼英雄。孙女顽劣，上不得战场，微臣不用看也知道，她定然胜不过这位小兄弟。微臣回去定会好好管教孙女，叫她不敢再夸下海口。早知道就不该拜托军营的将士在和赵重阳比试时放水，不然他也不会如此自视甚高。祖父，您这是什么意思？这还没开始比呢，您就说我打不过，我是不是您亲孙女儿？祖父瞧不起我，我今天非要在众目睽睽之下赢了和苍林16位的比试，到时我一战成名，和袁一恒做一对模范夫妻。这不知天高地厚的这。忽然瞥见一旁微微颔首的赵子涵，心中安慰：幸好我小孙女省心，不然我真是快愁死了。赵重阳自以为飒爽地抽出剑，指着地狼：开始吧，不要把我当女的手下留情，不然你就是在侮辱我。开始了，吃点什么呢？哦，对，从兜里掏出一颗花生，边吃边看，结果圆圆的花生才剥了1颗，赵重阳的佩剑就被地狼打落，掉在地上，速度快到赵国公都来不及阻止。我撇咋不口完了，咋来还第5座大厅当嘞？还以为有多精彩呢，真没劲儿。这就完了，这就完了。这打完了。圆圆又把花生收了回去。咦，好难看的热闹，一点都不值得我浪费零食。赵重阳则是满脸的迷茫，他甚至都不知道发生什么，剑就被打掉了，简直是奇耻大辱。喂，你太过分了！你比试也用不着侮辱人吧？直接打掉我的武器算什么啊？你是不是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啊？我好歹也是姑娘家，居然让我在那么多人面前出糗。长姐，地狼可是暗卫，若不是他收了力，你现在已经身首异处了。赵重阳本就一肚子火，听到他的声音后火气更大了。所以呢，我不是说了不用对我手下留情，这到底是鄙视还是羞辱？我的确技不如人，可也总得让我说的心服口服吧。他说完又偷偷去瞟袁一恒的脸色。我方才这番话说的这么精彩，袁一恒肯定会对我刮目相看。但袁一恒正在跟袁彻寒暄，方才的比试他连瞧都没瞧。不是吧，那么高的悬崖突然变成平地，皇叔，你们这行可真是刺激。赵重阳又开始生气，袁一恒到底还把不把我当兄弟了？哪有对兄弟这么不上心的？我决定接下来3天都不跟他说话了。地狼，不必手下留情。是。嘿，小兄弟，请高抬贵手。赵国公到底还是怕孙女丢了性命，连忙上前几步，眼底全是祈求之色。王爷，老臣的大儿子就这么一个女儿，还请王爷恕罪啊！老臣这孙女实在任性，老臣定回去好好管教。祖父，闭嘴！好了，皇叔刚回，朕准备了宴席，给皇叔接风洗尘，先回宫吧。娘亲，爹爹，娘亲对我可好了。他有许多想问圆圆的问题，但现在场合不对。娘亲给我买酒楼，还给我买了好多好多的漂亮衣服，还有首饰，还有好多好多好吃的，栗子酥、鸡腿，2个哥哥也对我特别好，大哥还很崇拜爹爹你呢。站在远处没有靠近的林书义耳朵动了动。
是吧是吧，大哥，你搁那站着干啥呢？就是你的房间里不是还挂着我爹爹的字画吗？过来呀！当年顺手送给这位少年的字画，他竟一直留存着。思及此，袁彻将自己的佩剑送给了林书义。不，这太贵重了，我不能收。收下吧，王爷是想让你振作起来，日后有机会一起驰骋疆场。谢摄政王。林书义郑重接过，感激不尽。其实他的腿早就好了，现在还不是说出口的机会。哇，爹，我也有礼物吗？大哥得了那么好的宝贝，圆圆也想要。袁彻神情微顿，他刚班师回朝，没准备什么像样的礼品。圆圆看到了他怀里的小老虎。咦，好可爱的小老虎呀，我可以玩一下吗？当然可以。喂，那可是调兵遣将的虎符啊！这父女俩心真大。宁氏看圆圆这么喜欢他的亲生父亲，顿时放下心来，脸上带着柔和的笑。圆圆终于找到了自己真正的家，也终于有父亲的疼爱了。多谢。摄政王，这是在跟我说话吗？多谢你照顾圆圆。这次宁氏听清楚了，王爷客气了，是臣妇要多谢圆圆才是。若不是上天恩赐让他遇到圆圆，他早就成了一个死人。圆圆拯救了舒颜和舒毅，还有舒颖，是永定侯府的大恩人。比起圆圆对他的恩情，他做这些不算什么。王爷，微臣是圆圆的义父。袁彻眼底没什么情绪地望着他，示意他继续。宁氏心里嫌弃的不行，往旁边迅速移开几步，恨不得跟林立文撇清关系。歌可以反复听，言不能反复爱。掏了心，掏了肺，爱的尽头是崩溃。歌可以反复听，爱不能再重来。有些缘，有些爱，今生注定说拜拜。歌可以反复听，言不能反复爱。掏了心，掏了肺，爱的尽头是崩溃。歌可以反复听，爱不能再重来。有些缘，有些爱，今生注定说拜拜。微臣是很喜欢圆圆的，将她视如己出，但是微臣对子女的喜爱一般不在明面上。王爷同为人父，肯定能懂微臣，毕竟父爱向来都是无声的。圆圆可能看不到微臣对她的爱护之心，但微臣一直时刻关注她，这份在意不比贱内少啊。感情不是你对圆圆不好，是你故意不让圆圆看到你的好呗。看不出来，永定侯还是个默默无闻、不喜张扬的性子啊。崔大人谬赞了。永定侯竟能如此不要脸，我真的是开眼了。原来大乌龟你那么关心我呀，骂我是从乡下来的野丫头，还骂我是饿死鬼投胎。这也是你关心我的表现吗？袁彻眼神瞬间变得凌厉，林立文顿时感受到了他散发出的冷意，冷汗直冒。我只是刀子嘴豆腐心，但到底没饿着你，对吗？你娘亲可以帮我证明的。还有，你还想把我赶走呢？你毕竟不是侯府的人，住在侯府肯定会招人闲话的。其实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宅子，让你以后住在那里。那把宅子的地契给我呗，我现在就可以住进去。以后他哪儿来的宅子都是随口胡说的。还有，你看我跟小皇帝玩得好，你就想利用我，还说可以收养我，还说让我当你的女儿是殊荣，然后我不同意，我想要找自己的爹爹，你就骂我，给脸，不要，这就是你的爱护吗？
他远远看到袁彻的手已经按在了剑柄上，随时都能出剑削下他的头颅。王爷，微臣家中着火了，先告退。王爷准许你走了吗？林立文见识过帝郎的能力，吓得两股战战。你是圆圆的义父，本王自然要奖赏你。林立文顿时惊喜地瞪大了眼睛。薛爵，奖励你做一个闲散的寻常百姓。其实按照他的性格，会一剑抹了这人的脖子，可女儿说了，要留着慢慢折磨。薛爵，奖励你做一个闲散的寻常百姓。不行啊，王爷！他好不容易等到爹和大哥死了，捡漏成了永定侯，若是被薛爵还贬为庶民，岂不是连曾经的庶子也不如了？微臣父亲以及林氏先祖为大赵立下汗马功劳。他的先祖可是开国功臣，摄政王削他的爵位，会让其他功臣后代心寒的。本王给你第二个选择，与宁氏和离。林立文立时就要答应，又听袁彻道：还要与林书义和林书言断亲，父子之间再无瓜葛。摄政王怎能如此恶毒？林立文恨得眼睛都红了。他就这2个儿子，断亲以后，谁给他养老送终？敢问有没有第3个选择？死。林立文打了个哆嗦，狂咽口水，转头去看宁氏，依旧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好歹夫妻一场，竟能如此无情，连那个不孝子林书义也没有给他求情的打算。他狠狠心下了决断：微臣可以和宁氏和离，与林书义断亲，但书言是万万不能的。林书义已经是个残废，而林书言前途无量，很有可能会3元及第，官拜首辅。他断不能放弃这个儿子。本王给你篡改选择的权利了吗？王爷，您总要给微臣留个后吧。哎，侯爷，您不是还有2位美妾在怀吗？何愁没有子嗣啊？崔若直说的倒是轻松，尤静茹刚落了胎，伤了根，怀孕机会渺茫。而姜氏连续2回生的都是女儿，压根生不出儿子。更关键的是，他觉得自己越来越力不从心了。袁彻没耐心同他攀扯那么多。准备毒酒，让永定侯安心上路。帝郎拿来早就准备好的毒酒。我选第2个。我现在就写下断亲书，与林书义和林书言断绝父子关系。话音刚落，就有宫婢呈上纸笔。他磨磨蹭蹭地写完后，宁氏迫不及待地接过，仔仔细细看着上头的文字：我的孩子们终于能和戕害他们的父亲恩断义绝了。欣喜若狂的神色落在林立文眼里，格外刺眼。就算和离了，又能怎么样？我就等着你后悔求和。